好，我们现在准备来看幻灯片哈。在禅修的时候哈，来看一些幻灯片，意义更好，因为这时候你心灵品质更高、更纯净。你这时候很多以前你所体悟不到的，那你可能在几张的幻灯片里面会有更深的、更具体的体悟啊。今天的幻灯片有部分大家以前有见过，也有相当多的部分以前你是没见过的。好，我们现在来看看。那今天幻灯片这个有不少会用一种叙述的方式，好像自述了或是叙述的那种方式哈，所以有些会讲的稍微快一点。啊，对不起，那个你到办公室去拿那个包包来。对不起，因为我那个雷射笔没带过来。这一张是代表，现在有时候我是类似一种用自述这种情况的哈，我曾经在滚滚红尘里面在这里朝九晚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然后这样不断的在忙碌然后内心里面却有一股深层的不安要找寻不断的在寻道、觅道、修道要找寻那种究竟归处、安心之道所以不断的在寻觅，在滚滚红尘之中，还是不断在寻觅曾经在这物质堆里面，也受滚滚红尘的洗涤在这里面呢，人来人往在声色之中在各种声音场合，在各种物质堆里面，我一样都追逐过但是内心的苦、内心的空虚还是存在哪一种不安，它还是继续在影响着所以不管我到哪里，都是不断的在探讨我们生从何来，我是什么，我要往何处去呢？死后往何处去？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这些问题从小就一直萦绕着我，一直要去了解，要解开生死之谜，了解生命的意义了悟生死大事以前我的心就像一个动荡不安的湖水那你看心的动荡不安，一直在找寻，不知道何处是归处不知道何处是涅槃心动荡不安，所以我那时候看不到法界的真理实相因为法界的真理实相映现在你的心湖中，你也是很模糊都很不清楚透过不断的闻思修正，不断的求道、觅道、修道，终于有一天，法界的真理实相竟然在眼前呈现出来这一张你看这有两个太阳这里有两个太阳，这个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太阳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太阳结果发现都一样都映现在在这个心湖中好，你看前面如果你的心是动荡，我们看如果你的心是动荡不安的，太阳映现在你的心中呢，一样模糊不清你就是看不到竹子映现在你的心中还是这样的模糊但是如果你的心能够沉静下来，你看竹影这么的清晰太阳也是这么清晰这些云一样这么清晰的在映现在这里如果把这个倒过来，你都不容易看，
看出啊，当我们的心境打开之后呢，明心啊，你看法界的真理实相就这么清楚的映现在我们的心中啊。所以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啊，明心才能见性啊。法界真理实相，它就是这样完全的显露给你看啊。当你智慧打开之后，哇，你看这个一花一草一木就不一样了。一般众生，以前我也曾经像瞎子摸象一样的，摸到哪里就说大象像什么。但是我们不喜欢跟人家在那里见证啊，我还是一样不断的一直在找寻啊，终于后来了解到什么叫做瞎子摸象啊。所以也跟大家勉励，就是真的我们要不断的自我超越要跳脱出狭小的框框，处理井底啊。当我慢慢打开智慧眼去看到，当我视野不断的拉开拉高拉开之后，我终于看到整个法界的奥妙啊，看到人类有我慢的话是多么的渺小啊，看到整个法界一直的在养育我们。你看这是一张大台北市，在这一张 slide 里面至少有200万以上的人口。那你看这全部都是整个法界天地父母在养育啊。以前当我智慧眼没打开的时候，我看不到这里的奥妙啊。当我们有一天你打开智慧眼之后，你去看，你会臣服啊，你会感恩啊，你的我慢很快会消失啊。好，我们再分享几张这位法国可爱的小女孩 DP， 她以实际的例子告诉我们，你看这个是很大只的狒狒这个是很凶猛的大人都不敢接近他，但是他跟他父母亲争取，他要去跟他相会做朋友，因为大人也不敢接近这只大狒狒啊。但是这个小女孩她直觉的，因为她的眼神觉得这只狒狒也是很友善的，所以你看她就过来跟他握手啊，跟他打招呼啊。这都是这么样的安详，这么样的真实啊。那这一章你看，你是这样的真诚的对待众生啊，所以众生也是这样的跟你没有距离呀。你看因为你这么真诚真实的在善待一切众生啊，所以你看昨天才几只企鹅在这里听你讲经说法，今天来了一大群啊。大家都来这里听法来这里呢分享他的天真纯真啊，大家一起来共享那种法界的之乐啊，真诚的交流。所以当我看到 DP 他讲出这一句话，他是用眼睛用心灵在跟这些动物交流，我非常的震撼。这位小孩他真的充满了智慧，很多大人都不及他。真的，我们讲说灵魂之窗，眼睛啊，眼睛它就是我们真诚真心的流露啊，也就是说它是用心灵来跟这些众生交流啊。在他的心中真的就是没有六道之分啊，他用慈悲心爱一切众生啊，所以他的眼睛里面充满的就是慈悲啊，爱啊，真诚真心啊，所以你看这个好像一种松鼠之类的你看抱着它，然后舌头伸出来再亲它那你看我是来自法界我也是赤裸裸来到人间我是这样如此跟法界就是一体虽然别人认为这是荒漠沙漠，但是对他而言这也是天堂任他奔跑
所以我们从这一张斯莱德我们看看这一张脸孔，我们看出，你看天使的脸孔这么样的真，这样的善，如此的美，这么样的以真诚真心流露传递他对众生的尊重，对众生的爱，这就是真正用心灵去普爱一切众生啊！好，地比是用他的心灵跟这些动物交流、交朋友、做朋友。那我呢，是用我的心灵在跟六道的众生、跟法界交流啊。当我用心灵去看法界的一花一草一木的时候，我发现法界竟然是如此的奥妙，如此的庄严。以前我急急忙忙走过，我看不到法界的奥妙。当我停下来去看，竟然法界的奥妙都一一的呈现出来啊！所以在我相机拍摄出来的很多学员都会感受到，那里面充满着生命啊！因为我把法界一花一草一木，把他们的光辉，把他们的生命拍出来啊！那为什么他们会呈现，把他们的生命也呈现出来呢？让我拍，因为我是用心灵在跟他们交流啊！当我看到日出，哇，这么壮观的日出，我臣服法界的奥妙。它不但让我融入无边无际的空里面，而且赞叹臣服。法界是如此的庄严，如此的奥妙。地水火风空不断的在养育一切众生，众生不知道，他也无所谓啊。当我慢慢的去看，原来太阳竟然是透过燃烧自己，而把他的生命能源呢，就像传送电能一样，传送到我们每位众生的心中啊。你我他，我们包括植物，我们的生命能源都来自于太阳的恩赐啊。以前我看不到，不知感恩。当我慢慢了解之后，我了解整个太阳，它都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无我无私啊！感恩法界的恩赐啊！所以当我了解之后，我对太阳不是迷信，不是畏惧，也不是盲目无知，而是赞叹法界的奥妙，感恩法界的恩赐。慢慢的在用心去静观整个法界，发现法界的大地、流水、阳光、空气、虚空，真的就是一直的在孕育一切的动植物啊！终于我看到什么叫做天地父母的养育之恩呢？所以继之而来的就是一种知恩、感恩、报恩呢。大家能不能从这张幻灯片里面去看到，这是我们的生命之水啊！这个地方是哪里知道吗？这地方是哪里？啊？不是，这个地方是新店的紫檀净水厂。净水厂，它的上游就是翡翠水库，中间就是我们今天有去跟它相逢的燕子湖。燕子湖
从翡翠水库那边放水下来，然后到翡翠水库，它这里又是一个管制的地方，也是一个沉淀的地方，然后又从那里放水到这个新店的紫檀净水厂，从这里经过处理之后，然后加压输送入那个输水管，然后输送到整个大台北市至少300万以上人口的用水。你要知道啊，光是这个地方至少供应大台北县市300万以上人的用水啊。但是你不知道这些水对我们生命的重要。你在家里你打开水就有水哦，然后你付一些钱，你就认为这是我用钱买的。但是如果没有法界恩赐这些水，你拿来水可以喝哦。所以我们要慢慢去看到啊，真的整个法界大自然对我们的养育啊，你才会真的去产生一种感恩的心啊。哦，大家真的要打开视野去看，不要再这样盲目囫囵吞枣的吃，然后又不觉得这有什么哦。慢慢去看，真的要打开我们的视野，慢慢去看到法界的奥妙，天地父母不断的在孕育一切的动植物。真的，我们心静下来去感受，这里面绝对不是幻象的。有的人他们不认为这个没什么，那他个人问题，他认为那是幻象啊，绝对不是啊。因为这个你都可以实际去碰触到，你都可以实际去感触到，所以我们在禅修里面就逐步的协助大家真的一一去体证啊。当你心静下来，大自然的奥妙就会呈现在你的眼前。你看，连一朵花它也会告诉你，你要现观大自然啊，有没有？有没有？这里一个大哦，这一朵花写这个大字哦，比那个什么经典都更重要啊，更深啊。你要好好静下来去看去欣赏啊，你才能够解开无上甚深微妙法，你才能够看到活生生的佛法。以前我们总是跑到孔雀后面去看孔雀的屁股，觉得没什么，这个地球是五浊恶世啊。但是有一天，当你真的心静下来去感触去感受，当你真的来到看懂法界的奥妙之后，哇，你看你就看到孔雀开屏啊，有没有？孔雀开屏啊，你看不到的话，你认为这只是芒花芒草啊，没什么，这好讨厌的东西啊，我们想要除掉它，好讨厌呢。你就没办法当下来欣赏到法界的孔雀之美啊。再你看着这些番茄，你觉得它没什么，我们农人种啊，然后我们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种什么，然后它就会长什么，你都看不到大地的重要，看不到水分的重要，阳光在那里一直普照，你也看不到。当你慢慢的打开资源去看，你会充满了惊奇，而且会发现，竟然这个绿色的会变成红色的，而且它竟然会渐渐的成熟，而且小的又会变成大的。哦，那你看，法界变化出来的这些是真实的，真的能够让我们吃饱，真的能够让我们止饥渴，不是像一般有的人在那里蹦鸡龟啊，吹气球啊，吹牛皮啊，不是这样
它真的是催出实际的东西，让我们实际去享用。哦，那你看法界，你看我们在看法界大师吹气球，哦，这小小的气球呢，一条细条气球呢，哈，这是南瓜金瓜嘛，哈，那你看能够把它吹慢慢的大，然后慢慢的吹，又吹得这么大，有没有？这个地水火风空这个法界大师哈，你看他的魔术就是这么厉害啊！所以不是人类的厉害啊，你真的要去看到法界大师的奥妙，然后慢慢吹，又吹到哇，又吹到这么大。你看这么大的南瓜，能够让你一家人吃好几餐呢。那你在吃这些的时候，你是看到容忍的厉害，看到你用钱买的厉害，还是你有去品尝到、去体悟到法界的奥妙？你在用三餐的时候有没有去感恩呢？哦，当我看到这么小小的胡瓜哈，你还看不出它什么啊？这么小小的这样那个不啊栽，它竟然慢慢的爬呀爬呀，你看，然后竟然哇，长出这么样漂亮的胡瓜出来啊！这是真的法界，你看到从这样慢慢的长大，然后就会开花，然后又慢慢的吹大，然后慢慢的吹到这么大，这真的是吹出来的啊！但是这是真的能够吃啊！人类吹出来的不能吃。人类吹出来气球，一支针戳下去就破了，经不起考验。法界的这个气球，你用刀把它破开，它里面也是真实的，真的能够吃啊！那你看这些不啊，你能不能来到那种哇，看不啊又是不啊，充满了赞叹？还是你还是停留在那一种看不啊，还是只是不啊而已啊，这个没什么啊？或是还是在那种看不啊，不是不啊啦，这个没什么。你如果用那一种科学头脑去解析去一一解析它的成分，然后或是用这只是一些什么元素、什么分子、电子这些组合成啊，这没什么啊。但是你认为它没什么，它就真的能够止你的饥饿啊！最神奇的就是这样啊，它能够发挥出实质的效果出来啊！所以我们看看法界的这个不啊的奥妙可贵啊！那你看这个不啊，它也是彩色的它是由小而慢慢的长大这个真的长大的过程都是法界大师在变化的然后我们看这个菜头，不是这个大头菜，以前你看这个大头菜你看不出有什么啊，你愈看你怎么头愈大呢？你看的头越大，你看不出它什么叫你在那里看出那奥妙，你真的是越看头越大。但是当你慢慢来看，来欣赏，你就会发现，真的，你种一颗小小的菜下去它竟然能够这样长出真的果实出来，真的蔬菜青菜出来然后你把一个小小的菜苗种下去，然后它竟然能够这样长出这些好彩头出来。所以如果你智慧没打开的话，你看这个真的没什么我们今天晚上有跟大家分享你真的慢慢静下去看的话哇，你看这些你都会惊奇会赞叹赞叹法界的奥妙这个不是说那只是你个人主观的意思那这样我们也无争随缘看到最真实的、最奥妙的，都一一呈现在大家的眼前。所以你看，哇，这个是那一种叫做什么菜？莴苣。你看到它长得它的叶子这些变化，
也是这么的多，这么奥妙啊！哦，它乱中又有序耶，哦，乱中又很漂亮啊！哦，那我们看看这个高丽菜啊，它竟然一样啊，包出这么样的青菜出来、蔬菜出来，让大家来受用，而且法界呢还帮他撒上珍珠啊，有没有？来点缀，让他这里就是像形成一个小天堂啊！你能不能心静下来去看眼前的一花一草一木？哦，那你看，如果你的心静下来，你看，连一个小黄瓜，它都会告诉你法界的奥妙啊！它的这个盘藤这些啊，哦，有没有？上次以前有跟大家提过，它是左右两边，它这个盘藤这些啊，它是左右两边那种螺旋状，它是相反的，它前后半段的旋转是相反的，旋转的方向是相反的。你不信，你回去你可以去找看看。哦，再来有一位学员他讲说哈，他有从 Discovery 的节目里面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然后他们有实际拍摄出来，啊，用比较长时间的曝露啦，啊，然后长时间的拍摄到它整个那个扭转的过程哦。它是怎么样旋转过程知道吗？它是一只直直的这个丝哈，然后这样伸出来，伸到一个地方去攀住，有东西可以攀住的时候，它就攀住。然后呢，它是从两边哦，它是从两边开始反方向的旋转。知道哦，它是从两边开始哦，然后反方向的旋转到这里，然后这里是一个转折点。法界的奥妙啊！啊，你以为他没智慧？人类用我慢在看他，知道吗？啊，你以为他没生命？那是人类用我慢在看他。所以当你以为他没智慧，你以为他没生命，所以你在吃他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感恩呐，你也不知道赞叹呐，啊！所以如果你能够打开智慧，你看法界的一花一草一木都在告诉我们无上甚深微妙法。你看这个菜桂花吼，咱嘛该翕加呢，比玫瑰花更加水。对，丝瓜的话也可以吃啊、哦。那你看，它竟然能够有这样，慢慢的变出一条，母的菜桂花，母的菜瓜啊，丝瓜花，然后它又开出这么样漂亮的花，然后呢，哇，又会结出这么长的哦，吹出这么长的气球出来。哦，那你看哦，真正那我跟你讲，法界大师哦，真正无分过几个啦。但是我用说他是在吹气球哈，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因为他吹出来这些都可以吃的，真的不是吹牛啊。那你看，但是他常常这样吹出来这么多给你看，你也吃了那么多，但是你就是看不到啊，所以你还是不知道它的奥妙啊。所以怎么办呢？啊，法界大师哈就好，你看不到，我就把它绑起来让你看啊，有没有？把它举起来这么高，然后又绑起来让你看啊，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这个是刚好是这样哦。这个我没有去对他动什么手哈。不是这样哈。他这个刚好不晓得什么样的情况哈。刚好另外他的菜瓜叶藤哈，还把它固定在这里哈，他就在这边这样。这个哈，我是觉得说他这个很可能是自然这种情况哈，然后他这样，因为哈，最主要啦哈，你们的眼睛有2个眼睛，但是你们就是看不到它的奥妙啊。
不是啊，他这是想说你们就看不到，所以我把它抬高一点，把它绑高一点，让你们看了，拜托你们看得懂，好不好？因为你们眼睛能力吧，就跟那牛目，但是就是看不。啊，真的看不到法界的奥妙，所以他就好了，那就用高一点哈，然后提高一点，那绑起来，绑在这边让大家看 ，OK， 啊。当你真的能够打开资源去看的话，你看哦，包括莲花，它的生命意义都是在回馈这个世间呢。除了它在开花的时候，它在庄严法界之外，然后它们又能够结出累累的这个果实莲子出来，让众生来享用啊。你如果好好去反省，哦。我们人类回馈这个法界的到底是什么？我们都是为我们自己在打量啊，在考虑啊。我们所有的打拼都是从自我出发，而对这个法界天地父母呢，我们回馈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对众生回馈的到底是什么？啊，那你看这个莲花它开花的时候让大家欣赏，然后它又可以结出累累的果实来让众生受用。哦，那你看白色的莲花，他们也是在庄严法界啊。你要到哪里去找净土？你要到哪里去找天堂？真的，你打开资源，眼前的世界都是啊。当我有我慢的时候呢，我看到蜜蜂，它只是畜生道啊，它只是一些动物啊，一些会叮人的讨厌东西啊，没什么可贵啊。甚至人类还把它贴上什么什么拆毁旁，还把它贴上很不好的，让他们声名变成了呢贴上很恶名昭彰。但是我们如果不要从人类我慢立场来看的话，你看蜜蜂他们对这个世间的贡献比人类还多啊。蜜蜂不会破坏这个大自然人类对这个大自然破坏的相当严重啊。真的，你好好去看，好好去分析，好好去体会的话，人类在这个地球上，人类对这个地球对大自然的贡献不会比蜜蜂更大。蜜蜂它们可以传播花粉啊，它们可以让这个世间结出更多的果实出来啊。所以我们来看这是蜜蜂的旁须把它打开打开前面这个是他们这样进进出出嘛，把这个盖打开里面一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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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就是这个里面一排一排的那再把这个里面一排一排的取出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然后整个蜂窝里面有一只蜂王他们的工作组织都是相当好，很团结。那你看蜜蜂以前人类用我们来界定他们，认为他们不好啊，他们只是一个小动物不重要啊。但是你看他们帮助这个法界传播花粉，让这个法界结出更多的果实让众生来吃，所以他们是个贡献者再来蜜蜂，你看人类我们对众生的取用，我们是伤害众生，我们是常常是站在那一种霸权主义来侵害其他那你看蜜蜂他们在采蜜，在吸取这些蜜的时候，他们同时当下他们是建设知道吗？人类在吃万物的时候是在破坏，但是蜜蜂他们有东西可以吃，我吸你的花蜜，但是我帮你传播花粉，我对这世间同时在贡献这个就是说大家有那种共生，大家和平共存。你看蜜蜂他们的理念比人类高级多了啦，真的我们要去体会啦
佛经里面有提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你看哦，眼前这些变叶树，他们把法界的奥妙、缘起、无常、无我这些都在这里宣说。他们都是用实际活的经典在告诉我们真理实相哦。但是当我智慧眼没打开的时候，我就算在他旁边，嘛跟他一个青啊长呢，卡底下呢没有感觉，知道不？你还是感受不到这里的奥妙啊！就刚刚一个青啊长卡底下呢，你就是麻木不仁，看不到，看不懂，不觉得奥妙。如果当你智慧眼打开的时候呢，你看，哇，真的去体会什么叫做一花一世界啊！从一朵花里面，你真的去体悟法界的奥妙，法界的庄严啊！这个向日葵也是在告诉我们，缘起甚深啊，充满了生命啊！它不是死的1+1等于2啊，不是这样啊！那你看，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啊！从一片树叶里面去看到法界的奥妙与庄严啊！大家能不能从这些叶子里面去看到法界的奥妙？你真的看得懂，你会臣服佩服法界的奥妙这些它是小花那你看有各种不同的颜色，然后变化又是这么的奥妙，它们都富含着生命在我们看看，他们都在庄严法界啊，然后都充满着生命力啊，都充满着生命，在庄严法界，都在告诉我们无上甚深微妙法。你看，一叶一如来，从一片叶子里面呢，从一片叶子里面一样去看到法界的奥妙啊！这个是一种彩色的月桃叶啊，月桃那个月桃，那你看它变化竟然是这么的奥妙啊！阳光普照，然后他们把生命呢灿然的开放着。以前当我有我慢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一棵树的重要。人类从本位主义出发，就觉得这些植物没什么啊，这一棵树没什么我们吃它们砍它们，好像觉得它没生命啊，它没什么吃动物，那这动物这样罪过就很大，那个动物有生命植物没有生命啊。我们人类没有静下去看所有的动物在这世间都只是消耗者绝大多数都是消耗者像蜜蜂，少数像蜜蜂，他们是建设者我们人类真的对这个地球，我们是破坏者、消耗者，但是我们不知道。然后人类用着我慢，瞧不起这些植物瞧不起这一棵树。但是当你慢慢打开之后，你才会看到人类的重要没有比一棵树更重要。这一棵树对这整个世间，它竟然是扮演的是生产者、保护者，扮演的是正面的意义净化这世间的空气，而且还会结出累累的果实来回馈世间哇！当我们看到这些累累果实的时候，边吃边存的就是感恩的心，不再是用我慢去吃所以慢慢才体会到，哇！以前从人本主义出来的时候，觉得植物没什么，但是慢慢体会到，没有植物就不会有动物所有的动物都不会比植物更珍贵了。没有动物，植物照样可以活得很好了。所有的动物都只是植物，说实在的，都只是植物的寄生虫但是人类却用我慢去鄙视它们。
所以你看差了10万8千里啊！哦，当你慢慢真的打开智慧眼，你看着一棵树它结出累累的果实，你就会赞叹赞叹法界的奥妙，而且对这些树呢，你就存着一种感恩你不再是用一种我慢去轻视他们所以这就是梦里明明有六趣你觉后空空无大千你是用平等心去尊重一切众生所以当你在吃这些荔枝的时候呢，你也是一样充满着感恩的心以前你看不到这些树木的重要，当你慢慢了解树木他们对这世间的贡献远比人类多很多这时候你不再是用我慢去看它，不会随便去砍它，不会随便去踢它，不会随便去锯它，你会尊重它。当我们有需要借助，我们人类是借助咱讲救大救所在救人但当我们有需要去借助的时候，我们是一种惭愧心来借助我们砍它，我们要有一种惭愧心人家是供养回馈这世间人类一直在消耗所以那你看到真正原始佛法，包括佛陀那时候，包括现在南传地区真正那些修行人，他们对这个大自然都是在保护然后对这个大自然能够破坏程度减到越少越好只要能够有个地方遮风避雨，这样就好了所以他们都跟法界大自然都是和谐共存你看以前当我们在用我慢无明的时候呢，我们看不到我们就是整个天地父母法界之一个子女天地父母养育中的子女，众生看不到也不以为然。所以你看这个就像一个人有没有一个人头在这里，然后他的身体，然后这个就像天地父母的怀抱中，上面有个小孩子趴在上面，有没有？这个小孩子趴在天地父母怀抱中，但是如果你智慧没打开的话，你真的看不到法界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你还在践踏它，而且不断的在破坏制造垃圾，然后认为这是五浊恶世不知道感恩，然后还在践踏，还在责备他。但是这个法界天地父母呢，还是默默的承担接受好，当你慢慢能够打开智慧去看这个天地父母呢，不是你所想象那个五浊恶世它是天堂净土所以你这时候你就能够看到美人山出现了啦，有没有？这是美人山美人头有没有？你看到一个平躺躺下，我们看到这是美人头的下巴这是嘴巴，下嘴唇、上嘴唇，这是鼻子，有没有？还有这是睫毛，还有这是额头，这是头发发髻。那头发呢，它是秀发披肩但因为是平躺所以他把头发往下拉，往后拉，有没有？所以你看看到一个美人山的美人头，你平常你不觉得这个法界的奥妙什么天堂哪里有，净土哪里有？你真的去看的话你会看到法界之美，法界的奥妙所以你要用特别的心灵，用艺术眼光去欣赏不是用人类我慢去欣赏好，那你看这个就是美人山的近照。那你看这是就像我们大家的妈妈一样然后这个美人望月，有没有？刚好美人望月，而且她还戴着耳环有没有？她还戴着耳环那你看这就是下嘴唇、上嘴唇，这是鼻子这是下巴这是她的睫毛，这是额头这是那个发那你看，如果你真的打开这个人去看的话真的我们这个法界天地父母，你看朦胧中的美有没有？这是美人山，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时间再拍摄那种朦胧之美，有没有？那个睫毛很清楚所以我们看看法界的奥妙
在。你看呢、人类常常用着我慢，然后一直啃食这个大地，然后制造很多的垃圾，而且又一直污染这个世间。你看呐、这一天本来都是晴空万里呀、天气都是很晴朗，而且都真的没有云哦。但是下午我出去拍照的时候，竟然你在市区里面一样都没有一点云哦。但是怎么奇怪，市区里面怎么会有一种蒙蒙的那种天空，看起来不是很清爽这样？结果我跑到中和红炉地航楼的很高的地方去看，哇，才看到原来这些全部都是人类排放废弃物的造成的尘沙。你看呐、这个都不是云哦，都是人类。你看哦，汽车啦、工厂啦排放出来这些废弃物把我们这个空气污染的这么严重啊！人类一直的，这是北二高，一直在高速奔跑、高速追逐个人的欲望，然后啃食大自然资源，然后制造很多的垃圾。想想看，我们对这个大自然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那你看，就是那一天，后来我又回到这个，又是把它拉近，用长镜头把它拉近看市区里面。你看呐、真的就是烟雾朦胧烟雾朦胧啊！所以人类把这个世间搞得乌烟瘴气，然后还责怪他这是五浊恶世，这个不好，不知道珍惜，然后破坏他，又在责怪他好，后面这里有一段叙述。就好像这里我用一种叙述式的方式我就像天空一朵白云，这个我未必是这个人呢不是固定一个人的就是说类似一种诗歌那一种一个叙述这样我就像在法界中的一朵白云在法界天地中遨游翱翔。好，有一天因缘具足的时候，我从空而降，来到人间，有没有？这个云像空中这样下来，来到人间，咻下来，有没有？我们看看法界的奥妙你看到这个这样来到人间，因缘具足好，我飞过这些大山头，飞过高山飞过山头，也飞过人间的名利宫殿。我到处在宇宙中，在法界中，在大自然中遨游也飞过人类的这些坟墓，超越生死，在空中飘动游动。你看这个云，它是一片一片的然后真的而且他们是排队的有排队呢，那这样一片一片的这样过来下面这个都是坟墓就像那白云你看超越这个生死这些然后在法界中飘动。好，有时候有因缘的时候，这个法界的因缘让它形成水的时候呢，它就你看形成流水，然后稀里哗啦的在人间流动你要来看，要来洗，要去拿去用都可以要拿去喝都可以我这些水呢，我也可以长养万物，作为灌溉众生不知道这些水的重要也没关系，反正我今天是水的成分呢，那你要怎么用都可以无我就是回馈这个世间。好，那慢慢的长养出，让这个世间的之间呢长出累累的果实让众生来受用。我只是尽一份的力量回馈这个世间今天我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就好把这个角色扮演好就是活在当下。有时候我也形成喷泉庄严这个法界，而且这个喷泉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彩虹，有没有？这是阳明山的那个喷泉这里面还有彩虹所以不管我在哪里，我就是回馈这世间庄严法界
啊。好，如果众生把我拿去结冰，然后一样，拿去做建材，然后我就变成在皇宫里面，这是就像宫殿哈。这个是冰雕世界，这里面全部都是冰哦，全部都是用冰所建构出来的，啊，这个就像说它转换成另外一种材料，好啊，没关系啊，众生有需要，我就变成当下的这种因缘来庄严法界，啊，一样啊，你看庄严法界啊，好，把当下的生命意义发挥出来，不管我在哪里，不管我在哪一道，一样都发挥生命意义出来。真正的超越六道轮回就是这样的意思，这样知道吗？不管你因缘形成什么样的角色，你就是好好把你的生命意义发挥出来，回馈这世间。好，众生把我这样穿什么雕凿雕塑成一尊佛菩萨，然后在那里拜，这个不是我的意思啊。但是我走到众生的边那雕，这是众生在雕的啊，不是我这个兵自己要雕啊。那众生雕好之后，结果他们在那口拜啊，拜掉伊那他的愿望有达成的时候，伊感觉种有感应就搞到这钱落呢。这里面有求必应啊，心诚则灵，你让我落钱的都灵。那结果有的拜没灵啊，没灵就给他拿去呢砍掉啊。你看众生就这样啊，爱之欲其生啊，觉得对自己有好处的时候，爱之欲其生；觉得对自己不符合己意、没益处的时候，恶之欲其死。但是事实上，这些兵要雕塑成菩萨，这是众生在雕的啊，不是那些兵本身他们要这样啊。然后众生看不到自己的欲求，然后再怪啊。好，当有因缘，我又形成水回馈这个世间，有时候我又形成白云回到天上，这样反正我是随顺着法界的因缘变化啊。这个是我小时候出生的家乡啊，我在这个地方长大，到国中到高中的时候才离开这个地方，嘉义大林的乡下。距离现在大林慈济医院在1公里多，我们这是个很典型的农庄啊，农村，这不是多区也不是风景区就是典型的一个农村。那我们就在这个刚好就在这个湖泊，就在我们村庄的中间。那我们从小就在这个湖边长大，这样啊。好，那你看这个就像说，我回到那种心灵的家乡。那你看这就像说一个人我们说要回到涅槃界，回归法界，有没有？如果以基督教来讲的话，他们是要找到上帝；以道家来讲的话，他们是要找到道，得道。就算以一贯道来讲的话，一样要回到什么老母的世界那边，有没有？事实上，这些都是在告诉大家说，我们来到涅槃界，回归到了悟生死大事，回归到我们的心灵家乡，这样所以用这个家乡来代表，就是说，当我们回到了涅槃界，就像说找到了上帝，回到了法界之后呢，哇，我们那种快乐啊，我们就像有没有这样大鹏展翅这样翱翔万里呀。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好像一只鸟这个头大鹏这样一只头，然后这边翅膀那另外那边翅膀这样，然后这个身体然后在法界中飞翔，有没有？这就是当你一个人你了悟生死大事，你能够回到，也就是说涅槃界的家之后呢，你大安心大自在，这时候你展现出来的那种品质情况就不一样，你整个生命意义就不一样。好，有时候翱翔在你看变化莫测那翱翔在人间翱翔在法界虚空之中这一张这是从新店拍摄的，
这是从心电拍摄的哈。那你看，我是觉得哈，法界中的这些云哈，哇，它真的都是变化莫测呐。有时候展现出那种大场势、大气魄啊，哦，这是整个心电视哦，然后它展现出那种整个那种虚空的那种庄严啊。好，有时候我飞过，那继续的飞啊，在法界中啊，在天地之间呢，翱翔、飞翔。糟糕。那你看哈，一样啊，赞叹法界的奥妙。哦，这整个法界呢，它能够长养这些稻米，能够长养这些甘蔗，长养这些竹子，哇，赞叹法界的奥妙。而整个虚空也是任我们遨游啊，所以不断的飞翔啊，翱翔。好，那继续的飞翔啊。然后就像一直有没有？就像那个大鹏展翅这样哈，在法界中，在虚空中展翅飞翔这样。这就是这个哦，你看哦，就像一个人那一种，你真的能够跳脱出我们狭小框框的时候呢，那你会来到翱翔于法界呀。那是一种心境哈，那是一种心境的叙述哈。我慢慢的体会到，原来我只是法界天地父母怀抱中的小孩。以前我看不到这些，不知道感恩，还在糟蹋这个大地。有一天当我慢慢了解之后，原来天地父母就是默默的在养育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包括那些修行什么再高的人，什么成佛者、成道者，也都只是法界天地父母中怀抱中的小孩。所以慢慢的了解，哇，原来我们都是靠法界的养育呀。就任凭你修行境界再怎么高，你也是只是一只菜鸟啊。真的，你的所有这些都是要靠法界天地父母的养育呀。所以你真的慢慢去看的话你会充满了感恩。然后对我们这个生命呢，你看你会对这个生命，以前你会责备这个身体呀。慢慢的有一天你会来到，哇，原来我们这个生命竟然是法界的恩赐啊，竟然是这么样的神奇呀。所以你的生命真的会整个脱胎换骨，你的生命是会来到生命的喜悦呀。生命是美好的，是希望无穷的，是充满活力的。面对每一个新生命的来临，我们都满怀虔诚喜悦，感谢上苍。这是在台大医院那边拍摄到的那你看，真的你要能够体会到，你在这个地球的诞生，那是法界非常殊胜的因缘啊。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生命意义发挥出来那你看你慢慢的成长，把你生命意义发挥出来，一方面你当下也在庄严法界，然后有因缘的时候呢，你又可以搅成那个甘蔗汁，对不起你会搅出很多的甘蔗汁这个甘蔗汁是真正的甘露水啊，回馈这个世间那你看，把我们意义生命发挥出来，点亮这个世间，也就是说庄严这个法界，回馈这个世间那你看，当你了生时，不管我生也好，死也好，都安心自在。生也是在大自然的怀抱，死也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你看有没有在天地父母法界的怀抱中这是我们上次我们到户外禅修的时候拍摄到的一个实景这是我们一个学员呢这是另外一个地方去，也是坟墓区，这是在坟墓区禅修旁边这里有坟墓旁边这里有坟墓，然后有学员躺在这里，我刚好看到很好的
教材啊，拍下来啊，我们能够来到生死都是跟法界一体呀啊，所以当你这样哇，慢慢的了悟生死大事，你看你回到心灵的家乡，也就是说你来到究竟涅槃解脱自在的话呢，你安心自在，而且你看你那种微笑有没有？处处会心的微笑有没有？有2个眼睛，这是鼻子啊，这是嘴巴，有没有？啊，也头发是这样风随着风呢吹这样，好，那我们看我慢慢看到法界的奥妙庄严之后呢，哇，真的处处都展现天堂啊！所以对法界真的，你这部无字天书，你越看会越深，越臣服啊！当你越臣服之后，哇，你真的会上香来感恩呐，插上香都要拜这香跟一般香不同，就是讲一般香是会污染这个世间我们这个香我们插的这个香呢，它会净化世间的空气一般的香是越点会越短我们这个香是会越点越长点这个香一方面除了感恩法界之外呢，我们还做了一些祈祷。什么祈祷呢？祝你平安归啊，望君早归啊，祝各位平安归啊，也就是说早日回归到涅槃界来，早日回到佛陀所讲的涅槃彼岸究竟解脱自在的世界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展示翱翔法界。 OK， 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或罪于天，无所导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有违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于所否者，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乎？为天为大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情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掌养万物。吾不知其名，想名曰道。清净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实际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1章第20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
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叹息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新约约翰福音1:13，圣经创世纪1.01分 5 General 1:1 起初神创造天地， General 1: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eral 1: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eral 1: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General 1:5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鹰之谓丧尸，特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56页，老母娘清净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章第52，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父守其母，莫身不在。皇母训子十戒，三戒为道如尊，我如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戒十方母为主，
养育圣凡一灵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天主佛与自性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17:21道德经混成章第25，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七辽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始，始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狱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1:11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混成章第25，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也，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上帝，道真理。老母娘慈训，明灵异变，光上帝赐，而真宝藏无量，慈怀传一旨，清虚大化，救援皇至尊，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复贤良三界法，与慈云布十方，共沐朝母娘，万灵归根，乐欢喜，真载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一点明上帝圣号之意义，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即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帝尧之大仁，虞舜之大巧，夏禹之大功，文王之大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大慈，世子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关圣之刚正，纯阳之虚明，五目之精中，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
玄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井泉，白云彩虹，雨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海中。无量清虚形容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至圣世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敬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表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 X 三界28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万化的真主宰。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母字为代表，其意义如同明明上帝，具有形上义与形象义，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三界十方万灵真在至尊至圣无量清虚言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便不恒用在不无言为范积极形容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字与母同音同义，字形与古母字相近。母字的情义一点中加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直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也。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90度，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外灵主宰，灵性之母清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形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性，诗经小雅，明明上帝昭灵下土，大雅上帝灵汝无二耳心。书经汤诰为皇上帝，
象中于下明，若有恒性。2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生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名毗卢，此翻译遍一切处。贪经一问挺，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片名之意也。同16曰，所谓毗卢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经法身如来亦复如是，不以为喻也。3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七辽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点业教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5点回教阿拉真主。乌克兰经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6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296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2963。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112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1122他不生，也不被生。1123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1124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491314耶和华 Yav 耶和华 Yav/Yahweh/ 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拥有的他，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里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载。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有意分为二，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Swami Vedabharati 者着火瑜伽约翰一书第4章第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5教看到佛家所言正法掩藏灵山柳之净瓶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荼毒玄牝众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米木、亮木、米木回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摄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分作另作，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密付于汝，汝当护持。五灯会元卷1佛释迦牟尼佛著僧伽梨比丘3之一，华译为众句11，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重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三无度世，足以袈裟遮为，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
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谓慧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6章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3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四生六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度其在世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为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官，永脱苦海。母自垂武，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似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好灾，上超祖，下引孙，全凭师力，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10戒，第7戒，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肃拜真师反摇西。2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5前卫严谨，肃拜公常早归根。4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5点孔老夫子雄神之化之其旨，定静安律见本源，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3角原来是一家3大圣人发庆礼，得了窍妙，回老家务有本末，事有终始，之所先后，则敬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耽误修道，
本末倒置，实在可惜。点老母娘的奥妙倒在使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百。曰：何其欲下邪？曰：在瓦辟。曰：何其欲甚邪？曰：在使逆。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或之问于间，是履兮也。每下欲况，汝为莫彼，无乎陶物。指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三者，一名同时，其之义也。庄子之备有第22老母娘的心声。13山坡母子离，乃不得已。黄母训子10戒，1戒亦当初天未分，混沌未判，妙明明无人，我空空一团。96亿元佛子，先天同具，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身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离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画彩凤，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管，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浆玉一穿的是登云鞋，仙衣仙山。老母娘的心声。2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静静而应通，万化万类根源，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万八在气数并天使成就，又待至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部，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土海山川，至盈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均，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狂及坤乾老母娘的心声。3道即理比即道虚灵之妙道生，1生2又生3，1本散万殊哉，自无入有其奥妙，是神天意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96子西降凡间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且93山坡弘罪乐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池，其来起早，趁机会先一邪收回礼，天众佛自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先一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4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在脸，如若是先一邪交与耳等耳，哪个亦不肯在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吃松果子，可饮清泉。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3期末打开普渡清烧书清寂信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劫乃为收恶煞，血泪以于探子归。
需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末节时期，把握经现效圣法前，不畏考验，坚守愿解共赴龙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严在里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环理气。理天已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束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弦，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理天之境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液，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液，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实洲际东海有山，名度所山，上有大桃树，盘曲3000里，曰盘木。武帝内传7月7日，西王母将以仙桃4颗与帝，帝时折收其核，欲种之。母曰：此桃3000年一时，终下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净净而因空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相遇。此地至虚至境，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一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替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昧，会各10800年。一元共129600年，七佛治世。三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6000年，北方生育佛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3720年，西方有长庚佛7080年，即10800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5284年，东南方龙野佛5516年，即10800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5800年，伏羲是代理佛500年，即6300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然灯古佛青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弘扬旗，掌天盘。
灵山会弥勒古佛白羊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载气数足天使成就，又带指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替地10800年，地完全智慧会数景，智是圆满，母会圆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海会重回混沌星气，升为天盘部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土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布满着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重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重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土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合，照会阴阳合阴晕，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替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寅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别相交替，阴阳氤氲而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LCC_LCC_2 意图象棋，生化5万点 JPG 天既成地既立，万物其北东土里无人焉，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以其北，这就是象天，亦称娑婆世界、贪苦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世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焉，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劫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救六子七降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替地，寅会需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96元胎佛子，以其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至凡，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援佛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下血93山坡红醉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血酒，
在三山坡红醉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圆胎佛子，设一个大仙池起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鞋收回礼。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鞋都收回礼。天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仙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仙衣仙鞋。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敛。老母娘因为要与众圆胎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舒适自在。如若是仙衣鞋交与尔等儿，哪个亦不肯再是临凡老母娘？若把仙衣仙鞋交给圆胎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吃松果子，可饮清泉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果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三期末打开普度清烧书清寂信清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三期末节大开普度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圆胎佛子，告一回家之路。家相信书皇母训子师戒以及仙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众儿女心有一悲生大放为母，我且合同赋予。皇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圆胎佛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圆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圆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在地人焉。从此，皇母之圆胎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点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唐帝白骨风师名利图煎熬，安的咸鱼不
至今时区只算6万年，载每想而在是苦母亲难安。自三山坡一别到现在，区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自寅会生人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6万年时光。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6万多年。今时夏运也至为母，降道差三佛半没，后普度收圆，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唤回在世间受苦的圆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三佛半里末后一着的普度收圆。三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不依人修道，任指真一人一出错，一理是良心，二行公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结论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辉映母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弃入母的永垂不朽本尊与分身关系。 On call. 资料来源网址https://drive.google.com/files/d/0b_cas1z_view pref equals 2 and plea equals 1 and page equals 109538991504764764483005。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或罪于天，无所导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有违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于所否者，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乎。为天为大，伟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掌养万物。吾不知其名，想名曰道。心经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实际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1章第20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
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希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叹息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新约约翰福音1:13，圣经创世纪1.01分 5 General 1:1 起初神创造天地， General 1: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eral 1: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eral 1: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General 1:5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鹰之谓丧尸，鹤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56页，老母娘清净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
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章第52，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父守其母，莫身不殆。皇母训子十戒，三戒为道独尊我独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戒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天主佛与自性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17:21，道德经混成章第25，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其辽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始，始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欲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1:11，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混成章第25，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上帝，道真理。老母娘慈训，明灵异变，光上帝赐，而珍宝藏无量，慈怀传一旨，清虚大化，救援皇至尊，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复贤良，三界法与慈云布十方，共母朝母娘，万灵归根，乐欢喜，真载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一点明上帝圣号之意，以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即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帝尧之大仁，虞舜之大巧，夏禹之大功，文王之大德，周公之大才，
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大慈，世子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关圣之刚正，纯阳之虚明，五目之精中，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井泉，白云彩虹，雨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海中。无量清虚形容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至圣世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敬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表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 X 三界28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气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万化的真主宰。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母字为代表，其意义如同明明上帝具有形上义与形象义，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三界十方万灵真在至尊至圣无量清虚言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便不恒用在不无言为范积极形容其大，说明其相明上帝母字与母同音同义，字形与父母字相近。母字的形义一点中加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直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也。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90度，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外灵主宰，灵性之母亲，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形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
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请，诗经小雅，明明上帝昭临下土，大雅上帝临汝无二耳心。书经汤告为皇上帝，降忠于下民，若有恒性。2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生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名毗卢，此翻以遍一切处。贪经一问品，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片名之意也。同16曰所谓毗卢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今法身如来亦复如是，不以为喻也。3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七辽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5点回教阿拉真主。乌克兰经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6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3界十方万灵真载。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296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2963。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112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1122他不生，也不被生。1123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1124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491314耶和华 Yav 耶和华 Yav/Yahweh/ 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拥有的他，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里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载。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
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有一分为二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Swami Vedambharati 者着火于加约翰一书第4章第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5教阐到佛家所言正法掩藏灵山柳之净瓶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荼毒玄牝众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米木亮木米木回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摄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无有正法掩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摄分作另作，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密付于汝，汝当护持。五灯会元卷1七佛释迦牟尼佛著僧伽梨比丘3之一，华译为众句11，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重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集会祖义，
三不入世，足以袈裟遮为，不令人见。谓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谓慧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6章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3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4生6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度其在世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唯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官，永脱苦海。母自垂武，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似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考灾，上超祖，下应孙权，凭师力，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10届，第7届五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肃拜真师反尧西2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5前卫严谨，肃拜公常早归根4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5点孔老夫子
凶神之化之其旨。定静安绿见本源，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三角原来是一家三大圣人发性地，得了窍妙，回老家务有本末，事有终始，之所先后，则敬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耽误修道，本末倒置。实在可惜，点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百。曰：何其欲下邪？曰：在瓦辟。曰：何其欲甚邪？曰：在使逆。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火之问于监视律系也。每下狱况，汝为莫彼，无乎陶物。只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三者，一名同时，其之义也。庄子之备有第22老母娘的心声，依三山坡母子礼，乃不得已。皇母训子10戒，1戒亦当初天未分，混沌未探妙明，明无人，我空空一团，96亿元佛子，先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生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离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跨彩凤，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浆玉一穿的是登云鞋，仙衣仙山，老母娘的心声。二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静静而应通，万法万类根源，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万八在气数并天使成就，又待至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部，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土海山川，至明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狂及坤乾老母娘的心声。三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生二又生三，一本散万殊哉，自无入有其奥妙，是神天意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纳10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96子西降凡间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且93山坡红罪了菩萨，佛难设一个大仙池，其来起早，趁机会先一邪收回礼，天众佛自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先一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四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
耳众等宿东奔莫要在脸如若是先一邪教与尔等耳哪个亦不肯在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佛子可引心玄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期末打开普度清烧书清寂性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劫乃为收恶煞血泪以于叹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末节时期把握经现效圣法前不畏考验坚守愿解共赴龙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严在里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团理气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辖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前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理天之境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一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意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实洲际东海有山名度所山上有大桃树盘曲3000里曰盘木武帝内传7月7日西王母降以仙桃4颗与地第10折收其核欲种之母曰此桃3000年一时中下地薄种之不生地乃止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净净而因通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相遇此地至虚至境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教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前一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替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10800年一元共129600年七佛治世三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6000年北方生育
佛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3720年西方有长庚佛7080年即10800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5284年东南方龙野佛5516年即10800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5800年伏羲是代理佛500年即6300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然灯古佛青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红阳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羊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带指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替地10800年地完全智慧会数景智是圆满母会圆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海会重回混沌星气生为天盘布置星斗浊气降名为地土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布满着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重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重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土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替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阴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叠相交替阴阳阴晕而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LCC_LCC_2 意图象极生化5万点 JPG 天既成地既立万物其北东土里无人焉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以其北这就是象天亦称娑婆世界堪苦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是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焉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劫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降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替地寅会需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
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96元胎佛子，以其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置番，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援佛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下血93山坡红罪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血酒，在3山坡红罪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设一个大仙池期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邪收回礼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鞋都收回礼天。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仙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仙衣仙鞋。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敛。老母娘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舒适自在。如若是仙衣鞋交与尔等儿，哪个亦不肯再是临凡。老母娘若把仙衣仙鞋交给原胎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吃松果子和饮清泉，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果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3期末大开普度，清烧书清寂，请清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3期末节大开普度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原胎佛子，告一回家之路。将相信书皇母训子十戒以及千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众儿女心由一悲生大放为母，我且合同赋予。皇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原胎佛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原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
自此，我缘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在立人焉。从此，黄母之缘开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点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唐李白骨风师名利图煎熬，安得闲于不？至今时区只算6万年，载每想而在世苦，母心难安。自三山托一别到现在，区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自迎会生人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6万年时光。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黄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6万多年。今时夏运也至为母降道差三佛半末后普度收圆，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唤回在世间受苦的缘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三佛半里末后一着的普度收圆。三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不一人修道，任指真一人一出错，一理是良心2行功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结论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辉映母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契入母的永垂不朽。本尊与分身关系 On call. 资料来源网址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_cas1zm/view pref equals 2 and plete equals 1 and page equals 10953899150476774483005。智慧之泉拥有者。2015年2月8日，如何面对两性关系了？梵弘法学会一整摘录自感应篇汇编白话节。本件他色美，起心思之淫欲，过度损子堕胎，行多隐僻，祖师道德开示数则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解释看见别人的妻子女儿美丽动人，就立刻起了淫欲的心，想要与她私通。分析色这件事情是人最容易犯的罪业啊，它比起贪财杀生等等的恶业还要100倍的难以控制，所以他的败德取祸也比其他的恶业要100倍的严酷惨烈。然而太上对于贪财杀生等的事情不断再三的说明境界，
而独对于万恶之首的淫，则仅有这一句话。这并不是太上要刻意的忽略它，而是因为贪财杀生等的恶业比较明显，而且道理也浅显，是语言可以说得尽的。然而淫的罪恶非常的隐秘，而且道理又深，是语言很难说尽的。所以太上才用了灭除意念的文字，从最初的一念来唤醒众生的迷。太上说道：见他色美，起心思之。因为人对于美色当眼睛接触的那一刹那，心若是一动，则想念思慕贪求的念头就会缠来缠去，团结在心中而解不开啊！若是心中萌生了这种的念头，不用等待身体去犯，就已经是违背了天理，而堕入了人欲。这时候就已经被因撕裂下了无穷的罪业呀！所以太上真是无量的慈悲，他不用繁琐的言语，只用一句话来点醒，提示人们于见色起心的时候，不可不从心源处来及早的禁止断绝这种隐微又深邃的恶业啊！应当要在才起念头的时候，立刻就要奋勇地把它一刀斩断，不可以存有丝毫的犹豫，也不可以容有丝毫的情念。所谓天堂地狱，就在这一时之间立刻分判了啊！若是在这个时候稍有一些认识不清，看得不妥，不能够斩钉截铁毅然的立定脚跟，则在瞬息之间就会牵引滋长蔓延开来，不知不觉就飘入了多刹鬼国中去了。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啊！所以太上说这句话的用意实在是博大精深，而且是用心良苦啊！家言一宝善堂说，这淫心若是一起，则寡连先使伤风败俗、大损阴德的事情都会跟着起来了啊！而这淫心若是一转，则报全民结种的造福感动人天的事情也都会跟着转动了啊！做人或是做禽兽的关键全部都在这里，所以怎么敢不认真的猛生觉悟呢？在悉见色起心这4个字，乃是世间的人一生之中为什么会生病的根本所在啊！今天若是想要断除个受病的病根，就应当要在这个见字上下功夫，非礼勿视，就算见到了也要视而不见，这是最上等的预防功夫。我们本有的良知是不容易欺骗的，而世间的礼法也是不容易超越的。若是用严格禁止强制的方法来预防，这是次一等的功夫。不然的话，心中若是起了念头，在开始的时候不加以防范，到最后一定就会付诸行动，
做出了邪淫的勾当啊，一念之差，而万劫莫赎，这岂不是太悲哀了吗？迦言242章经说道，见到了老的女性，就当作是自己的母亲一样；见到了比自己年长的女性，就当作是自己的姐姐一样；见到了比自己年纪小的女性，就当作是自己的妹妹一样；见到了年幼的女孩，就当作是自己的女儿一样。这是养心最上乘的方法。家言三美色人人爱，皇天不可欺。我去迎人妇，人来迎我妻。这是古人留下来垂示世人的教诫。杨又清读诵之后说道，若看到他人的妻子女儿美丽，便起了邪念，想要与他私通，就应立即做别人见到我的妻子女儿，也会起了邪心，想要来引诱的想法。这样的互换力，常换个角度来观察反省，邪心自然就立刻熄灭了。家言45德语录讲到，在瞥见或遇到美女色心有所动的时候，就要积极的想到思过之神就在我的身旁呀，三台星神北斗星君就在我的头上呀，三尸神在我的身体里面，灶神在我家的厨房里面，日月三光千真万圣罗列在空中，有的在记录着我的邪念，有的在愤怒地瞪着我，有的在严密地监察着我，有的在准备要攻击我。能够这样的想，心里必然就会感到战栗恐惧，自然而然也就清冷意灭了啊。在西明朝有一个人患了好色的毛病，就向王龙七先生请教如何改掉个毛病。王先生回师道，比方说，个房间里面有一位貌美如花的名妓在等着你，等你打开房门一看，原来是你的妹妹或是你的女儿，你此时的一片明心是否会立刻熄灭呢？这位好色之徒回师说，哀是熄灭了啊。王先生说，所以淫念本来就是空的，只是你误把它认作是真的了。文昌帝君的交窗实则首先就是境界邪淫的行为，并且说到在没有见到的时候不可以去想，当在见到的时候不可以乱来，已经见到之后不可以回忆，没有见到不可以想，这是平时存养的功夫。在平常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必须要把自己的念头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随时的提醒自己，这样天理既然存在，人欲自然也就会遏制住了，而凡是淫秽邪僻的想法念头，也就不会进入光明正大的胸中了。这就是君子主静的学问。我的心既然定了，
就算碰到了美女色当前的时候，任她百般的引诱，我的心自然绝对不会转动一分一毫。这是何等的定力！然而这种的境界都是靠平时严谨的操持锻炼，正心诚意中得来的啊！所以帝君为了要正本心源，因此告示人们想要戒除邪淫的行为，就得先要戒除自己邪淫的念头。想要有当剑不乱、坐怀不乱的功夫，必须在平时就要严谨的操持锻炼自己正心诚意的功夫。至于当剑不可乱，既剑不可易，就是太上告诫人不可以起心思之的意思。也就是在接触的当下，自我反省觉察的功夫啊，再仔细的分析帝君的3句话，每一句话却各有一种境界。思就是思之于未来，乱就是乱之于现在，抑就是抑之于过去。现在的人犯了弥天邪淫的罪恶，全都是在这3种的境界中成就出来的啊！如果能够把这3种的境界全部都戒除殆尽，那么邪淫的行为也就没有地方滋长了的。万恶淫为首，这是阴间阎罗殿前决定榜上的大罪啊！因为淫欲心一生出来，就会做出各种的恶事。例如在邪淫的缘尚未凑合的时候，心中就已会生出颠倒幻想的妄心来。若是无法勾引到对方，就生出了挑诈的心来。若稍稍遇到了阻碍，便生出了嗔恨心来。欲行颠倒意乱情迷的时候，就会生出了贪爱染着的心，羡慕他人拥有娇的美色，就生出了妒忌毒害的心，想要夺取别人的所爱，就会生起杀害他人的心，这样就会连耻丧尽，伦理也全都亏损了，种种的恶业从此升起，而种种的善念也从此消失。要知道，一旦动了邪淫之心，虽然没有去做，但这就已经是如同饥饿造罪那样如此的厉害了。何况是真实的去实犯做出邪淫的事呢？加言五音律说到奸淫别人的妻子，会得到绝次的报应；奸淫未婚的处女，会得到子女淫逸的报应。俗话也讲，劝君莫借风流债，借得快来还得快。家中自有待还人，你要赖时他不赖。在欺杀人的人，只是杀了别人的一个身体，而奸淫了别人，则等于是杀了他的3世啊！因为奸淫不只是破坏了那位女子的节操，使得她的公婆、父母、丈夫、子女感到羞耻而痛心疾首，甚至因为羞耻而导致了死亡。或是丈夫杀了妻子，
父亲亦死女儿，儿子不认母亲，亲戚见面的时候也都没有好脸色，而一般正常的人家是绝不肯与他联姻，何苦以短暂的偷欢造下弥天的罪恶？而绝嗣的报应尚且还不足以惩罚淫人妻女的罪孽，娃有夫妇的关系之后，然后才有父子兄弟的关系。奸淫别人，不独是乱了别人夫妇的一伦，并且也乱了他的父子之伦和兄弟之伦，5伦之中就亡了3伦，甚至使他的祖宗悲痛有此邪淫的子孙而必是接受其景祀的痛苦。因此奸淫别人的人也就难逃被神诛毁戮的灾祸了。杀人的人是强害了被杀害人的后天，也就是被杀害人的身体，而奸淫别人则是乱了被奸淫人的先天，也就是乱了她的丈夫、父母、兄弟、公婆、祖先的伦常呀。况且杀人的人是因为仇恨被杀的人才去杀人而奸淫别人妻女的人对于她的丈夫、公婆、父母到底有什么仇恨呢？而且对这位女子难道也有什么深仇大恨，而一定要侮辱她的身体，丧失她的节操吗？淫念多的人，则他的善念必定就会少，而淫念少的人，则他的善念自然就会多。所以淫念全部消除的人，5福之中就能够获得3种福报。第一是长寿，第二是康宁，第三是善终。而常起淫念的人，必定会有疾病的困扰和凶险忧亡的灾祸。片刻之间兴起的欲念，容易使它消除，而一个人一生中的功名性命，则是非常的重要啊！何苦以100年的名誉节操，与一生的虔诚和祖宗积累的功德，子孙本来可以享有的福禄，断送在自己一时片刻的迷惑，实在是不知道为何会有这种的心肠啊！更有的人邪淫之后，是因为惊恐逃跑而得病，看病吃药都很难能够痊愈，甚至吃官司坐牢使家庭破碎。到了这个时候，想后悔都来不及了啊！有的甚至当场就奸情败露，被对方撞个正着，变成了用自己的脑袋来换取片刻的欢愉。而此一孽报迟早定会循环至自己的妻女，以偿还所欠的风流债啊！这种惨痛的结果，就更是难以言喻了。俗话讲奸尽杀，这句话是真的啊。然而说尽杀，尚且是属于比较缓和的言辞。我以为奸则没有不杀的啊，因为淫妇若是被她的丈夫知道了，一定会愤怒地拿刀把她杀了。而同奸之人，因为嫉妒而彼此利刃相加，
杀死了对方。另外，因为奸淫致使对方死亡，则会被法律判处死刑。若是侥幸的漏网，逃过法律的制裁，则会被怨鬼报仇所杀。若是以上所说的都逃了过去，则会因为淫欲过度而得到难治之症，致使群医束手，就会被司命之神所杀。一个人以天地间至灵智慧的有为之身，竟然使自己置于必杀之地，实在是愚蠢的令人痛心呀。家言6曰：甘出蛇说，古时候有位贤人，当他淫念勃发的时候，就把手放在火上，这时候就会感觉到痛苦不堪，淫念于是就熄灭了。如果还是不能止息，则诚心明作，当作自己的身体已经死亡。再想起古人的坟墓，内心不断反思，个人在世的时候跟我一样，而我死后埋在坟墓里面，也和他一样啊。这样想来，淫欲又有什么乐趣呢？在西域防淫欲的念头，全都得靠智慧的力量呀。唐朝的李良公曾说，人在美色当前的时候，要激昂地想眼前这位美女那天若是因病而死，她的尸体便会开始溃烂，并长满蛆虫爬来爬去，尸体的臭味熏天，令人感到恶心。能这样的想，邪念便会消除了啊。嘉延西梁朝的时候，禅宗的初祖达摩祖师做了一首皮囊歌，说到尿是曲，浓血句，算来有甚风流趣。唐朝时候吕洞宾则说，羞花少年趁风流，抢走轮回犯骨头。不幸是灵明镜看，面皮底下是骷髅。又说28家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渔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催人不随哭。嘉言八戒引法说他，诱迫我杀身破家，折我的寿，损我的福报，实在是害我性命的事情啊！我应该把它当作杀人的利刃来看，当作虎狼来看，当作毒蛇来看，当作勾魂鬼事来看，当作是我前生的冤家来看。若是能够做如上所说的来加以观察，就像是用水来救火，那么淫念就没有不熄灭的了。在西明朝的高宗宪说，死身如白玉，一尸狡辩碎，此事如鸩毒，宜入口即死。今人往往为了一个情字而误了一生，不知道情的字是上天赋予我为忠为孝为友为替人民爱物所用的啊，所以个情字用对了，则能够成圣成贤；若是用错了，变成了禽兽了啊！所以怎么可以不戒慎恐惧小心呢？道书说淫人的罪恶
比起杀人还要加重几等呢？又说凡是人苦行修行，他以往所做的诸般罪孽都可以消除，唯有曾经破过处女之身的人，后来虽然是修到了道高行满，也是不能够开示的，必定要受过了恶报之后，方才可以成就道业。在西佛说人在这个世间不冒犯他人的妇女，心也不思念邪僻的事情，因为这个缘故，可以得到物众善的果报。第一是不会损失金钱，第二是不会惧怕官府，第三是不会畏惧他人，第四是死后可以升天，得到天上的玉女作为自己的妻子，第五是从天上下生到世间，多是端正的妇女。今天见到有些人长相端正美好，这都是他前世的宿命，不冒犯他人的妻女所得到的果报呀。反之，人若是在这个世间放荡邪淫，冒犯了他人的妻女，因为这个缘故，会感得物种的恶报。第一是家庭夫妻不和，常常损失钱财；第二是畏惧官府，经常受到官府垂杖的处罚；第三是自己欺骗自己，常常会感到恐惧怕人；第四是死后投生到泰山地狱之中，在铁柱烧的炽热时，却当作是美女一般去抱他，受尽泡烙刑罚之苦。这是因为在世时冒犯他人的妻女，才会得到这种的灾殃，而且这种刑罚都是自己罪业招感的，要经过几千万年才能受完啊。第五是从地狱中出来，投生为鸡伏鸟鸭，而这一类的禽鸟营亦是不避母子的，而且也没有节制，但是马儿之礼，燕手贞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而鸡伏的淫逸却是没有知足的时候，这都是因为他们过去世中邪淫，冒犯了他人妻女的缘故，才会受此鸡伏之身的果报，并一直受人们宰杀烹食。这种的痛苦，说也说不尽啊。佛说五戒当中，其中一戒是不邪淫，若是能够守持此戒，就可以感召得到今生来生父母眷属长寿康宁和睦喜悦，妻子女儿贞良的果报。报应经说有一个鬼问道，自从我受了这鬼身之后，就感到非常的恐怖，经常害怕被人追捕拘拿捆绑，加诸我各种的苦楚无害，根本就没有一点欢喜之心。我到底是犯了什么罪过才会这样啊？目犍连尊者回答鬼说，这是因为你在做人的时候喜欢行邪淫，冒犯了他人的妻女，因为经常怕被别人发觉，所以心才不安。
今天你所受到的痛苦，只是现世的花报而已，而你的果报则是在地狱啊，或是卧铁床，或是暴同住。像这样痛苦恐怖的罪罚，说都说不尽啊。在西文昌帝君天界录说奸淫他人的妻女，玷污了闺门中的处女，要在地狱中受苦500劫，才能够脱离地狱，投生为骡或是为马。又过了500劫，才能够再得人身，做娼妓或是做戏子，奸宿寡妇或出家的迷众，败坏别人的品性指节，在地狱中要受苦800劫，才能够脱离地狱，投生为羊或是猪，供人宰杀。又过了800劫，才能够再得人身，做哑巴或是聋子，或是5官4肢不全残废的人，而以卑乱尊、以长乱幼的恶行，更是败坏了人伦纲常，在地狱要受苦1500劫，才能够脱离地狱，投生为蛇或是老鼠。又再经过了1500劫，才能够再得人身，或是在母亲的胎中就死了，或是在婴儿的时候就夭折了，毕竟不能够享有长寿的福报，所以犯了邪淫的罪恶报应，实在是可悲啊！为真说，妇人若是犯了邪淫的罪孽，终身都不可能洗清这罪孽的，就算他有孝子慈孙，也不能够替他洗清罪孽。所以淑女名媛一定要守身如玉，不可以有半点的瑕疵犯行啊！倘若遇到了狂徒，当下就要严厉的拒绝，自然对方就不敢再进犯自己。这就是所谓的香规正气，连鬼神都会来照顾保护他啊！若是妇人淫乱，难道就没有恶报了吗？阴间的法律是处罚他投生为猪或狗，以惩治他的罪，又岂只是在阳间遭人唾弃咒骂而已。这里特别说出来，以作为妇人淫乱的警惕呀。在论凡世人最容易失足的时候，就是在每当前难以克制欲望冲动的那一刹那了。因为这个时候有3种魔。第一，当你眼睛看到的时候，对方优的姿态就攒到了心中，使得骨头发热，神识都飞腾起来，就像烟雾腾起火焰炽烈一样，这就叫做火魔。而欲根开始发动，任督二脉暗中的开启，就像提防将要崩溃，急流就要冲出一样，这就叫做水魔。而水火相互的烹煮，身体和魂魄互相的激荡，就像轮子不停的转动，圆环没有边际一样扩散，这就叫做风魔。这里所讲的3魔，也就是所谓的3关，要想斩3魔过3关，没有别的方法，
就只有会见一法而已。也就是说，忍耐在忍耐呀，坚忍在坚忍呀，恨忍在恨忍呀，所以再怎么的饥饿，也不能够去吃那老虎吃的食物，再怎么的口渴，也不能够喝那有毒的丹酒。这就是忍的说法。当两个人在互斗时，彼此都拼命想要夺下对方手中的刀子，纵然是手流血了，也不肯放下手中的刀啊。而打败仗的军队夺路逃命的时候，就是背后中了箭，也得忍痛不能够回头啊。这就是坚忍的说法。毒蛇蛰了手，壮士立刻就拿刀斩断了手腕；毒箭射中了身体，英雄立刻就忍耐疼痛刮骨去毒。这就是恒忍的说法。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能够守得定，忍得过，就能够感动天地鬼神，而自己的修持也能够公圆行满了。若是一念的一回犹豫，必定就会大持不定，而对方只是路边的野花，转眼就成空了，而自己因为犯了邪淫，却从此被减除了寿命，减除了福禄，甚至因此而招致了杀身之祸。而且命中应该富贵的人，却因此而转变为贫贱之命了；命里应该平安，却因此而转变成了灾祸；命里应该有儿子，却因此而变成了绝嗣。本来希望能够生下贵子贤孙，却偏偏生下了下流的孩子，而且还有地狱的过报，来世的报应，畜生的报应，妻女淫乱的报应，子孙穷困的报应，与娼妓弃子的报应。这都只是因为自己片刻念头的偏差，所招致无边的灾祸恶报呀！这是何等悲痛啊！怎么敢不忍耐呢？怎么敢不忍耐啊？在息遏止邪淫的行为，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做人家的父兄师长朋友，在平常的时候，就应该要教诲开导子弟，务必是子弟能够深信因果，在暗示之中做了亏心的事情，神明的眼睛就如同点一般的看得清清楚楚。一个人若是对于理法因果和祸福的报应能够深信，丝毫都不怀疑，自然就会在接触外境诱惑的时候，能够猛然的醒悟，立即的回光返照，而不会做出苟且的事情了。在风花雪月的场所中，失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啊，因此招致了半生的沦落，而穷途潦倒一生，连看到自己的影子都会感到惭愧惶恐。而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手持着正道不被污染呢？整天警戒着自己不要淫欲，而淫欲之心反而却特别的炽盛，碰到别人就说要减少欲望，
而欲望的种子却更是滋长的厉害。如果还是放纵情欲而不悔改的话，那么就即将要招致自己恶贯满盈的后果了。有如果开始的时候迷惑，而最终能够觉悟的话，那么灾殃就渐渐会离去，而福报也就会跟随而来了。宋朝的介上蔡先生说，天的道理必定会加祸于犯了邪淫的人，而不会加祸于已经忏悔改过的人。这是真话啊！邪淫的罪报既然是如此的严重，则预防邪淫的功德与诱导邪淫的罪过，他们的报应自然就不会轻了。因此，普愿人人都能够吐舌上的清廉，挥桌上的彩笔，表彰感应的道理是机来就睹，超达广大迷惑的众生啊，要辗转的流通，互相的劝导，或是在大庭广众下大声的疾呼，或是在密室之中苦口婆心的规劝。不要担心别人的嘲笑，也不要回避别人说我们迂腐，只要婉转的劝导，必定能够使听的人大发深省而受益无穷呀。能够这样做的人，岂不是爱人以德，自求多福的君子吗？现代人的口业没有比起好谈论女人、述说淫秽的事情还要严重的了，而且还多方的揣摩，相互研究，一人唱说而百人应和。每因为说的人讲得津津有味，于是使得听的人就想要跃跃欲试。要知道邪淫的罪恶和不为人知的隐私，实在关系到一个人终身的名誉和节操。所以偶然的讲错了一句话，就会产生无穷的灾殃，而且触犯天怒。莫此为甚啊！还不如常常说些贞洁和邪淫的过报，以辅助支持名教纲常，这样可以祸福于天，岂不是更好吗？加研究天界录说书写印制毁淫的书籍，污染人心，坏了人的心术。这种人死后必定堕入无间地狱，俗称阿鼻地狱，直到他所书写印制的淫书消失灭尽了。可因为看了他写的淫书而作恶的人，罪报也都受尽空掉了，他才能够脱离地狱，投生到别的地方。嘉言时明朝元了凡说搜取淫秽的邪书，揭发别人的隐私和放人家的文章加以焚化的人，必定会有忠孝节义的子孙，而喜欢阅读淫词小说和称道述说淫书故事，以及家中藏有淫书淫画的人，必定会有做娼妓和戏子的子孙啊。附录安世全书中的玉海回狂篇所记载各种解淫的说法，条理分明，随时的劝导境界。因为篇幅有限，所以仅揭露其中较为重要的部分于后，
以供参考。处女待字闺中的时候，也是她一生名节的开始。若是丧失良心的人坏了处女的名节，那么他的父母和亲戚都会感到羞耻而脸上无光啊！即使是有人将他娶去，却往往会摆露出来，他已经不是处女之身了，因而仍旧会被赶回娘家。所以常常会因此而羞愧气愤，丧身殒命呀。纵使是结婚的时候瞒骗了过去，但他的内心也会经常感到羞愧惶恐，因为大劫已经亏了，就是经过了1000年，也是难以洗刷。所以凡是有良心的人，都应该要预先的痛戒呀。寡妇守节，连鬼神都会对他钦佩尊敬，朝廷也会对他褒扬奖励。若是破坏了他苦守的节操，那么他本身和家人都会感到没脸见人，而她死去的丈夫在九泉之下，尤其是感到痛恨啊，自己不妨试试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想想，就会感到寒心了。我们正应当要设法保全她的名节，使她成名全节，培植更厚的德行，企图只是不赢她而已啊！婢女，难道她就不是处女吗？自己的女儿就想她要贞洁，而人家的女儿就可以破坏她的贞洁吗？女仆，她也是人家的妻子，自己的妻子就想要她保有节操，而人家的妻子难道就可以丧失他的节操吗？人的富贵贫贱固然是有所差别，然而每个人的名誉和节操则是相同的重要。怎么可以丧失良心而严重的去触犯如此的重罪呢？况且有些为人妻子的会因妒忌而鞭打婢女或女仆，甚至伤害了他们的生命。剽悍的仆人就会因此而犯唇相讥，而背叛了主人。更糟的是，父亲和儿子因为不知情而造成了父子举忧，也就是乱伦。甚至哥哥和弟弟糊里糊涂的和同一个女子同床睡觉，或许因此而有了骨肉胞胎，但是因为没有名分而沦落为低贱的小妾。后人因为不知道这些的秘密，往往无知而又对他误犯了邪行。他们之间名义上虽然是主人和婢女的分别，但是事实上却有兄妹的血缘关系啊！这种伤风败俗的行为实在是不忍心说出来呀。为什么总是有人以为婢仆的身份容易侵犯，而竟敢对他们做出奸淫的行为，却全然不知道应该要警戒的道理？瓦乳娘位列于巴母的尊贵身份，而尼僧静守在佛门庄严的境地，若是冒犯了他们，尤其是造下了孽中之
灭霸现前所碰到的官司刑罚和灾祸，还只算是轻微的呢。怨女迎奔冲着自己而来，借此机会而犯邪淫的，也是大有人在啊。切莫以为这是他主动的投怀送抱，若是拒绝了他，岂不是太不通人情了吗？人若是在这个时候能够看得破、认得破，那么因此而累积的厚德所成就的特殊品性，老天自然就会知道，不必刻意希望别人也知道啊。这就是善恶的关头，祸福的界限。尤其是应该自我勉励啊，抱着妓女玩乐嬉戏，看起来似乎是没有什么罪过的，然而却落入了妓女的圈套之中，往往因此而败家，导致父母抛弃了这个嫖妓的儿子，而亲戚也会疏远他，妻子更是憎恨他。就这样的自绝于伦常之外，丧失了自己守身如玉的志节。一旦染上了性病，遍体生了毒疮，眉毛也掉了，鼻子也烂了，甚至严重到体无完肤啊！有一位朋友生殖器烂掉了，他说这就是我一时的狂心冲动，把持不住，落得终身服刑，绝后伤身。我今天就是哭泣后悔，也都来不及了啊！又有一位安徽人，因为染上了性病，遍体都长满毒疮，他生了一个儿子，全身赤红，没有皮肤，无法养活，就死了。有人说嫖妓并不会伤害到阴德，这是罪与啊，谁知却和遭到明显的人没有两样。希望大家要切戒啊，切戒男子行邪淫，也就是同性恋。有6种不可以的道理，这种同性恋的行为实在是淫秽不堪，有损前面伤身爱德啊，恭敬心既然丧失了，羞耻心也就没有了。这是一不可啊，抛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却去伺候宠爱那位少年，违背天地阴阳自然的道理，导致好恶有了偏差，这是2不可啊。这一类人的行为非常的轻佻，而且又不检点，甚至还会窃欲偷香，染污了家中的女子，这是3不可啊。举头3尺高，决定有神明。神明对于这种同性恋污秽邪淫的行为会感到嗔怒，所以降下的惩罚一定不轻。这是4不可呀。王法有明文的规定，严惩鸡奸的行为，而且奸有近于杀，容易触动杀机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这是5不可啊，并不是为了要传宗接代，随意的妄自泄精。这种的行为愚蠢到了极点，只是加速的伤害自己的生命而已。这是6不可呀。故劝世人，没有犯过邪淫的人，一定要认真的把持住，避免凶灾。
趋向吉祥，终身守着不二色的境界，也就是除了自己的妻子，绝对不和他人发生性关系。若是已经犯了邪淫的人，就更应该急速认真的改过，而且还要大行善事，刻印戒淫的书籍，广泛的劝诫世人，以赎从前所犯的罪孽，这样才能够转祸为福啊！从前安徽洪城的饶平若科送发世界除邪淫的宣传单，他这样的写着：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就是在于他的存心了。燕子虽是飞鸟，尚且不会乱群，人类秉有四德，怎可不如禽兽？因此用来依规发世界除邪淫。倘若萌起邪念，必定祸及其身。若是犯了此戒，必会祸延子孙。唯愿大慈大悲哀怜正次蒙氏护持默默保佑，祈求保我生生。凡是领受此单的人，纠合几个同志，另外用纸写字18句，并且写下自己的住址及馆，各自的签名盖章或带指纹，在斗尊的前面，或文昌帝君、关圣帝君的前面，或是一切诸佛菩萨圣像之前，发誓焚化此事单，永远守戒不可忘。这样的每年一正，同志几人发誓守戒之后，立即的捐款刻印这张是戒单1万张布施送人，使得个美好的方法能够流传不绝。在世界单的后面，还必须要附上几条格言和果报的例子，以便警惕世人，不适宜贵戚有为读书人，每次考试都不中，不知原因在那里，就去祈求张真人，本相符张查天榜。神明于是批示说此为读书人，命里有功名，因未到审部，功名被夺除。张真人服张查榜完毕之后，就起身告诉读书人，神明说他考不中的原因。读书人听了之后就说，我并没有冒犯我的神啊，于是他就写了篇书向神明申诉，为自己辩白。神明又再次的批示说，虽然你没有冒犯神的行为，但是你却有冒犯神的念头啊！读书人此时感到非常的惭愧，而且后悔莫及，因为在他少年的时候见到神貌美动人，因此而动了一个邪念的缘故呀。故事2，明朝正德年间，有位读书人名叫赵永贞，他在少年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位艺人，告诉他说，你23岁的时候必定会考中功名。等到他23岁那年参加乡试，文章写得极好，主考官
早已经决定选中他的文章好几天了，不料到了后场的考试，他却是连连的失误，结果没有考中。赵永贞的心中感到非常的难过，因此就向文昌帝君祈求托梦，告诉他不中的原因。文昌帝君就说：你原本可以考中今年的乡试，但是因为你近来调戏你家的婢女，引诱邻居的女儿，虽然都没有成真，然而你的起心颠倒，意淫缠绵不断，心地日益的转暗，所以你命中原有的功名，因此而被消除了。永贞听了帝君的解说，痛哭流涕，发誓并决心改过，大做善事。于是就刻印戒淫的善书，以警醒世人。结果在下次的乡试中，永贞果然考中了解元，做官做到了凡县。故事三，李登在18岁的时候就考中乡试的解元，但是此后一直到50岁，却都无法考取进士。李登就去拜访叶净法师，请问其中的原因，叶法师便替他叩问文昌帝君指示，文帝就命审理拿李登的官籍给法师过目，上面写着李登出生时天地赐玉印，18中解元，19做状元，52岁官拜右丞相。因为18岁考中解元之后，暗中偷窥了邻家的女儿洗澡，因此功名延迟了10年，而且还被降了2甲。又因为侵占哥哥李丰房屋的地产，功名又延后了10年，而且还被降了3甲。又因为奸淫一位郑姓的良家妇女，功名又延后了10年，前后合计已经被罚慢了30年。现在又奸淫了邻居的女儿，真是造恶不断，不知悔改。上天已经消去了他的功名，因此李登终身都不会再考中功名化。叶法师就把这些话告诉了李登，李登因而抱恨惭愧而死。在西哀祖父积德不知道要积多少年，才得以出了一个状元宰相的儿孙啊！李登却是自己作孽，把自己状元宰相的功名都消除尽了，真是辜负了天恩，辜负了祖宗，而且把欢乐看作最重要，功名富贵靠一边，根本不当一回事，竟然以引为少许的淫横，丧失掉自己原本许许多多的福禄，真是悲哀啊！于天桥先生说，就算你是状元宰相的命，也是不难一笔消尽啊，况且不是状元宰相的命，那就更不必说了。附注《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在书中写了许多助长邪淫、偷盗和杀生的情节，激进的毁盗毁淫。结果施耐庵的儿子、孙子、曾孙生下来全都是哑巴，
《西厢记》的作者王师傅善于描写男女偷情私会的情形，导致许多人看了《西厢记》就起了邪思淫念。结果书还没有写完成，王师傅自己就已经无法克制，叫舌而死了。而唐朝的诗人元稹见到表妹崔莺莺唱得美若天仙，就想娶她为妻，却遭到拒绝。元稹竟然因为愤怒而写了《会真记》这本书，虚构他表妹和人偷情，毁谤崔莺莺的名节，致使崔莺莺蒙受千秋，而且又导致了后世的读者学习偷情私会。结果元稹死的时候痛苦万分，而且死了之后，他的尸体还惨遭雷电焚烧的报应。另外，宋朝的诗人黄山谷喜欢写一些野的诗词。有一次，他和画马名家李国时一同去拜谒圆通秀禅师。秀禅师先劝诫李国时说，不宜将一生的心力都用在画马上面，倘若你的心念都是马身，只怕来世就会堕落，投胎做马去了啊！黄山谷听了发笑，秀禅师就呵斥他，你不要取笑别人。山谷便说，难道我也会堕入马腹吗？禅师说，我使他念马，堕落马身，也只是他个人的事情，但是你所写的淫色词，却是挑动了天下许多人的淫心，害了多少人贞洁不保。这种的罪过何止是堕入了马腹而已，恐怕你离地狱正等着你去受刑呢。秀禅师是当时有名的得道高僧，黄山谷听了禅师的训诫之后，既惊恐又惭愧，从此就决笔再也不写野诗词了。故事是唐朝的时候，有位御史名叫李衍，有一次奉了朝廷的命令出使广东，途中忽然遇到了一只老虎，跳入了草丛中，并且还用人语向他说道，哎啊，我差一点就伤到了我的老朋友啊。李衍说，个声音怎样那么想和我同房，一同考取功名的同学李维的声音啊。老虎就说，自从我们离别之后，已经很久没再见面了，彼此谈起从前交往的情形，都感觉到非常的熟悉。李衍就问老虎说，李维，你怎么会变成老虎呢？老虎说，有一天我在静坐的时候，忽然听到门外有呼呼作响的声音，忽然之间我便发狂，变成了老虎的形状。今天见到了老朋友，叫我怎么能不悲伤啊？李衍就问李维，你生平有没有做了什么遗恨的事情呢？李维答道，我曾经在南阳的郊外奸淫了一位寡妇，结果被他的家人发觉了，就偷偷的设计要谋害我。于是我就乘着酒醉的时候，
把他全家都杀光了。这就是我生平最遗恨的事情啊！老虎说完之后，就大跑而去。不是武迪阳县人王勤正与邻居的妇人有奸情，并且彼此约好准备私奔。但是王勤正怕被她的丈夫发现追赶而至，不料该妇人竟然因此而杀害了丈夫。王勤正听了十分的惊骇，立刻就独自的逃跑了，一口气就逃到了70里外的江山县，还自以为我已经逃得很远了，可以脱身远离灾祸了吧。这时候王勤正感到肚子很饿，就走进了一家饭店准备吃饭。谁知道店主竟然为他准备了2人用的饭菜。王勤正就问店主说，我只是一个人吃饭，为何你准备2人份的食物呢？店主说，刚才我见到有一位跟随在你身旁的披发男子，难道你们不是2个人吗？王勤正听店主这么一说，知道这个怨鬼已经跟随在自己的身旁了，于是就到官府自首。王勤正与林父就在同一时间伏法受死。故事6，张宝在担任四川成都知府的时候，见到了华阳县李煜的妻子，十分的美动人，堪称为四川第一美女。张宝就想将她占为己有，于是就骗托了许多人，秘密地告知李煜妻子他的一片痴心。久而久之，李煜的妻子也动了心。这时候正巧李煜收人赃款的事机败露了，于是张宝立刻就向朝廷弹劾李煜，并且将李煜流放到岭外。李煜就在被流放岭外的路上死去了。张宝便用重金贿赂李煜的母亲，就将李煜的妻子强娶过门，达成了他占有别人妻子的心愿。娶过门之后，张宝便和他欢乐不舍。但是过没多久，该妇就生了病，精神恍惚，见到李煜的魂影跟在他的身旁，不久他就病死了。该妇在病死之前曾对张宝说，我很感谢您对我那么好，所以不敢不向您报告，我的前夫李煜已经向天地诉冤，很快的就要来取你的性命了。你只要身居府内不出门，他就未必能够抓到您。但是只要您一出门，就必定会被他抓到呀。妇人说完之后就死了。过没多久，张宝也就生病了，因为他牢记着妇人在临终前对他的警告，因此就防范得非常严密，不敢出门。有一天黄昏的时候，张宝坐在堂上，远远地见到堂门外边有一红袖在向他招手，他恍惚以为是李煜的妻子，就急忙地下堂不出门外。
却撞见了李煜的冤魂，于是就被李煜的冤魂抓着痛打一顿，而且李煜还边打边骂他说：“张宝，你个贼子，我做事不用红袖向你招摇，你哪肯出来呀？”过了一会儿，张宝的鼻子出血，和他家人说出了刚才的情形之后，就死了。故是西唐朝的节度使严武，年轻的时候和一位军官是邻居，见到军官的女儿十分的美丽，就千方百计的引诱，结果两人一起私奔逃走。军官就到京城向朝廷具状控告严武，朝廷于是便颁下诏书追捕严武。严武害怕自己会被判罪，就把军官的女儿杀掉，毁尸灭迹。后来严武逃往四川，忽然就生了病，见到军官的女儿站在他的面前，指责他说：“我和你一起私奔，不然是我失德，但是我并没有辜负你啊！纵然你害怕会被判罪，为何不舍弃我离开呢？而你却竟然把我杀害，你实在是太残忍了啊！我已经向阴司诉冤，明天就要向你报仇了。”严武听了是又惭愧又害怕，就向他恳求饶命。但是到了第二天的早晨，严武果然就死了。在西安严武在这个时候，节度使的威权却是丝毫也用不上呀。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要寻死，怎么知道一死之后，恩情就变成了仇恨，而且是冤冤相报，无止无休啊！故事八明朝晋江人许绍兴是戊年中举的举人。有一次，他在前往福宁州拜谒他的老师，偶然路过了一座尼寺，喜欢上一位年轻的女尼，便依靠着自己的权势强行奸淫。第二天，许绍兴竟忽然咬断了自己的舌头而死。另外，晋江人王武文章写得很好，而且也颇有名气。有一天，王武带了酒到承天寺去喝，进入藏经堂里面，见到一位少年沙弥端坐在那里看经，王武就强迫命令他喝酒，沙弥不肯，王武就搂抱调戏捉弄他。王武回到家中的第三天，忽然就打自己的嘴巴，自己骂自己，要断了舌头，血流满地而死。在西许绍兴、王武这两个人的死，只是现世的报应而已，而他们真正的果报，却是在地狱啊！故事就从前有一个人，生平作恶多端，他的亲戚有一天晚上借住在他家中，听到有两个人在说话，一人说这家的主人恶贯满盈，应当受报了啊。另一人说这家的主人
是不是要受绝子绝孙的报应呢？这人回答说，的报应太重了。另一人又说，那么是不是要受火灾的报应呢？这人回答说，的报应又太轻了。另一人说，哦，那就是王小小了。这人回答说，对了，就是王小小了，这位借主的亲戚。听到了这些话，觉得颇为讶异，也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后来经过了几年，这家的主人迷恋上一位名叫王小小的妓女，并且还把她娶回家中，对她百般的依顺，言听计从。果然就被王小小离间了他的骨肉亲情，耗尽了他的家产而死。故事时有位叫行运的僧人，有一次他见到了莲花，忽然动了淫欲的想法。当天晚上就有一位妇人来敲他的门，行运打开门看见到门外站了一位女子，而且还带了一位丫鬟，并且自称道我是莲花娘子。而这位女子容光照人，极为美丽。行运见了十分的高兴，就与她情意缠绵地谈起话来。一会儿，蜡烛就熄灭了。隔壁的侍者听到行运叫苦的声音，和女子厉声地对他说道：“你为什么忘起迎亲？假若我真的是女子，也不会肯跟你苟合啊！”侍者听到之后，就立刻跑去幽集寺里其他的僧众赶来，大家合力破门而入，只看到了两位夜叉，而行运已经伸手一触了化解语以上所编列叙述或明的公案，以贵溪读书人个公案为首，正是阐明了太上所说的起心思之的为言大义啊，就是劝人要在开始的时候就要心存敬畏，在眼见心动的时候更是要认真施敬的把持住呀。而这里讲到行运的这条公案，则又不是见色起心，而是没头没脑的意义造像，就像是不慎而楼，无害而逝。这种优美虚幻的意恶，简直就是自讨苦吃，自寻死路呀！最后终于被夜叉找上门来杀害，这种凶魔的奇祸，简直是太残酷太惨痛了呀！看到行运的这个公案，谁不感到心寒胆战呢？所以用它来作为结论，这是有很深的意思在里面啊，请大家要仔细的想想以上所说的故事，都是犯了邪淫所得到惨痛苦毒的报应。接下来要讲的则是解淫和忏悔淫孽所得到的福善果报。故事一堂高少年的时候，就奋发向上努力读书。有一天晚上，他正在书房灯下苦读的时候，有一位美丽的少女，竟然情不自禁地想要挑逗他，将他书房的纸窗敲破。
唐高就马上将纸窗补好，并且还在纸窗上面题诗说道：敲破纸窗容易补，损人应得最难修。这件事情过了之后，有一天黄昏的时候，有位出家人经过唐高家的门前，见到门上挂有一个状元匾，左右悬有2盏灯，灯上题有2行诗，就是唐高题在纸窗上的诗。出家人感到十分的奇怪，就问唐高原因。后来唐高果然大魁天下，考中了状元。故事一汪天宇曾经遇到一位艺人，替他看相，说到：你的相貌似罗汉，不但无子且不寿。汪天宇听了之后，于是就不再看重钱财，喜欢布施行善了。有一天，他到新疆铺做客，主人的妻子年轻美丽，见到他风度翩翩，私下就偷偷地来到他住的房间，而汪天宇却紧闭着房门不让他进来，并且隔着房门对他说：我怎么能够坏了你的名节呢？妇人听了之后，立刻觉得非常的惭愧，就离去了。后来汪天宇又遇到那位曾经替他看过相的艺人，对他说：你到底积了什么阴德啊？你的相貌突然变了，我看你应当会生贵子，而且你可以活到80多岁。后来汪天宇果然如相士所言，生了一个显贵的儿子，而且自己也活到了80多岁。在西，我们观察往昔的贤人，他们能够拒绝来奔投怀送抱的女子，有的是得利于一个数字，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是畏惧有损自己的阴德，唯恐犯了之后会损福折寿。他们的学问虽然或有不同的地方，然而却同是合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这对于当事人双方都是两全其美的方法啊！当此之时，福至心灵，那种的快乐，就像是已经飞登上了青云一样，不必等到福报到来之后才感到快乐啊！然而拒绝奔女的方法也不一样，必须要预先的详细了解，而后真正遇上的时候才不会被迷惑。凡是被人当面言辞呵斥拒绝的奔女，立即知难而退的固然是很多，但却也有被拒绝而不肯退的例子啊。例如陆荣就用推脱自己有病尚未痊愈，以拖延改期的方法来拒绝。倘使当时可以开门离去，则曹芬的立即离开而住到别的地方，也能算是善于应付了。又有以此来纠结的，例如毛路们拒绝来奔的婢女，婢女就说：你若是不肯答应，我只有死路一条。而毛路们仍然不为所动，
也有整夜拒绝，而来投怀送抱的女子，却是仍然不肯离去的事情。例如陈医生连说不可，于是自己就推开窗门，整个晚上都站在庭院外面，发誓绝不做出苟且的行为，并且还有坚决拒绝100两黄金赠与的诱惑，也绝不肯与对方苟合的例子。如此清高的道德、英明的决断，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啊！若是房门已经关闭了，而女子仍然守在门外等候，这时候一定不可以开门啊！到了第2天早上，自己就要托付辞行回家，而对方若仍然招请自己回来，也绝对不可以再回来啊！然而必须要终身都不说出此事，虽然是自己的妻子，也不可以使他知道这件事情，这样才算是圣德的君子。从此而考中功名，官位显耀，光宗耀祖，福泽子孙，与用其他的方法积功累德来获得，其间难易的程度相差很大很大啊！不是从前这将有位指挥使聘请了一位老师到家中教孩子读书，老师有一次得了风寒病，要发出汗来病才会好，指挥使就要儿子拿被子给老师盖，结果被子里面刚巧误卷了夫人的一只鞋。老师病好之后，就把被子送还，而夹在被子里的鞋子就落在席子的旁边，老师和指挥使的儿子都没有发现，但是却被指挥使看到了。指挥使就怀疑自己的妻子与儿子的老师有奸情，而妻子不承认，而且很不服气。指挥使就派遣婢女假托妻子的吩咐，邀请老师一叙。老师听了非常的生气，而且还责骂婢女。指挥使随后又再强迫妻子亲自前往，而自己则手里拿着利刃躲在门边，等候老师开门。这时候老师拒绝开门，并且对夫人说道：承蒙您先生看得起我，请我来教你们的孩子念书，我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啊？老师始终坚持不肯开门。第2天清晨，老师就借故向指挥使辞行，说不能再教孩子读书了。指挥使就对老师说：先生，您真是一位正人君子啊！于是就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向老师道歉，并且诚恳地慰留老师。那一年，老师就考取了功名，故事似于甘陈医生，医术颇为精良。有位穷人病得快要死了，陈医生将他医好了，也不希求他回报。后来有一天傍晚路过他家，他就请陈医生在家里过夜。
他的母亲就对媳妇说：“你的丈夫是他救活的啊，你何不陪他睡一晚，以报答他的恩德呢？”媳妇听了婆婆的话，只好微微的答应。到了夜里，就到陈医生的房里。陈医生拒绝他说：“你婆婆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啊。”媳妇说：“可是这是我婆婆的意思啊。”陈医生又说：“但你丈夫是不会同意你这么做呀。”媳妇说：“丈夫的命是您救活的，所以我不需要他的同意啊。”陈医生说：“不可以这么做。”媳妇就强迫他。陈医生接连地说：“不可不可。”于是就坐着等到天亮，并且拿起笔在桌上连续写下了“不可”二字。后来陈医生几乎快要不能把持了，又再大声地说：“不可”二字实在是太难了啊！于是就推开了窗门，站到庭院外面去，等到天亮之后才离开。后来陈医生的儿子去求取功名，主考官正要刷气不录取陈医生儿子的文章，忽然听到空中传来不可的呼声，因此就再看试卷一遍。正要准备要刷气不录取的时候，又听到了空中传来不可不可连续的呼声。最后主考官又再阅了这份试卷一遍，还是决定刷起不予录取。忽然又听到空中传来很大的呼声，说不可二字实在是太难了啊，并且呼声连续不断。主考官因此而录取了陈医生的儿子。后来陈医生的儿子又考中了进士。在西医上所说的都是立心不思的公案，然而缺少了天理与人欲交战的公案，所以才叙述这一件坚持于江乱的公案，以作为后世的榜样。故事不禁花人期望，到了50岁都还没有儿子，像是说你的脸上有恶气，必定做了亏心事。期望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犯了邪淫，在别人看不到的隐秘处所奸淫了别人的妻女，像是惊骇地说道，犯了这种的罪孽，应该是要绝子绝孙的啊！要知道邪淫的罪孽最难忏悔了，必定要积有大善，才可以挽回天心啊！希望因此而改过忏悔。开始的第1年，别人要做善事，他就乐于布施，而且绝不吝啬。像是说你做的还不够呀，再过了1年，凡是遇到了难做的善事，希望都第一个捐钱，而且所捐都超过1半以上。像是说你做的还是不够啊。第3年的时候，希望就独立的行善，不肯让人了。像是说你脸上的阴质纹已经现了出来，你不必再担心没有儿子了。希望后来果然生出了一个儿子，
希望到了70岁的时候，还能够抱孙子玩呢。故事6，明朝的吕清，平日喜好谈论淫秽之事和偷看妇女。他到了30岁的时候，家里贫穷到了极点，2个儿子相继的死去。有一天，吕清突然暴毙，见到了祖父，很生气的对他说：“我们家2代积善，你命中该发巨万的财富，没想到你心爱美色，头眼都在造孽，福报都快要折尽了。我恐怕你会真的去犯邪淫的恶事，那么我们吕家的后嗣就没有指望了。所以我才哀求恳请明王把你拘到阴曹地府来看一看，你便会知道厉害了啊。”吕清说：“听说奸淫别人的妻女会得到绝次的报应，事实上我也很害怕会得到的报应，所以我未曾犯过呀。”旁边一位民官说道：“岂只是绝嗣而已啊，如果是女子主动来勾引，而自己就顺水推舟不推辞，这罪孽就是只有绝嗣的报应。若是自己引诱逼迫人家，以及屡屡再犯的人，破坏别人的伦常，使人家堕胎杀子杀丈夫，这些都是何等的大罪，岂只是绝嗣而已呢？对于邪淫的罪恶，在阳世间的法律处分太宽，但是阴间的法律却是最严。凡是人一动了邪淫的欲念，三尸神就会自首，灶君和城隍就会据实的申奏。如果他们隐匿或是漏掉，便是大过。哇，你是看今天的发落便知道了。过了一会儿，鬼卒们就带了许多犯过邪淫罪恶的犯人来到殿前，他们都带着枷锁跪在地上。明王厉声地吩咐道：“某人便乞丐风雅，某人便娼妓眼瞎，某人2世为牛，某人10世为猪。”明王吩咐完毕，鬼卒就押他们出去投胎。吕清看了吓得毛骨悚然。明官说：“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呢，你千万不要贪图片刻的欢情，失去了人身，应该要闭塞如鸿闭剑一般，而且要刻印文章劝示呀。”没一会儿，明王就把吕清放回阳间，吕清就刻印有名录10000章，以警惕世人，而且尽力的行善。到了40岁的时候，连续生了2个儿子，而且家财万贯，非常的富有。吕清于是就决定避绝尘缘，往南海修道去了。这是吕清的同乡蔡京为他所做的记。结于以上所述的2个公案，都是忏悔邪淫所获得的善报。作为已经知足过的人，坚定他们的悔过之心，这也是转祸为福的方法呀。哀淫罪孽
不是用笔和言语就能够写尽说尽的啊。唯有每天盼望，无论是聪明的人还是愚笨的人，未曾犯过的人或是已经犯过的人，各自的深思反省，及早发现自己的天良，也就可以了啊。淫欲过度也是夫妇间的房事频繁，超过了正常的限制。分析邪淫的罪孽，太上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至于夫妇间的房事，尤其必须要有节制。若是说夫妇间的房事不算是淫，那么怎么能够免除纵欲杀身的灾祸呢？因为人身体的元精散在三焦，荣华百末，而欲火一动，就会和聚流通，都从命门中出来。所以房事不精的话，就像沧海那么多的水，也都会流光干掉的。所以非常的可怕啊！凡是人的精足则神生，精神足则志虑生，人就会聪明坚强，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若是少年的时候着丧了元精，致阴气全都消失掉了，那么他一生的事业也就完了啊。人的终身疾病都是从新婚的时候开始，因为年纪轻无知，往往放纵情欲，没有节制，结果多变成了痨病，或是身体瘦弱，甚至因此而断命死亡，连累妻子变成了寡妇，独守空闺之苦。不想百年好合的妻子终身都陪伴着自己，何苦从新婚开始的1个月内就种下了一生疾病夭亡的祸根呢？所以为人父兄，遇到子弟将要结婚的时候，应当要谆地教诲子弟，以此为戒呀。俗话说乐极生悲，纵欲成患。又说寡欲必多难，贪淫美无后。孔子说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老彭说上是一床，中是一杯，服药百喝，不如独睡。佛陀说女色是众苦的根本，障碍的根本，杀害的根本，忧愁的根本。黄庭经说己守精是无妄且比而报之可长活，实在是因为淫欲会使人失去了本性，丧失了性命。有的人暗中受到了伤害，而自己却未能察觉；有的人明明知道淫欲之害，却是不肯回头。这就是古圣先贤为什么如此诚恳地劝导一再提醒的原因所在呀。凡夫俗子不知道其中的利害，肆无忌惮地放纵情欲，因此淫秽之气触怒了鬼神，种种不祥的灾祸也就由此而招致。普愿是人能够及时的恒忍，就能够得到延寿健康的益处，否则为了淫欲而牺牲了生命，这种人就没救了啊！正会攻到了晚年，身体更显得健康强壮，
有人就问他养生之术。任先生说，我是因为读了文选，有了些误触罢了。文选中说到石头若是蕴藏了美玉，就会使山色更显得光辉；水中若是含有了宝珠，就会使得川色更加的妩媚。就是的道理。程一川先生认为，一个人若是放纵情欲而不顾身体健康，是很可耻的事情。所以到了70岁的时候，他的精神气力就和壮年的时候差不多。李觉年先生100岁的时候，脸上的肤色如同婴儿一样。有人问他有什么秘诀，他说，我只是很早就绝育了。刘元成先生到了80岁的时候，身体仍然十分的硬棒。他说自己寡欲已经30年，所以血气精神就如同当时一样。鲁灵州和尚90多岁了，还能走远路，健步如飞，而且头发胡须都没白。他说没有别的方法，只是在壮年的时候就要节育了。太仓人张翠90多岁了，仍然是耳聪目明，还能作画。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我平生也只是欲心较淡，欲是节制而已呀。要知道，老而强健是人生第一快乐的事情，而能够如此的原因，不过是节淫胜欲而已。而且常人学起来也并不困难呀。彭祖说，1月写2次，1年24次的原则就是谨慎节育的方法。素女说，人到了60岁的时候，应当要闭守精事而勿泄，这就是持为戒圣的方法。而我则认为，彭祖素女那个时代的人先天的禀赋比较厚，所以才会有如此的说法。像今天个时代风气如此的骄薄，因此就不能够把彭祖素女的说法认为是绝对的标准。况且是元气较弱的人，更是应当要加倍的节制小心谨慎呀。故事以明朝徐州有位徐姓少年，英俊潇洒，才华出众，而且又颇有名气，不到20岁就中了进士，被朝廷选派担任松江府节推的官职，亲戚朋友都非常的羡慕他。然而他却十分的好色，娶了10几位娇美艳丽的宠妾，每天过着纵欲无度的日子。赴松江府上任不到1个多月，就虚脱幽亡了。他的10几位美妾也全都改嫁别人了。故事2淫于生的人长得十分的俊美，但是喜欢淫欲。有一天晚上，他梦到城隍责备他，并且计算他所犯淫欲的次数，鞭打他数10下。淫于生醒了之后，发现自己的2条腿全都变成了青紫色，
两腿于是就开始溃烂，而他病了1个多月就死了。在其万恶营为首，百善孝为先。据说是森罗垫上千级不易的铁则，由此可知鬼神喜欢孝顺而厌恶淫欲的心非常的强烈。阳世间的法网虽然有漏洞，但是却难逃阴司法律的制裁。人怎么可以触犯鬼神所厌恶的罪行呢？所以自古以来，荒淫耽溺于女色的人，没有不丧家亡身的。至于老年之人，尤其更是不应该再娶年纪轻的小妾，因为我既然管他不了，他就会恨我，特别的深呀，这种的怨气所激，就会损得消福啊，而且少年的情性很难调服，尤其更是有不止于此的，那怎么能不戒呢？况且年纪大了，就像山头落日的影子一样，自己的老命正是朝气难保，竟仍去祈求鬼使早日到来呀，自己去见阎王，为何要那么笨呢？附祝夫妻行房后，或是梦遗后3-5天之内不可以下冷水，例如洗冷水澡，也不可吃冷饭、凉饮及凉药。如果有病的时候，必须要服用凉药，也要对医师明说。夏天不可以贪凉快，冷天也不可以冒风雨。如果犯了这个忌讳而行房，男人容易的阳痿，女人容易的乳痿，而且四肢冰冷肚疼而死。幼夫妻若不谨慎小心的预防，谨守禁戒，孕妇就会容易流产，所以常常会有前半月怀孕受胎，而后半月却发生了流产的事情，并且不知道为何如此。如果妇人屡次的流产，将会使肝末受伤，终身不会怀孕。避免的方法就是妇人有孕受胎之后，夫妻便需要分床或是分房，不可以行房，如此才不至于流产。倘若受孕之后毅然行房，就算侥幸生下了儿子，也必定是多病体弱，难以养大成人。因为在母亲胎内的时候就已经受伤了，所以夫妻不可以不谨慎，以免造成日后的悲伤和痛苦。又有些人为了要求生儿子，竟然用丸散置入子宫，或是服用邪门的春药。这种旁门邪术不但不能帮助的子，而且突然的造下罪孽，伤德有伤身以上的道理，本来应该是为人父母必须教导儿子媳妇的，但是世上的父母却多是不便为儿子媳妇明讲，因此在此为大家说明，但愿人人都能珍惜自己的身体，也珍惜子女的健康。孙真人说，人的身体是气血结合而成的，不是金银铜铁打造的。
所以在色欲上如果不加以节制的话，开始的时候不觉得有害，但是久而久之，日积月累的损伤必然会使精髓亏损，气血败坏，最后导致死亡。因为人的气血必须每6天才能行走完身体上的6处经络，必须7日经络尽通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等6经得到疏解，气血才完成通行1周。因此每行房1次，易经的气血就会受到损伤，必须要在等7日周行到此经的时候，才能够复原。所以易经上说7日来复，就是要人休养7日的意思。但是许多人还没有到7日，便又行房，导致一伤再伤，因而百病丛生。因此特别立下限制，以作为节欲保身的基础。20岁的时候以7日1次为准，30岁的时候以14日1次为准，40岁的时候以28日才1次，50岁的时候因此15日才1次，到了60岁的时候，精髓血脉已经不再发生了。此时应该及早的断除色欲，禁绝房事，不可以再行房了。以上限制的日期是专指春秋2季而言，若是冬夏2季，则因为夏季的火气极热，发泄无余，冬季的水气极寒，底藏极密，因此冬夏2季最好还是以断欲为主。如果能遵照以上的限制，可以确定延年；若是违背不加节制，必然就多病减寿。至于夫妻间的保身立命戒期，以及天纪地纪人纪，在《寿康宝鉴》这本书中有详细的列举说明，倘若不戒，不知忌讳，则生子不育，形体难全，必有凶灾。况且人身的气血流行，原是和天地间的节气相应，如果在不适当的时日交泄，则容易使气血不和，精气损伤，远较其他的时日走泄还要严重100倍。至于神明降茶或佛菩萨的圣诞日，如果夫妇不守禁戒而淫污、冒犯、亵渎的话，将会遭受谴责，而且有损阴德。因此世上有人虽然是循规蹈矩、忠厚老实，却常常会有多病不长寿的祸患，以及功名被削、年寿被减的恶报。这些往往都是由于在夫妇闺房之礼上不遵守戒纪的缘故所以仅将戒日及天地人纪列表进录于后，愿为人夫妇者都能够遵守，以保福寿安康。戒期戒由犯者报应正月初1、初3、初5、初6、初7、初8、初9、10、30、45
16、19、23、25、27、28、29、30天，腊玉帝消逝，人神气度命月朔，万神都会。斗降午戌忌6号忌雷该日每月同上会日午变言罗天子，但四天王巡行每月同玉皇上帝，但阳公祭3元降四天王巡行每月同3元降上元神会月望每月同四天王巡行每月同3元降长春真人，但三尸神奏是四天王巡行每月同月会日，每月同天地苍开日斗降每月同人神在阴，每月同宜迁一日即借四天王巡行每月同月会。司命奏事每月同四天王巡行每月同月小吉借29消禄夺忌夺忌夺忌减受损受夺忌夺忌减受减受夺忌夺忌减受减受损受子代吉夺忌得并减受戒其戒由犯者报应。2月初1、初2、初3、初6、初8、11、14、15、17、18、19、21、23、25、27、28、29、30月朔一变晴广王，但万神都会福德土地正神但斗降文昌帝君，但雷斋日东岳帝君，但是迦牟尼佛出家宋义王，但张大帝，但四天王巡行阳公祭四天王巡行释迦牟尼佛颁涅盘月望太上老君，但四天王巡行东方度将军，但四殿五官王，但至圣先师孔子会陈观音大士，但普贤菩萨，但四天王巡行月会日斗降入神在阴，四天王巡行月会。司命奏事四天王巡行月小吉戒29夺忌夺忌的或消禄夺忌减受夺忌夺忌消禄夺忌夺忌减受夺忌得并减受戒其戒由犯者报应。3月初1、初3、初6、初8、初9、10、20、40、50、60、8、20、23、25、27、28、29、30月朔2殿楚将王，但斗降玄天上帝，但雷斋日6点变成王，但四天王巡行牛鬼神出阳公祭中央五道，但四天王巡行月望玄坛，但昊天上帝，但四天王巡行准提菩萨，但中岳大帝，但后土娘娘，但三毛降天地苍开日子孙娘娘，但四天王巡行月会日斗降七殿太山王，但人神在阴苍劫至圣天师，但四天王巡行月会。司命奏事四天王巡行月小吉戒29夺忌减受夺忌产恶胎夺忌损受减受夺忌得并消禄夺忌减受戒其戒由犯者报应。4月初1、初3、初4、初6、初7、
初8、14、15、16、17、18、2、12、13、25、27、28、29、30。月朔8殿都市王旦斗降万神善化文殊菩萨，但雷斋日南斗北斗西斗同降阳公祭释迦牟尼佛，但万神善化善恶童子降救变平等王，但四天王巡行纯阳祖师，但四天王巡行月望钟离祖师，但四天王巡行天地苍开日时变转轮王，但天地苍开日子为大地，但焰光圣母，但四天王巡行月会斗降人神在因，四天王巡行月会司命奏事，四天王巡行逢月小吉成29夺忌忧胎减寿夺忌忧胎血死减寿夺忌损寿夺忌减寿夺忌得并减寿戒其戒由犯者报应5月初1、初3、初5、初6、初7、初8、11、10、23、14、15、16、17、18、20、23、25、26、27、28、29、30。月朔南极长生大帝旦斗降地腊戊地小定人官爵9毒日阳公祭9毒日雷斋日9毒日南方五道，但四天王巡行天苍开日天下都城黄，但丙灵公但官圣将神，四天王巡行夜子时为天地交太月望9毒日，四天王巡行9毒日天地元气造化万物之辰9毒日张天师，但孝娥神，但四天王巡行9毒日月会日9毒约9毒日斗降人神在因，四天王巡行月会司命奏事，四天王巡行月小吉戒29按此月宜玄戒为是夺忌消禄夺忌妖王其祸不测，妖王其祸不测，妖王其祸不测损寿消禄夺忌3年内夫妇俱亡，妖王其祸不测3年内夫妇俱亡，妖王其祸不测夺忌妖王其祸不测，妖王其祸不测，妖王其祸不测得并减寿戒其戒由犯者报应。6月初1、初3、初4、初6、初8、初10、13、14、15、19、23、24、25、27、28、29、30。月朔斗降阳公祭南赡部洲转大法轮天苍开日雷斋日，四天王巡行经宿如来，但景全龙王，但四天王巡行月望，四天王巡行观音大士涅盘南方火神，但四天王巡行雷祖，但观地但月会日斗降人神在因，四天王巡行月会司命奏事，四天王巡行月小吉戒29夺忌损寿夺忌遭回禄消禄夺忌减寿夺忌得并减寿戒其戒由犯者
报应7月初1、初3、初5、初6、初7、初8、初10、12、13、14、15、16、18、19、20、22、23、25、27、28、29、30月会。阳公忌斗降中会日宜作初七雷斋日，道德腊戊地孝生人善恶魁星旦巳天王旬行阴独日大忌长真坛真人旦大士至菩萨旦三元降巳天王旬行月旺。三元降地官教及巳天王旬行三元降西王母旦太岁旦增福财神旦巳天王旬行月会斗降人神在阴阳宫祭巳天王旬行地藏菩萨旦月会。司命奏事巳天王旬行月小吉戒29夺忌损寿减寿消禄夺忌减寿夺忌减寿夺忌消禄夺忌减寿夺忌得病夺忌减寿戒其戒有犯者报应。8月初1、初3、初5、初6、初8、初10、12、14、15、16、18、23、24、25、27、28、29、30月朔许真君旦斗降。北斗旦司命造君旦雷生大地旦雷斋巳天王旬行北斗大地旦西方五道旦巳天王旬行月旺太阴朝元阴焚香守夜巳天王旬行天曹略刷真君降天人星福之辰宜斋戒。存降吉使巳天王旬行汉桓侯张显王旦造君夫人旦月会日斗降至圣天师孔子旦阳公祭人神在阴巳天会是巳天王旬行月会。司命奏事诸神考效巳天王旬行月小吉戒29夺忌消禄夺忌遭回禄夺忌减寿报王平消减寿消禄夺忌得并减寿夺算戒其戒有犯者报应。9月初1、初3、初8、初9、初10、11、13、14、15、17、19、23、25、27、28、29、30月朔。南斗旦自初1至初9北斗9星降此9日举于斋戒五温神旦巳天王旬行斗母旦都大帝旦玄天上帝飞升斗母降一界孟婆尊神旦巳天王旬行月旺巳天王旬行金龙四大王旦日宫月宫会和观世音菩萨旦巳天王旬行月会日阳公祭斗降汝神在阴巳天王旬行药师琉璃光佛旦月会日。司命奏事巳天王旬行月小吉戒29消禄夺忌消禄夺忌夺忌水恶减寿夺忌得并为吉减寿戒其戒有犯者报应。10月初1、初3、初5、初6、初8、初10、11、14、15、16、23、25、27、28、29、30月会。明岁腊巳天王降斗降。三毛旦
夏会日，达摩祖师诞天曹考察佛涅盘日，大祭色欲四天王巡行四天王，降一界三元降四天王巡行月望。三元降下元水府校集四天王巡行三元降阳公祭四天王巡行月会日斗降北极子为大地降人神在阴四天王巡行月会。司命奏事四天王巡行月小吉戒29夺计1年内死夺计损寿夺计1年内死减寿夺计减寿减寿夺计得病减寿戒其戒由犯者报应11月初1、初3、初4、初6、初8、11、14、15、17、19、21、23、25、26、27、28、29、30月朔斗降至圣先师孔子诞7月大地诞四天王巡行天苍开日太乙救苦天尊诞四天王巡行月望四天王巡行上半夜犯下半夜犯阿弥陀佛诞太阳日公诞阳公祭张先诞四天王巡行略刷大夫降月会日北方武道诞斗降汝神在阴四天王巡行月会。司命奏事四天王巡行月小吉戒29夺计销路夺计男死女死其祸绝四大凶夺计得病减寿戒其戒由犯者报应12月初1、初3、初6、初7、初8、12、14、15、16、19、20、21、23、24、25、27、28、29、30月朔斗降天苍开月雷斋日略刷大夫降王侯腊氏家如来成佛之辰四天王巡行出巡内务日太素三元君朝真四天王巡行月望四天王巡行南岳大地诞阳公祭天地交道天由上帝诞5月神降四天王巡行司命朝天奏人善恶三清玉帝同降考察善恶斗降人神在阴华严菩萨诞四天王巡行诸神下降察访善恶夺计减寿恶极夺计促受大祸其或夺计得病男女俱亡梯以上戒其每年通共225日闰月照前皆系每月中之一定者2分之月春分雷将发生犯者生子五官四肢不全父母有灾宜从今时节禁起戒过1月秋分杀气尽盛阳气日衰宜从白露节禁起戒过1月此2节之前3后3共7日犯之必得为吉尤宜切戒2至之月夏至阴阳相争死生分判之时宜从芒种节禁起戒过1月冬至阴阳相争死生分判之时宜从大雪节禁起戒过1月此2节乃阴阳绝续之交最宜禁忌
至节之前3后3共7日，犯之必得及吉，犹宜切戒。冬至半夜子时犯之皆主在1年内亡。后更新日、第3虚日、3元日，犯之减寿5年。4历、4离、4绝日、2赦日，犯之皆减寿5年。赦日受胎者，毛发皆白。3伏日、前日、会日、每月3清日，犯之皆减寿1年。甲子日、庚申日、太岁日、年相持斋公谢佛日，犯之皆灭寿1年。祖天王忌日、父母3日、忌日，犯之皆减寿1年。己申夫妇本命3日，犯之皆减寿。丙丁日、天地苍开日，犯之皆得病。毁拜日大月18日、小月17日，犯之得病。12大拜日甲寅年。3月戊戌日、7月癸亥日、10月丙申日、11月丁亥日，乙庚年。4月壬申日、9月乙巳日丙辛年。3月辛巳日、9月庚辰日、10月甲辰日，丁壬年。戊己、戊癸年。6月己丑日，此皆大布之日。一介因错日正月庚戌日2月辛酉日3月庚申日4月丁未日，此因不足之日，具一介。5月丙午日、6月丁巳日、7月甲辰日、8月乙卯日、9月甲寅日、10月癸丑日、11月壬子日、12月癸亥日因错日正月申寅日、2月乙卯日、3月甲辰日、4月丁巳日，此阳不足之日，具一介。5月丙午日、6月丁未日、7月庚申日、8月辛酉日、9月庚戌日、10月癸亥日、11月壬子日、12月癸丑日批以上届期，每年具宜按照时献书。逐月查明录出。甲在此本遵依境界，天际切以境界户属严寒，犯之的重疾不救，烈风雷雨，天地会明，日月国时，红线里动，犯之产怪物生死，白昼，星月之下，灯火之前，犯之皆减寿。必记切以境界庙宇寺观堂之内，犯之大减禄寿。景造清册之册，荒原种木师旧之旁，犯之恶神降胎，并缠怪物生死。人己切以境界欲怒大怒伤肝，犯之必病。远行刑房百里者病，百里行房者死。罪保刑房，五脏反复，空腹犯之伤元神，病后犯之辩证复发，胎前犯之伤胎，
故凡有孕后，即宜分床绝育。一则克尊胎训，一则无堕胎之患。及小儿胎毒胎脆，胸腺干豆，有风经前、牙干等病。二则所生之儿，男必端严方正，女必贞静悠闲，自然不犯淫逸。产后10余日内犯之妇必死，8日内犯之妇必病。天癸来时犯之呈血麻症，男女俱病。主体主性寒凉，犯之易感寒气，或侵犯之寒气入骨，疮气有风一闭，夜深就诊一戒，交合才闭，婴儿在旁啼哭。5则于乳交罢物及灰闪，即饮冷茶水，以若或受凉，或至即死。一气物2度，勿服春方邪药，勿续缩不泄。生病生疮出痘非10分复原，万不可犯，犯则多半必死。目疾未愈或是愈，犯之必杀。须劳正虽养好强健，犹须断愈1年。若以为复原而犯，多半必死。伤损筋不好后，犹须戒拜7、80日。若未过100日，犯之必死。纵过亦必致残废，或辛苦，或操心，或热，或惊恐，或忧愁，皆不可犯。犯之轻则不及，重则即死亡。按照以上每个月的戒期及天忌、人忌等日子扣除外，每个月也还有6、7天是毫无忌犯的日子。懂得保身的人，每月最多之3、4次，故能疾病不侵，精神强不，而且遇事少必多生男子，后代的身体也比较强壮。而一般刚新婚的年轻人，往往纵欲强身，不知道节制，导致身体衰弱，寿命减短，夫妻不能够白头偕老，这是相当可悲可叹的啊！所以只盼世间夫妻都能够谨守以上的戒期，一则可以保身立命，再则也使自己往后能够享有长寿健康、白头偕老的快乐和子孙众多的福幸。损子堕胎也是损害已经生下来的小孩，堕掉仍在胎中的胎儿。分析人的身体至为尊贵，得到人身更是非常的困难。而且人当出生的时候，诸天的天神称庆，司命之神定算，可以说是惊天骇地，实在尊贵的难以形容。而且小孩刚刚出生，到底亏欠了父母什么？但是有的狠心父母竟然敢把婴儿杀掉。有与人营婚的女子怀孕之后就堕胎，这种的行为简直就连禽兽都不如，没有办法开导小育啊。至于有人因为家中贫穷而厌恶孩子生的太多，就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而溺杀，
或是在未出生的时候就堕胎。要知道杀人的罪业是莫可阐述的物命至为危喜，尚且想要放生戒杀，况且是自己的儿女呀。凡是今生没有孩子，或是生了孩子养大就死了，或是临老的时候孩子反而先死，这些都是过去生中造下了这种的恶业所遭到的果报呀。不是以前方伟在担任贵溪县县令的时候，因为当地的习俗生了女儿之后多不肯养，就把女婴溺死，于是前方伟就恩威并济，重赏重罚，严格的禁止你杀女婴。若是杀掉女婴，5家都要受到连坐的处罚，因此而就活了许多的女婴。钱方伟后来升任汀州太守，并且享有很长的寿命，子孙都很发达。在西向前方伟禁止百姓损子堕胎，就能够获得如此的福报。现在的人应当随时的劝导他人，不要犯此恶业，功德也不小啊。故事2，从前郭应的女儿郭颖凤被2个鬼追摄她的魂魄，建立了18个地狱。他看到最后的一个地狱，有位冥王坐在殿上，大殿的下面则有数百名的妇人依序排列地站着，而且每个人都有小孩，抱着他们的脚在哭泣号叫还我命来，还我命来。这些妇人有的是因为女儿生多了，就把女婴溺死；有的是因为家里贫穷，生了孩子养不起而杀掉；有的是因为妻子妒忌且有身孕，就把且腹中的孩子打剁掉；有的是因为怀了私胎，于是就把胎儿毒死；有的是因为争执打斗触动了胎气而使胎儿流产；有的是因为讨厌孩子啼哭、殴打或丢摔孩子，致使孩子死亡；有的是因为照顾孩子不谨慎，而使孩子死于非命。冥王都一一的加以诘问，每位妇人的身上都被戴上了枷锁，而且面容憔悴，身体瘦弱，看起来十分的可怜。郭应凤返回阳间之后，就把看到的情形都告诉了父亲。郭应就把这件事情写在天宁寺的墙壁上，以警惕世人。故事3，妇人杨阿胜自幼贫又病，晚年更狼狈。临终的时候，他自言自语说到：我前生的时候，本来是一位医生，帮病人看病的时候，没有注意详细的检查病情。有一次，有位妇人自称肚子里面藏了毒虫，我也不能分辨她已经怀有了身孕，就马上给她服下原花酒，这样就可以把毒虫打出来。
结果妇人服下原花酒之后，与肚子里的双胞胎一起都死了。因为我看错了病，给错了药，因而就杀死了3条人命呀！阴司的民官就以个杀人的罪名来处罚我。我在阴间的苦受满之后，又处罚我投胎做女人，这一生已经是第3次了，而且生生世世都要做下贱的奴隶，必须经常的忍受贫穷饥渴的煎熬，几乎很少有安宁的日子。我的这种遭遇可以告诉世间做医生的人，一定要以我为戒啊！说完之后，杨阿胜就死了。结于文昌帝君说，儿女不孝父母，自然会有天律来责罚诸路。儿女无罪而父母却杀掉儿女，这就等于是杀天下的人民呀！而且父母欲杀儿女，为何不节制自己的欲望呢？竟然敢杀人而不顾天理，竟是像这种的人，怎么能保证没有呢？我看在丰都鬼城中受罪的人，有很多都是犯了这罪啊，因此看世人要积极的反省觉悟，不要使自己加速的遭到天谴呀！附录净空老法师就庆重所问对堕胎问题的开示摘录自了《凡四训讲记》一书中第343及344页。有一位同修来问我超度婴灵堕胎有没有效，我告诉他没效。你以为超度就没事了？他说那万一这小孩生下来是个残障，那不是很痛苦？不如就叫他不生。我们要晓得，生一个小孩残障，那是来讨债的，你欠他的债，还不让他来讨，还要杀他一条命。换句话说，你过去欠他的债，现在再加上命债，以后更不得了。现在科学家只看到眼前这一段，不知道后世的因果。因果通3世，这决定是大罪。他说小孩还没有成形，只怀1-2星期。我说不行，神是一投胎他就来了，成形不成形没有关系。他一投胎他就找上你了，你跟他过去世就有瓜葛了。所谓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如果他是来报恩的，你把他杀害，恩将仇报，以后变成仇人。明明是叫子贤孙来报恩的，你杀害了他就变成仇人冤家了，这还得了不得了？你做一点功德，花几个钱，安个牌位就能超度没这种事，那是骗自己，安慰自己，不是事实。行多隐蔽，解释行为多是不光明不正大。分析行为隐蔽，例如奸盗邪淫等类的事情，凡是不可与天知，不可对人说的都是然而其中比较大的必定是属于淫秽的事情。所以太上
把行多隐僻写在笋子堕胎之后，是有它的道理呀。故事明朝冒起宗先生说服梁义北有位叫张明三的人，随同父亲官职先调到琼崖上任，所住的官舍就在李指挥住宅的隔壁。李指挥的2个女儿十分的漂亮，张明三就暗中的与他们发生了奸情。后来张明三要回福梁老家，就偷偷的带着李指挥的2个女儿一起私奔，先把他们藏在船里，将要渡海的时候，李指挥急速的追赶而至。张明三这时候无计可施，就很快的把2姐妹推落水中淹死了。10年之后，张明三患了腰痛的毛病，就请了孙医师帮他治疗。在服了孙医师开的药之后，他腰痛的毛病就好了一些。当天晚上，孙医生就梦到自己在李之梅附近的海滩捕鱼，海水中忽然有2位女子裸露着身体向他走了过来，捉着他的衣服说道：“我们2姐妹是海南地方的人，专程来这里为张明三治病的。难道你想要向我们的功劳吗？”因而就把孙医师拉入水中。孙医生惊醒之后，已经是吓得汗流浃背了。第2天的早上，孙医师就把昨天晚上的梦境告诉了张明三。明三就拍胸叹气地说道：“哎，我的罪业已经现前了，难道我的死期快到了吗？”果然1个多月以后，张明三就死了。在西，这是男女间的行多隐僻，而且是互相的受到报应啊。张明三与2姐妹最初偷偷的幽会，而后有一起暗中的潜逃。然而2位姐妹竟然死在张明三的手中，而张明三在10年之后又死在2姐妹的鬼魂报复所命下，可以说是报应的实在太巧妙了，而且丝毫不爽啊！大抵奸淫他人的妻女和害人家的公民，这2件事情是最隐蔽了，也是最伤人心和最伤天理啊！所以奸淫别人的妻女，自己的妻女也必定会被别人奸淫，而害别人公民的人，自己的公民也一定会被别人所害啊！俗话说，暗室之中做了亏心的事情，而神明的眼睛就像表一般的明察啊，所以怎么可以做坏事呢？附录祖师道德开示述则。印光大师说，在凡夫地，谁无烦恼？须于平时欲先提防，自然欲尽逢缘，不至独发。纵发亦能顿起绝招，令其消灭。其烦恼尽不一而足，举其甚者，为财色与横逆数端而已。若知无以之财，
害善毒舌，则无灵财垢的之烦恼。与人方便就近，总归自己前程，则无穷极患难求救，有喜财而不肯之烦恼。色则纵对如花如玉之貌，常存若解若昧之心，纵使昌济，亦作是想生怜悯心，生度脱心，则无见美色而动欲之烦恼。夫妇相敬如宾，是妻是为相济济祖之恩人，不敢当作彼此行乐之欲具，则无寻欲灭身，及妻不能育子不成理之烦恼。子女从小教训，则无忤逆亲心败坏门风之烦恼。至于横逆异端，须生怜悯心，明彼无知，不予计较，又作自己前生曾恼害过彼，今因此不遂还义修债，生欢喜心，则无横逆报复之烦恼。然上来所说，乃抚顺夫妻，若有修大事，能乐我空，则无尽烦恼，悉化为大光明堂。正复高少林书四印光大师说，聪明人最以犯者为色欲，当常怀敬畏，切勿稍有邪妄之萌。若或偶起此念，即想无人一举一动，天地鬼神诸佛菩萨无不悉知悉见。人前尚不敢为非，况于佛天森严处，敢存邪彼之念，与行邪彼之事乎？孟子谓世书为大，事亲为大，受书为大，受身为大。若不守身，纵能事亲，亦只是皮毛一事而已。实则即是见事亲之以体，其不教也大矣。故曾子临终方说放心无虑之话云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无知免夫。未到此时，尚存战兢。曾子谢然，况无备凡庸乎？续父徐书庸书黄念祖老居士说，所以全在当人，全在你自己。你是什么见，你就是什么境界，你就有什么行动，也就是你的下场。没有任何人来管你，都是自主的。地狱是自己走去的，不是任何人拉去的。爆火柱，谁哄你爆的，是自己爆的。看成一个美女，赶紧过去就爆。烧死了，烧死了，风一吹就活。可是这教训完全就忘了。再看还是美女，还要爆，又烧死了。所以众生就是很顽固，千生万死，不能觉悟。不是佛则罚人让他入地狱。地藏经里，佛拜托地藏众生有一毛一尘的善根，就别让他入地狱。所以我念地藏经，看到释迦牟尼佛跟地藏菩萨给我们托行时，老刘眼流。本段录自黄念祖
老居士华严念佛三昧讲记安世全书中所在天狱观自观成时，是得天福轻重缘由，是为因他觉悟方便门害以娑婆国无疑不爱色，上自诸天仙，下至于早师，凡有行事者，皆被也脱密，但其轻重间，不斥天渊得。夫众欲思衰灭，众情偏破，观彼巨盈选，贪心和太可，心造一听狗，群雄爱彻补，强者聚其间，弱者绕其侧，以遂思怨者，洋洋独自的，蛙蛇迷两耳，惭愧全不是。莫有狠心人，大丈欧积极，一片好恩情，恶尽丧魂魄。天上是人间，其理亦可得。更超天外者，如来大威德。四王天刀立天，第一楼探正法经云：四王刀立行欲之时，男女行交，同于是人，而不撇精。夜摩天地二夜摩天上，悉相抱持，或但执手而为就近。都律天第三都律陀天，以嬉笑语，即为就近，不待相报。化乐天第四化乐天中，共相沾视，即为就近，不待教语。他化自在天第五他化天中，单闻语声或闻香气，即为就近，不待沾视。问六天欲念，之际见智轻微，不知还因此堕落否答，但有欲念，无不堕落。如正法念处经说，经云天中大济福，无过于女色，女人服诸天，将至三恶道，开欲观，此观成实，乐物胞胎种种惨状，是为原始习营方便门父母未生前，面目将何在只为投胎时，见欲生贪爱，迎心财一起，忽被惊血盖。从此10月中，四弟还旧债，母热食时，如受火汤盖；母饮冷水时，若卧寒冰块。腹中当包满，顶上悬铁带。五内若积虚，空洞无依赖。当其灵产育，母为父惊骇，眷属照床前，叩首呼天拜。身在两山中，遥遥难出外。入母牵其头，握之如银带。细提触着手，刀剑无能塞。放声哭大哭，痛苦不可耐。旁人不是此，鼓掌皆称快。岂知称快人，当年亦此态。今夜亦思量，堕落真贪怪。此言非一说，吾王经所在。凡夫贪爱欲，生生常困备，无量无边劫，曾见何人待？欲破烦恼君，智者行其帅。主帅是淫魔，魔死于兵败。更将胎形惨屈至陈其盖。珍重世间人，可一不可哉？
以上三则录自安世全书戒除自卫的方法摘录自陈海量大德建设佛化家庭一书子女自13、14岁至17、18岁这一时期中，实为最可怖的时期。做父母的必须特别留意，防他犯受淫。因为男女一到情窦开始，就很容易犯受淫。其动机大抵是被言情小说淫戏、淫曲、淫画以及不良的伴侣等所引起的。男子犯了受淫，必致阴痿经漏，面色苍白，形容憔悴，四肢乏力，时发眩晕，神经衰弱，缺乏记忆力，郁寡欢，食欲不振。女子犯了受淫，容易使子宫脱落，发生阴门炎，处女膜破裂，月经间白带下，头痛腰痛，四肢乏力，皮肤苍白，神经衰弱，记忆力消失。结婚后不易受孕，或受孕容易流产。而且处女膜破裂，日后结婚的时假会使丈夫疑心不真，引起严重争执。关系终身的幸福是很大的。无论男女，一犯受淫，血液就匮乏了，很容易染受风寒、瘟疫、肺痨等症，以致促成死亡。做父母的对于子女，需在适当年龄的时候施以性教育，告诉他受淫的严重性，或够青年健康的关键青春的烈火幸福之花结婚与卫生等性教育的书籍给子女们阅读，使他自知受淫之害而不敢犯。倘已犯了的，就会自己警惕，立志戒绝了。坊间出版的有一部分性教育书，虽然目的在中部青年勿犯受淫，然而字句不够严肃，或者于男女性生理方面做不必要的束缚，于是反引起了青年们的好奇心和幻觉。这种劝告是足以促成他自度的行为。这真是佛经所说的因要成定了。至于上面述者所介绍的4种书，是绝对有利不弊的。戒除受淫的方法已被入一清国，不可过脑。2就寝前用冷水洗涤生殖器及腰部。3就寝时停除欲念，默念佛号，或观想极乐世界，以致睡去。4迟睡早起。5多做轻便运动。6习静坐不静观，参阅在家学佛要点内在的不静就想观。7戒阅淫书，勿看艳情影片，不做会窃语。8晚餐要少吃，凡含有刺激性的东西，如烟酒、辣椒、咖啡、浓茶等不宜吃。结婚后，受淫自然而止。复记忆法华经普门品说，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楞严经说，若诸世界6道众生
其心不盈，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美，本出尘劳，盈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若不断盈，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智者三思复记二理丙南老居士开示念佛法要念佛的时候，要把心中一切的事都要放下，不可胡思乱想，单把六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从心生起来，从口念出来，再从耳听进去，印入心中。必须想清楚，念清楚，听清楚，这样才能得到感应。https://plus.google.com/u/0+10407322415598598. 茅山道士求道即在天道的传道历程中，宗教信徒一直是最难度的一部分。香港有一位占信道亲，对道十分虔诚，一家大小都是道亲，唯独无法度他的哥哥求道。因为他的哥哥是茅山道的传奇人，他的哥哥学道术已经到了可以知道过去及未来发生的事，且用符水起眼后可以看到灵界鬼神，可以直接与鬼神交谈，因此任他弟弟说破3寸不烂之舌，也说不动他来求道。因为道是无形无相，没有有相的法术可以折服他。有一天战长天因为要超拔父亲，于是告诉他哥哥，战长跟你不信道没有关系，但是今天要超拔爸爸，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来。千辛万苦地把他哥哥拉到佛堂，原本希望他顺便求道，但他哥哥死也不肯，没求道不能进佛堂，只好让他坐在佛堂外的院子里。庄严肃穆的超拔仪式开始了。战长天虔诚地顶着他父亲的名，先跪在佛前，心想终于能为父亲尽点孝道，便传师呼仙时，在佛堂外门口处的支里也呼叫他父亲的名字。这仪式叫呼仙，是呼叫亡灵进佛堂以受名师意旨的仪式。这时站在佛堂外面的战长庚亲眼看到他父亲身着污秽破烂的衣服，满面鲜血淋漓地走过来，他一时兴奋，拉着他父亲的手直叫爸爸爸爸，然他父亲理也不理，甚至不看他一眼，把他的手甩开就走进佛堂。他父亲是在共党占据大陆以后被共产党活活打死的，他还记得他父亲临终便是个模样，经过了那么久，一点都没有改变。不一会儿，超拔仪式结束了，他又看到他父亲走了出来，但却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脸上的血迹不知怎么也不见了，全身散发出一种和煦的光华。他又上前去唤他父亲，他父亲不理会，他又拉住父亲的手，父亲还是把他甩开，而跟着一位面容圣洁慈祥的仙人腾空而上，不久就消失无踪了。原来亡灵得道后，便有仙佛来接引，直回离天。这位茅山道士在亲眼目睹了父亲亡灵得道历程，不得不相信天道虽没有神通法术，但确实能超生了死。于是急急忙忙地冲进佛堂，我现在要求到每个人都以为他在开玩笑，刚才劝你老半天口都说干了，说什么你也不求，怎么现在突然要求了？于是他将超拔时他在佛堂外所见到的一切从头说起，他们才相信他真的要求到了。战长天心中激动不已，一方面欣喜他父亲已超生了死，另一方面他哥哥终于要求到了。便传师随即为这位茅山道士准备办道，他终于跪在弥勒祖师面前，步入弥勒慈悲的大门。而当点传师传三宝时，他竟然看到观音菩萨现身，借着点传师的肉身来点道。他惊奇的目瞪口呆，突然说：“等一下！”他们以为他又反悔不求了，没想到他说这么好的道，我要把全家都带来一起求。于是他立刻赶回家，把全家大小都带到佛堂来一起求了个珍贵的大道。求道以后，他深刻体认到道术虽然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但却不能超生了死。学了一身道术而脱不了轮回，学得再多再精都没有用，所以不久把他的徒子媳孙们都带到佛堂一起求道。从此弥勒门下又多了一批生力军。资料来源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133,827,180,120,995 and it equals 100,562,308,700。庄子新增了5张星象片。5月15日12点07分。上次在前30公里1公，30公，30公，郑老师前里1公。老师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吴明以及各位意见的同学们，大家晚安。晚安。大家都成满了上天的慈悲，是这个慈悲。那么今天又到了我们共同来探讨在我中华文化的这一部易经。那么待会我们已经进入到54县跟64话。我们待会
就是了解到第3个8个卦，临卦，内卦都是临卦，今天我们从第4个卦震卦，那外卦当然是不变，那等一下我们再跟诸位稍微重复一下，请大家一样分来看一下预算好了，诸位我们从预算看到第3页到第5页，第5页。这边这首歌是第13义是作者以及先天八卦的简定，调性同相逢。那么同相逢也是一首老歌，那么里面的歌词当然不一样，我们先听一遍，然后再来看2遍。
就如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在变，可是变中有常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在变，可是变中有常，在变化的当中有一个常而不变的道理也就是说，今年有春夏秋冬，明年也有春夏秋冬，年年都有春夏秋冬，这就是不变嘛。所以《易经》告诉我们，就是天地万物，天地的大自然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在变，可是，在变的当中有一个不变的法则，那就是真理所以永恒，《易经》它是永恒不变的。虽然人之间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万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可是变的当中有一个不变的真理所以孔夫子在《系辞传》里面才提到生生不畏不畏地生生不息，自谓地嘛那么宇宙的体验易经就是告诉我们整个宇宙的形成变化那么今天我们无极限60卦如果跟诸位报告完毕，我们稍微赶一下可能在第2节课就会我们会进入到这个元会议事。元会议事就是宋朝时代赵康典先生他以12地支创造了12元会也就是哪一年走到什么卦，哪一年走到什么卦再跟诸位来报告一下那么宇宙本体元，什么叫做宇宙上下四方叫做宇，往古来今叫做宙也就是时间加空间那称之为宇宙，也叫天地那么所有天地万物都是一气所化，一股真性情所谓的一气流行贯三千，此方是为常道玄都是由一气所化那么我们人有先天的来到后天，对不对就是我们的性，先天的佛性来到后天的一个父母亲生给我们的命那么这个命呢就是这个是性，这个是情这就是所谓的一股真性情。那为什么我们的命叫做情六祖坛经里面就有提到，有情乃下种，因地果传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情的众生，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情的众生，我们才懂得修行所以呢这个一股真性情那么第2首呢伏羲圣俯仰常以观，画卦领天道伏羲圣当然是指伏羲圣人易经的开基元祖，同时也是天道的第一代道主。天道的第一代得作就是来自于前几年伏羲圣人伏羲先王的尧舜故通文武九宫罗柱空柱完为诸书简柱脸柱这是天道道脉继承的圣人那么伏羲圣人是天道的第一代的道主所以孔夫子呢在《系辞传》里面有提到夫则包羲氏之望天下也，两则观象于天，辅则关怀于地，观鸟兽之文一地之矣。然后尽其诸生，引其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本领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是孔夫子呢在《系辞传》第14章第2节他赞叹了伏羲圣人一画开天所创的这个先天八卦那么画卦要做什么？要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就是我们透过卦可以跟天地通就如60卦里面有一个折三显的卦，显就是感通，显数也通也我们人跟人怎么去感通？我们人跟万物怎么去感通？我们人跟天地怎么去感通？我们人跟仙佛怎么去感通？60卦里面有一个折三显的卦，我们如果研究到哪个卦，我们就会更清楚所以呢
不是说有一卦卦要让人明天到，明天到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要让我们明白天地之道。如果咱了解天地之道，因为天有互生之力，这天造不及温，温不及温，对吧？天它有好生之德，就不杀嘛，不杀就要素食嘛，那如果提到素食，就牵涉到宗教了，对不对？那么或许从28岁就素食了，我记得8岁我就瘦起来，但是嘛，7岁就刚刚5年，那么我说到这，他卦明天道，就是要让我们了解天地的道理，那么地有造物之恩，有养物之恩，那我们人呢，基于天地阴阳之中，我们人每天都跟地合而为一。咱大家都把地涂骹颠跑，咱来了解地的这个，坤卦就提到，地是坤，君子以后的载物，那我们如果联系到坤卦，我们就会更清楚，这句话非常大，老子在《道德经》里面也有提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德，德法自然，就是讲咱人要学地，用地同咱做伙，我们第3首的最后一句有没有？坤罗顺纳万象，坤卦它有容乃大，对不对？它可以包罗万物。我们就是要学坤卦的德性。那么第3首呢，我们刚刚讲的卦明天道就有2种解释嘛，一种解释就是讲天地之道，对不对？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指天道，天道就是天德，天德一个团呢，道理就是天地大自然的道理，回性命不为开天修统先天的八卦。后天就是天德给感得重，记得我们在前几堂课有跟各位提过嘛？根据本册应该讲是天德一本大经典的，如果说天道的弟子没有去接触它，没有去研究它，那非常可惜，很有可能会被应用到术那一方面去了，那种术也是易经里面的其中嘛，可是呢，易经里面谈到这个行善之道的广大无边、浩瀚无穷。好，第3首，第3首是讲伏羲9天八卦啦，乾刚健一之强不行，乾卦的大象子就提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行嘛，乾卦有刚健之德，兑卦有愉悦之德，离卦有利民之德。震卦有震动之感，巽卦有无怒之感，坎卦有现显之感，艮卦有静止之感，坤卦有柔顺之感，这都够回来嘛，好，那么至于往后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进入到中体班的话，我们在中体班的课程里面会更详细的再跟诸位补充解释这个易诵。我们有说过嘛，易诵里面的歌词，如果我们把它分解以后，有助于我们研读易经的提升。如果所有的易诵的每一首歌，我们都把它解释过了，我们就懂易经的啦。好，我们这样子把这个易诵带起来。我们按照讲义的这个24页伏羲先天60卦，今天我们还是停留在伏羲先天60卦。我们尽量稍微把它改一下。慢他拍引拖等就画出来。那么这位同学有没有看一下他的解释？这样做法就会有印象。那么鼓励大家把它看一下，或者是往前看如果我们过去是没有这样子看，另外我观察大的读册写这来这么出来，我把这个读册过来，安尼叫做作弊啦。这样的话，我们之前呢，在初级班，我们过去在初级班结业之后，还没比如都不知道怎么叫做易经，
等到中级班以后，稍微再用一点点的心再来补充。好，诸位有空把它看一下这一个里面的解释。那么待会跟诸位提到第3个卦就是这个离卦嘛内卦分别有几位学员来我们稍微补充说明一下。伏羲现在64卦，它的组合就是2个生化卦把它重叠把它重叠，外卦都不变，外卦还是一样伏羲先生8卦，乾金兑壬离山震巳巽午坎六根气坤宝那么内卦第一个8个卦内卦都是乾卦，因为第一个卦是乾卦嘛。那么第二个8个卦内卦都是震卦那第3个8个卦内卦都是离卦，那当然外卦不变待会如果没有来的我们这样的话应该就有印象。那今天我们从第4个卦内卦都是震卦那相信做的回去也有把它画的啦，有微微的但是咱大家先了解这个卦象嘛了后就了解卦名对不卦象你知影怎样做好，但是卦名当然咱有切通看，但是呢咱要上课当中就是小可顾一下增加你的印象好第一个卦外卦是乾卦，内卦是震卦乾为天震为雷60卦的组合就是这样组合起来的第一个卦叫做无妄卦天雷无妄。那么无妄我们就会联想到有一句话叫做无妄之灾，对不对？以卦来讲就是这个卦无妄之灾这是不好的呢而且说不好的呢动与天理动与天理同一个卦有它好的一面，有它不好的一面。如果往后我们跟这个上到普世只是我们演出来的一次卦反映我们的现象，反映个人的现象由现在去了解过去，由现在去追未来当然人生在世吉凶祸福对不对，在所难免那么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同样一幅卦我们可以往好的那一面去解释，可以往不好的那一方面去解释，然后再综合去论断那么圣人在任何一个卦里面，他都把我们那一个不好的点出来，让我们去改变，对不对让我们去未雨绸缪。那是对他变出来卦能够好的都不在其他好的在跟他欢喜呀对不圣性里的时光把这个大给它降出来回来去改变，这样的话才叫做趋吉避凶那么以后我们如果研究到这个普世就会更清楚这个卦叫动与天理，因为内卦是震卦，震为动，外卦是乾卦，乾为天，天是为真理所以雷动，那么天呢在外卦叫做动与天理也就是一个人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合乎于天理这是好的那一面。当然这个卦是非常大，无妄就是无妄想无妄念对不对无妄想无妄念对吧心就清清净净安尼不散了不散了对吧这个叫无妄卦增加所有的印象好，那么第二个8个卦叫做泽雷水，对为者嘛，对不对？正为人这个卦的这一个卦名叫水卦，水就是跟随，水就是随顺水意随和，那这个卦应该就不错，对不对？可是我们要跟随的人，要跟随的对。我们如果跟随错了，那会有事以其随人者必有事以其随人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也要有智慧，对不对？我们要跟着人家走，也要智慧去判断，不然的话以后会有事。最后呢，读易经，对不对？也要用智慧来判断，智慧来到易经的教室，就可以开始去顾忌了。你得让老师勾给啊，对吧？这个老师观念有健康的，健康我有对手来看，然后健康我们就适当得进，退到得退，对不对？可以啊，那我们在其中有一个学生在我们跟诸位讲过他俩上课都是做笔记的他是坐在椅子上他是在最后面记得我们那一班呢有80几位或者在屏东是有那个预防空屏东只有说天空的，然后他一个大那种大教室，我们在那里开班或者在那边开了7期7期，那么那边当然人数就是比较大班嘛那一班记得有80几位其中有一位他来上课他都不做笔记，也不坐在椅子上的，他是在后面站的那么有一天呢第一节下课的时候或者就到后面去跟他谈一下或者就跟他说这位先生你上课的时候呢还有座位嘛就坐的比较轻松嘛，他站2个小时，对不对？他说或者是好奇心嘛，关心他都没有在做笔记嘛，或者也是现在问他说，那你过去有读过吗？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你在做笔记？他说我不是要来读易经的，你往后面呢？刚你往这里呢？我就讲他说他不是来读易经的，那你是来做什么的？他说他是要我看老师的观念有没有正确的。我都会一个比较差不多高第三段我讲你讲讲的一个晚餐安尼啦中级班结业然后中级班呢又来中级班又来他又到了又不坐在椅子上，又站在后面我们知道12周呢，中级班12周，中级班12周呢然后又结业高级班的时候又来高级班又来报名，或者就再去跟他聊一下，或者就问他说各位先生那你从初级班一直观察到现在，老师的观念有没有正确？老师的理念有没有正确？就拍水他们，我说那有他本来以他接他来啦，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来做椅子了，有这样的学生呢很奇怪他智慧很好，他虽然没有在做笔记，他都听得懂他非常优秀的非常优秀那结业的时候当然有请他上来做一个新的报告下给所以我们如果说比较厉的他来了那就他就知嘛咱若讲做讲咱家己希望较认真一下咱就较认真一下就对了对01年之计21年之计千计个人出贼心无不勇，心有不勇这是在那个《论语》里面有提到的嘛我们就是教练的话跟得上那么这个跟水就是跟水，为什么这个卦叫水卦？因为雷，对不对火就是虎嘛，有虎的地方就容易打雷所以它是有引水型的火雷是火火雷适合这个适合就是实验适合实验这个卦就是圣人在60卦里面告诉我们怎么
么吃东西的话，你讲物件嘛，那些人很感对不？现在非常讲究的养生，对不对？日本人讲咱要食饭，一嘴饭爱破50个才吞了。日本人我是听我大哥受过日本教育的，因讲较早日本人教因讲要食饭，一嘴饭爱破50个才吞了。因为我们有个唾液，它会把那个放氧化，然后产生一种化学元素，然后对我们身体都有帮助，而且对胃也很好，那如果是现在的话呢，有点困难，为什么？现在工商社会，时间就是金钱，对不对？三边头很重，根本去背的就被上班啊，对吧？为了开车那两物件拿回来，要基本补那些，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就是把它搅一点，然后吞下去，对我们的身体有帮助。圣人在这个卦里面告诉我们怎么吃东西，表面是告诉我们吃东西，其实我们知道圣人讲的话，言在此而意在彼比如说我们读易经来讲，易经是一本较简单的册，对吧？如果看落去，我感觉无啥好算的，嘛无啥简单的，因为至少要记8卦，要记24卦，对吧？那会当一个卦家会晓念他们就好了，当然这个方法用一点心，我们投入多少，我们就能够得到多少，这个很现实的。我们用多少的心，我们就能够回收多少，那么这个可能是这个表面上是告诉我们吃东西，其实不是啦，言在此意在彼，就是说，根据本册更简单，如果咱读落去了后，发现嘛无讲遐尼简单，对无？但是嘛无再困难啦，但是咱豆腐出脚，这个注意就出来，就是这个卦。豆腐，是不是适合卦？对不对？适合时也，就是达卦论里面说的嘛。达卦论就是一个卦用一个字或者2个字，将整个卦行打带出来，有卦我们点睛一般。适合时也，必无受也。兑现的信徒也，古人次也，多半也，不完也，这一方面我们教的嘛，打卦卦，这个卦就是吃东西的卦，好，我们要养生，要吃东西，对不对？可是我们要养心，要养性呢，我们要研究真理，那就是我们精神的粮食，好，正卦正为雷。内正，外正，对不对？当然它是为这个雷，正为雷。好，风为地，风为地。之前我跟各位提到一个三得损，对不对？这个是风为地，风为损是损下益上，风为地是损上益下，这个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进入到中医班，我们会更详细跟各位解释这2个卦，风为地跟三为损，水为损，水为损，外卦是坎卦，坎为水，另外是震卦，震为雷，合起来震卦叫土卦。这个土的意思呢，就是困难，挺顿的意思。这个水为土，它是64卦里面的4大难卦之一，4大难卦之一。4大难卦，当然第一水为土，对不对？这个是困卦，第二个是困卦，第三坎卦，过来水三减，这4个卦，水为土、困卦、坎卦、水三减。观世音，南无佛，举
佛有因，与佛有缘，佛法生缘，常乐或尽。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从心起，念不离心。文往正人兼忧以安，系持系人事，也就是文往正人被纣王关在忧郁城7年，他内心受伤了，那就是这个民意卦，民意卦整个卦都是在讲商朝末周朝初的事情，第一爻就是讲姜太公，第二爻讲文王，第三爻讲武王，第四爻讲这个微子跟比干，第五爻讲这个姬神，第六爻讲纣王，这个以后会写出来，给诸位了解，好，四个难卦之一就是水雷屯。以后我们如果研究到这一个洛书就是所谓的九宫，洛书演发成文往后跟八卦，文往后跟八卦北方的坎卦，跟这个东北的震卦，跟这个东北的艮卦，跟东方的震卦，这是东，这北，当然后面八卦我们还没有研究到了，好，这三个卦，艮卦合起就是水雷屯，水雷屯，对不对？这个书是北方的坎卦，对不对？这个书是东方的震卦，东方的震卦，这个是不是东北的艮卦？所以这个卦里面有这三个卦，东方的震卦震为木，木要震到土里面，那水再来给它滋润，这个树木才能够长成大树，这两个话，这棵树木它如果不种在土里面，它种在盆栽里面水根的话，那这棵树木当然不能长成大树，不能成材，所以文往后跟八卦，这是1，这是8，这是3，它的数，那么老子在《道德经》里面提到，道生一生二生中，3生万物，就在讲这个卦。文往后跟60卦，这个水雷屯都排在第3卦，道生一生二，二生三，三就生万物，那么这个地方还要28易位之前之后，这个当然我们在中品班有一个专题会跟诸位来做报告，28易位跟79易位，好，我们就尽量简化了，不要讲这么多，这个听起来好像复杂一点，我们简单把它了解这个卦名就好，好，这个卦叫三雷雨，雨的意思就是阳，大阳，以养，对不对？养心、养生、养性、养正气，就是这个卦，养贤、养正人，三雷雨，那么提到这个卦，我们不能一般想到文往后跟八卦，文往后跟八卦的东方是艮卦，东北是艮卦，对不对？就是这个卦，三雷雨，这个是东方的震卦，对东北的艮卦，那么艮卦它有辰中兼辰始，艮为中，震为始，中艮为始，始终如一，这个是开始，这个是中，始一中一或始终如一，就这个卦。如果我们研读易经，能够始终如一，哪怕不懂易经对不对？三雷雨，好，再来就是地雷复卦。好，地雷复有跟诸位提过，文往正人被纣王囚在有里7年，他就是演到这个卦，亲自来复，他就跟他儿子得意好说，你不要看我会被关7年，确实就被关7年。为什么地雷复卦
就会背光青年，因为一个卦6个爻，第7爻就是第1爻，而第2卦的第1爻又是第2卦的主爻，又是辰卦主的爻，所以重点就在这一爻，那叫7日来复，复就是恢复，复就是还本复始，复就是恢复我们本来的面目。老子在《道德经》里面有提到反复章，就是16章老子《道德经》的16章叫做反复章。老子他说：“自虚己，所进度。”看到刚才我的课文的翻译，必须的修静道，那个民众可以观其后这个话。好文文各位基金，比你到前后边的上，比上后边，比上动作用，比上用那公那公那天那个那就不心不呆。那么不心不呆就讲到我们的佛性，我们要怎么样来恢复？恢复我们的本来的面目，叫做不心不呆。我们的佛性再胜不争，再反不减。那么提到《道德经》，诸位有空也可以把它接触，去把它了解一下。好，这8个卦，就是由正卦演变而来。那么再来就是第5卦的巽卦，对不对？好，我们把这个擦了。因为巽嘛，前1对2离3，正是巽午，外卦都不变。那么内卦就是巽卦，内卦通通都是巽卦。好，那么下一个礼拜如果没有来的这样的话应该就能够去理会。外卦都不变嘛，内卦都是巽卦、地卦。那么外卦是乾卦，内卦是巽卦。乾为天，巽为风，这个卦叫做天风姤。那么这个姤，它的意思就是相应。好的是相应，不好的呢是遭遇。我们有说过一个卦有它好的一面，有它不好的一面。那么以后我们研究过易经之后，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去用卦，或者是我们演出来的一次卦，我们要怎么去用卦，我们要对卦用的，这个很重要。咱演出来卦，咱要它用卦，咱也有生机不再给出来。咱能用卦用力呢，那就宿命论了，对不对？所以呢，圣人在一个卦里面，他都告诉了我们不好的一面，除了不好的一面，也有隐藏无穷的生机在里面。那么以天龙卦的卦是相应好的，不好的是遭遇，对不对？相应就是有如我们诸位，对不对？我们大家透过易经的应验，在这个地方相应，那一卦来构成这个卦，对吧？好，还有一个卦叫相继的卦，则地萃，萃就是萃句嘛，这个卦是相继的卦。我们有缘来相应，我们又有份来相继，这个是有缘的卦，有缘的卦。这就是五分的卦，有缘但是无分，对吧？我们这一班有一位学员，他已经2堂课没有来，跟今天晚上3堂课，今天下午或者打一个电话，跟他联络一下，关心一下，对不对？然后他当然有事，以后都不能来了，那非常可惜，有缘可是没有份。对不对？好，有缘种了一个有缘的种子也不错，对不对？以后我们就等待
它这个种子在发芽，那一定要时间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可以把握住这个因缘，假设说我们往后初级班结业之后，我们又有机会进入到中级班的话，我们就继续在中级班的课程里面又来相继12周，那就是这个话，对不对？那么夫妇两个人是能够结为夫妇，就是有缘吗？可是呢，现在我们台湾的离婚率非常的高嘛，如果我们发现到大家有人来相遇，就珍惜这个姻缘是否人为嘛？以后我们要好好去相信这样的话才能白手写完嘛。所以我们读易经的人非常棒也就靠这2个卦，对不对？那我们山东也有夫妻档的呢，那以前我们的易经班的学生，有的是太太来读易经，先生没来，以后他就鼓励他先生来，对不对？两个人的理念都共同，讲话都能够契合，都有交集的。那么他先生来读易经，他太太没来，以后他就鼓励他太太来读易经，他两个人我两家一个对，我考试班才进的对那些老话对不对？那么就这样子啦，对不对？我还没开口，他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当然就能够契合，对不对？来口看对，多方大祸，同时也是你做我们的。多方大祸那么大祸就是太后，它的意思是太后，外卦是背卦，内卦是巽卦。对它的口向上开，巽卦它的口既向上，它的口向下开，产生一个违背相违相违大祸的意思，犹如孔子在《论语》里面《述我篇》16章所说的：“教我数年，50以协议，可以无大祸。”这个大祸就是呢所谓的光果卦大祸卦是光果卦那么大祸为太祸大祸在里面提到大祸天也。为什么提到大祸天？我们讲过，大祸卦用1个字2个字把整个卦含义把它带出来有5卦我们点睛一般。大祸天也就是讲大祸卦，它是呢背向背两心呢相违，都是违背的所以才大祸那么如果能够把它颠倒过来，把这个背卦颠倒过来，颠倒过来，把这个巽卦也颠倒过去，那变成什么卦？变成中午卦，对不对？中午就是个诚信的卦中午就是诚信之卦，这是50的卦，这是15的卦所以孔子在《论语》提到50以协议，可以无大祸的时间来卦我们在中级班课程里面有一个专题就讲这2个卦的我们现在是简单了解一下就好好，那么再来就是火风鼎火风鼎，那么这个鼎是这一个煮菜的器具古代宫殿都有这个鼎，它是3只脚那么现在这个鼎呢还有那我们在民国92年我们去周游列国，就是我们去走当初孔子所走过的路线我们到这个山东山东有一个齐国博物馆它中有一个龙山文化那有一个齐国博物馆，
里面好多物品，基本上过动的，大些都有足者哦，关于三只脚啊。那么这个卦就是圣人告诉我们怎么煮菜的卦啊。那么过去我们有学生啊，他是女孩子，50几岁，他研究到这个卦，我想讲煮饭煮几世人啊，就个姓名教我煮饭对无？也对啦，咱较早知影姓名是足杂臭的啦，别项伊就要参加了对啦，这个卦里面从第1爻到第6爻都告诉我们怎么煮菜，我们煮出来的菜，我们怎么端到客人的面前，煮出来的菜是不是有色香味？色香味都齐全，这个卦当然这是在高级班，那么再来就是雷火风，是雷，这个卦的卦名叫这个风卦，风则大也，雷火风的意思就是大，丰富嘛，对不对？丰盛嘛。那么我有这个把它排在55卦，56卦就是火山离当然我们可能研究到火山离56卦雷锋这个是56卦，雷锋呢是32卦，这个是雷锋肯错了那么雷火风的话是在这个第3卦我们讲过了谢谢雷锋肯雷锋肯它是第3个卦没错，谢谢雷锋很顾名思义，它是这个很久永恒为成功之本第31卦是折山乾所以我们刚刚讲过它是感通的卦感通的卦。那么雷锋肯它是32卦五种正常排在32卦所以31卦就是告诉我们怎么跟天地、跟万物、跟仙火去感通那么这是一种意境我们研读易经对不对不是白纸黑字一定要培养我们的意境。那么我们的意境能够有一种感通的话我们就能够持之以恒，对不对那么才可以有后天返回先天。我们知道后天60卦这我们还没研究到上经从乾卦讲到30卦离卦，就是告诉我们从天道来到人道下经从31卦折山乾32卦的雷锋肯告诉我们怎么样由人道再返回天道那么折山乾跟雷锋肯这2个卦就非常的重要。我们人要有后天返回先天，一定要有这2个卦为基本条件，有条件的好，那么再来就是这个巽卦巽为风巽卦巽为风，没有巽卦巽。再来水风井水风井，井顾名思义就是水井嘛，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卦它是一个真理的启示，井井里面的水，我们知道我们不断的去取出来用，它会让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如果没有去取出来用，很有可能这个井水它会
枯干，或者是这个水层它会走位啊，那以后就变成废井，变成实井，变成枯井啊。那我们如果不这样的取出来用，这个井绝对不会枯干的啊。有种真理，我们不断去探讨它，它永远让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尽啊。那提到井，我们在民国92年去周游列国，我们到山东这个曲阜，就是孔夫子的故乡啊，有一个孔庙啊。孔庙当初孔夫子所用的那一口井，现在还在，2500多年了哦。这里过去要比哦，这个如果到孔庙大门进去就是一个古井在那里啊。那么现在没有人用它，无人他提出来用，一边头用那个板啊哦，搞炸的，给人落的，给人干面干的嘛。可是可以看得到嘛，里面的水还清澈见底呢。哦，可见现在一靠这个水偌好，对不？两千几年一个这个水那么大，啊，那么这个井呢，啊，就比较过去或者去当兵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澎湖，啊，我这边去陪我到4个月，啊，我们是那个陆战队，啊，海军陆战队，如果听到海军陆战队，可能会想说，老师你这个品格，对不对？开始就到表到背影啊，看到起步在国行嘛，但是班上速度再紧啦，动作都非常的定啦，把我们在澎湖住14个月，我们刚刚到澎湖的时候，我们那边没有浴室呢，都到外面去洗澡然后那边老百姓的那个菜园都有水井，我们火锅料，我们可以来锅底它就有锅，这个过的时阵我那个水上办得去溜起来，空无水刚看过有水，我们办得溜起来，过无水后来我们那个老兵都不跟我们讲，要让我们自己去体会啦。原来就是那个水桶办落去咱小个丢叮当，迄水桶在爬过，爬过在这乌着水啊，对不？阮尾也无办个甲丢叮当，水桶就爬过啊，爬过我就卡着水了嘛，溜起来，溜起来到顶头剩半桶，因为靠着迄个锅气的管，水就出去嘛，一桶平平溜起来到顶头剩半桶，这就是技术了，所以我们在过去新兵刚过去就是不懂，所以我们在小汉这个卦呢，里面就是有非常深的哲理在里面，就是讲这个我们要取这个井，我们知道井水在井底没有作用嘛，一定要经过人把它取出来，它可以浇花，可以灌溉，可以让我们使用嘛，那我们要把这个井里面的水取出来，一定要有什么工具嘛？要有水桶，对不对？因为这个水这个巽卦巽的五行水木嘛，古代的水桶都是用木头做的嘛，不但有水桶，还要有绳子嘛。古代的绳子不像现在的塑胶绳子。还有马桶，对吧？也是木马，有水桶，有绳子，还有什么？还要有人嘛？这一定要配合嘛？那这样还不够，还要有技术嘛？但是我这个鬼最上长的溜起来康，对吧？所以有水桶，有绳子，还要有人，还要有技术，还有一种就是呢。我们要去取水井里面的水，我们要先观就是观察这口井的深度。我们准备的绳子不能太短，你太短根本就拿不到水，对不对？这就是智慧嘛。我们再想看这个卦呢，对不对？好，这样的话就增加这个印象，水风井，然后山风谷，
77年大家都正风险，6合彩啊，后来变成6合彩啊。那么股票市场三级票，民国77年、78年飙到12000多点，民国79年开盘就大崩盘哦，那时候，那么正风股啊，投资公司呢，投资公司有正风险啊。那几年，民国77年、78年、79年那几年，人们的心都趋向一种功利的心态，啊，想要捞一笔，啊，可是三龙股这个年运不好，77年是76年，啊，76年水湾井，啊，我们刚才讲过，井是真理的启示嘛，啊，假设我们在民国77年之前有研究真理。到这个到民国77年之后这几年的现象，我们就不会跟人家一窝蜂嘛。还好我们那时候就研究易经嘛，民国非常文明啊。后来带了另外一位恩师开始研究易经，对不对啊？那我们就知道啊，后来那几年的现象啊，而我们都旁观者清，所以我们就不会跟人家一窝蜂。啊，那么这个避风针啊，避风针啊，不是1978年嘛？啊，那年历就是这样子来的啊，民国78年啊。那么生顾名思义就是提升嘛，啊，避风针的必要叫引申，必要的老子叫引申，就是一点爱铁锨的嘛，引申一点爱铁锨啊。我们知道，地方中外卦是坤卦，坤为地，对不对？内卦是巽卦，巽为木。好，这棵树木在地底下，那这棵树木在地底下就不是木，它是一个种子啊，一颗种子种在地底下，有一天它就会长出这个新芽。然后往上去提升，所以这个卦叫升卦，对不对？好，所以古代圣人他们在画卦取卦名都有它的一种含义在里面啊。那么假设民国77年的年运很好，民国78年会更好，然后民国77年就是不好啊，78年就更不好。啊，不好的继续提升嘛，啊，这是第5个卦啊，这个巽卦啊。好，第6个卦是坎卦，第7个卦是艮卦，第8个卦是坤卦。那么我们在第6节课把它讲一下啊。那第1节课到这里，我们超过6分钟嘛啊，我们休息10分钟啊，到这个9点15分我们再继续第2节课啊。向老师学礼高。谢谢老师。我们这个没特别
坎卦啊，这个不是巽卦是坎卦啊。天水重，乾为天，坎啊为水啊，这一卦叫讼卦，讼就是诉讼嘛啊，因为天之气轻轻有上升，水它是往下流，也是呢产生一种上下为形啊。那么人跟人之间如果上下为形，讲话不能没有交集点的时候，那就像手嘛啊。那么人跟人之间如果有争手呢那通常就严重一点，就让我跟人家一起跟爸爸得水困这个卦叫困卦四大难卦之一，对不对得水困因为水已经呢流出这个湖了这湖里面已经没有水了活水未尽活水未尽。那么有一个卦叫水火既尽，对不对是坎在上，火离在下，那叫既尽。如果是火在上，水在下，那叫未尽雷水结累积盖累积害都对这个文字雷水结雷水泄有两种读法意思都一样那么解顾名思义是解决一切困难，对不对那么这个雷水结解决一切困难，第一要有智慧，对不对？所以坎卦，坎为水，就是所谓的智慧水而且要有正确的理念，离卦为火那么要有光明磊落的正心那这个卦合起来就是雷水结这是在40卦吴往夫人所编排的40卦39卦是水山简，我们刚才讲过的水山简这是四大难卦之一，对不对？困难的卦那么吴往夫人他启示我们人碰到困难要马上想办法来解决，所以这个40卦才排了一个雷水结，对不对？不能拖太久这个困难要赶紧想办法来解决，不要拖伤久，因为夜长梦多所以当初呢这个他编排60卦的精深妙义，它是反映我们人生百态当然我们现在是在无锡先天60卦它为题风水患这个患的意思就是患战患战兵事就是有很多的卦，也叫卦传因为内卦为坎卦，坎为水，外卦是巽卦，巽为木，那古代的船都是用木头做的那么这颗木呢行在水上，它是犹如一艘船，犹如一艘独木舟那么犹如一艘法船要是真理到处去悟天之德到处去这个宣扬真理所以这个卦叫患卦，患就是患战，叫兵事坎卦坎为水包括是艮卦因为是坎卦山水蒙这是吴老师把它排在第4卦。吴老
后面第四卦的第四卦，乾坤屯猛，心受司马。猛就是启蒙启蒙山水蒙就是教育如果有人问我们某某人听说你们读易经，164卦里面哪一个卦提到教育的卦，就是山水蒙那么山水蒙这个卦里面有2位老师一位就是第2爻山水蒙第2爻高蒙都是用爱的教育那么第6爻是吉蒙吉蒙也是用爱的教育，但是吉蒙顾名思义割肉也必须。为什么？如果在学校碰到那个牛头班的，你不用这种老师可以吗？对不对？还是爱的教育，可是呢，赏罚要分明所以分蒙这个卦里面这是一个教育之卦有2位老师，一个是高蒙，一个是吉蒙再来就是地水师地水师就是民国85年的人运那么85年我们台湾的举办第1届民选总统那时候很登辉对不对对岸兴师动众，文攻武赫，就是在民国85年因为呢兴师动众，所以叫做师卦这是民国82年、83年84年唐官跳过去在民国85年、80年、79年、81年因为这就是这样来的，很简单第6卦好，再来就是第7卦，第7卦就是艮卦艮为山外卦是乾卦内卦是艮卦全部都是艮卦艮为山那么第1个卦外卦是乾卦内卦是艮卦，这一个卦叫做天山艮天山艮是民国86年的年运，对不对那么民国86年我们讲过了吗？台湾发生口蹄疫大流行，就是在民国86年艮就是艮费当初台湾省长是宋楚瑜，他是送到美国去度假1个月那么这个卦就是印证的卦我们知道老子的思想，他是以退为进，以不变应万变，以无为而无所不为，他是以静气之动那么这个卦老子《道德经》的第9章，他就有提到其人之不如其义，谁人之不可分破，一方动莫其人秀，富贵之骄，自为其咎，公平名随心得，天之道它启示我们人生，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要懂得急流勇退如果我们不懂得急流勇退，很有可能粉身碎骨也说不定。我们换点我们台湾的政治，对不对？政治的路如果不懂得急流勇退的人，到后来粉身碎骨的很多天干正。那么得三贤，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个卦得三贤反通的卦，它是无心之感无心之感非常快那叫贤我们知道整个宇宙因为
性，对不对？甚至于呢，所有的星球，有一个星球叫做天狼星，那么天狼星它离我们地球多远？有8.7光年，有8.7光年，这么远，那么光年有多远？我们知道，1分钟有60秒，就是提到光的速度了。光1分钟有60秒，1个小时有60分，1天有24小时，对不对？1个月有30天，1年有12个月，光跑1年，2光年，8年，天文数字了呢。那么天狼星离我们地球有8.7光年，我们有时候也看得到呢。你可以看得到，就往观众呢，我们的肉眼也看得很远呢，对不对？那么我们为什么看得到？就是天气好嘛，天气好无云，那就看得到嘛，对吧？那么这个卦就是告诉我们要跟仙佛能够去感通的话，我们内心里面也不能有污灵嘛。我们内心里面的污灵就是贪嗔痴爱、脾气毛病、痛苦烦恼、心行跟六欲。这个要把它淡化，人等前日到往走刚点，对吧？按照定贤者数年，贤者通也，这个卦那么再来就是火山旅，这就是民国88年的两定，这87年嘛，火山旅，民国88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嘛，旅过去是旅行嘛，轮回嘛，漂泊嘛，对不对？那么这是1年的人运，我们等一下分注意报告，年会运势10人运。长离温嘛，因为听到温山力嘛，这火跟里面有8个大后，有8个大后卦，大后卦是光头卦，南末外出民国88年，我们台湾发生921大地震，有2000多个生命去旅行嘛，另外土耳其也是发生大地震嘛，也在民国88年，雷山小构，雷山小构，我们就知道里面有一个大后卦，有一个小后卦，对不对？大后就是大后臭，大后，就大后臭，小后就是小后臭，大后就是太过。我们人如果太过聪明的话，很有可能会聪明一时，糊涂一时所以呢，张国刚才告诉我们大过非也。假设他能够180度颠倒过来，那是被征服嘛，对不对？小过卦无有这人把它排在62卦，63卦就是气机，气机就是一个圆满的卦，那无有这人他启示我们人生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过不要忘，小过不断，大过不忘，小过不断，还可以达到寂静。犹如佛家所说的，我们人可以带业往生嘛，对不对？好，这个是风山剑，90年，对不对？39年见过我们讲过了啦水山简水山简这是困难的卦是当然卦之一，民国91年艮卦艮为山第三千第三千92年93年这是第8个
这个必须走8个卦好，我们就把卦理了解就好好，第8个卦就是坤卦我们把老师等一下，那个第7那个卦名叫做什么？艮庄正嘛。艮为山这地方写的是正庄正的。你看。对，对不对？正庄正，刚才这2个从艮，从艮就是2个艮卦从北。对，就你看这个刚才那个也是，对，那个非常这个名字不大一样，不大一样，意思都一样。从艮就是2个卦从北，有的他不写艮为山，他就写艮卦，帮我们卦。我们讲说怎么跟这个来自古代音的主动北地为东啦，好，这个第8个卦坤卦我们用这样比较快并表天地理天地理体就是不沟通天不去上升，地是去下，纵轴和下坠那么轴地萃我们刚刚讲过的有份的卦，对不对就是轴地萃这是一个有份的卦天干卦是有眼的卦轴地萃是有份的卦火地进这是早上的卦因为太阳离开地平线雷地地雷地地雷地地这个卦是一个快乐的卦一个音乐的卦如果有人不懂那么听说你们读易经，那么60卦里面哪一个卦谈到音乐的，就是这个卦。音乐是世界共通的语言，音乐无国界就是这个卦。这个卦是快乐的卦所以我们读易经要快乐那么古代河南省，中国大陆河南省称之为益州现在河南的汽车的车牌，它的前面都有一个益字那一卦来讲就这个卦雷地地风地官风地冠都一样风北官风北冠都多一字升往下看叫官，下往上看叫冠水地地这也是多一字，水地地坤卦为土坎卦为水，水在土上面这地的意思叫清地也叫热地热湿幽，乾干坤柔，地热湿幽，对不对地水湿叫幽，幽天下之幽而幽，幽天下之热而热水地地三地波三地波外卦是艮卦，内卦是坤卦这个卦叫波，波就是波气那么这个卦特别跟各位讲一下，我们屏东潮州有一位学生女孩子30几岁她每次来上课都带了一个小女儿来她小女儿是非常好动的
再来上课讲带一个囡仔来，伊若要专心上课吼，我爱另外一个人来顾囡仔来，他很特殊他很用心很喜欢易经。那么有一天呢，我们初级班结业的时候有举办那个学习宣传报告，他就起来讲他说有一天他呢跟他先生吵架他就开着车子带着小女儿就冲出去后来呢，他一直想要去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他怎么做惊天动地他没有讲他说他想要去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可是呢，那一天晚上就是我们易经班的课程那他呢就在那里犹豫到底是要来上易经，或者是要去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然后呢，他在挣扎到最后他就来到易经班的课程里面他来到易经班的课程里面，他心情还是坏到极点可是当天晚上刚好讲到这个卦，他会播就是播气，播就是剥落，就是把我们的不好的心思、不好的念头通通要把它剥掉，不好的习惯也把它剥掉。他看到这只卦，他非常的高兴，这里头一主动讲一天生恭维他就好对不？找个人跟我讲嘛，找个人嘛，主动去找个人恭维，找个人就好了没计较对不？他写的报告的话，讲这个卦，这个卦我救着伊，我无伊一直在想袂开算是够好，再来就是坤卦坤为地内卦是坤卦，外卦是坤卦，当然它是为地嘛那先天60卦就全部跟随报告完毕回去先天60卦为体它不能用如果要用的话，我们要用文往后面60卦，可是不能用也可以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说那个学生他研究到这个卦，他的心念一转变，对不对？然后可以用怎么不能用呢？所以体中有用，用中有体体用要合一。如老子《道德经》，对不对？《道德经》81章它分上下经，上经讲道，下经讲德那么上经讲道，道中有德；下经讲德，德中有道这一定要互相去并用就像我们易经里面所说的四象，对不对？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那么回去先60卦就跟诸位报告到这里那么后面的时间就跟诸位报告联会运势然后跟诸位报告我们的讲义里面的这个24页这个联方组我们怎么看好，联会运势那么联会运势就是宋朝时代赵匡谟先生他所说的他所著作的可是呢，假设我们要了解联会运势的话，时间非常长，我们从头开始的话时间非常长如果我们一个晚上2个小时的话，联会运势我们要全部研究完毕要2年，很有顾问2年中间联会运势的研究的要2年半要2年的时间那我们也没有这么多时间，对不对？可是我们可以抓住重点来跟诸位做报告那么宋朝时代赵匡谟先生他创造这个联会运势，从紫微开天丑未地利丙未登人来到现在如果以今年民国101年来讲走到69029年
那么我们在宗教的团体里面，常常都听前辈们在讲，我们人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已经6万多年，6万几多了，这轮回已经6万多年，到底是6万几年？就是若讲今年100年来讲，拄啊69029年，按怎么算？我们就跟各位画一下，当然我们以宋朝时代赵康鼎先生的年会运势，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庚、酉、戌、亥。子未开天，丑会辟地，寅会真门，现在已经走到午未交替，午未交替，那这叫一元会，叫做一元，一元有12分，就12地支嘛，一会有10800年，这个也是10800年，这个也是10800年，这个也是好。那么一年有12会，总共有129600年，尽管有12班2600年，我们知道为什么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真人，到现在已经走到午未交替，真会人类，酉会地类，戌会天类，亥会混沌，那么午未交替，好，这个地方有5个卦，一个有10800年，一个卦有2160年，有5个卦，对不对？总共是10800年一回，这个地方午未交替，这个地方也有10800年，一个卦有2160年，这称之为大运，好，那么我们再把它放大一下，我们把午未把它放大，里面有5个卦，5个卦我们把它写出来，诸位把它抄起来，第一个卦是天风姤，天风姤。第二个卦是大破卦，第三个卦火风鼎，第四个卦是雷风狠，第5个卦是巽卦。这个当中有5个卦，我们现在把它放大，第一个卦大火天风姤，第2个卦大破卦，第3个卦是火风鼎，第4卦是雷风狠，第5个卦是巽卦，对不对？那么现在走到午未交替，到底
五位交替走到第几卦？走到第二卦，第二卦的大过卦，大过卦的第6爻。好，叫做在各卦第2爻。好，我们可以把这个插入了啊。好，现在先跟诸位讲，子会开天，丑会必定，寅会生人，一直来到现在5位交替嘛。那么从子会开天来到现在几会？啊，1、2、3、4、5、6会，一会有10800年，6会，好，64800年，好，现在走到5位交替，这个5会还没走完嘛，5会也有10800年，它只有走到第2个卦，到第6爻而已嘛，好，从子、丑、寅、卯、辰、巳，总共有6会，啊，6会就是64800年，好，我们可以把这个插了吗？这个走到大过卦的第6爻，对不对？好，64000啊，64800年，好，现在已经走到第2卦，第2卦大过卦，第1个卦是天干宫，第1个卦是大过卦，对不对？我们刚刚写在这边嘛，好，那么第1个大天干宫已经走完了，走完1个卦2160年，我们来把它加2160年啊，2160年，因为这个卦已经加了嘛，但是这个卦还没加了，这个卦加到第2爻呀，大过卦，好，大过卦走到第6爻，对不对？可是前面5个爻已经走完了呢，那么这一个卦代表2160年，对不对？这个爻代表360年，好，360乘以6，刚好2160年啊，好，反正这一个爻都360年，好，360啊，那么这5个爻已经走完了，360乘以5多少？1800年，好，能够搞到1800年对。好，现在走到大过卦的第6爻，那么第6爻这一爻，它是代表360年的，可是这一爻360年已经走了多久了？一个加瓦布啊，好，那么我们把这一个插了啊。好，这个大过卦，好，大过卦走到第6爻，好，第6爻，好，那你这样把这个拆开来啊。第1个卦是泽天卦，啊，再来泽山险，好，再来泽水库，水风景。红痕，红宫，好，这是2160年，好，这一个卦代表360年，好，都是360年，这是所谓的重病，好，
那么现在已经走到第6爻，前面这5个爻都走完了，一个卦360年，5个卦就是1800年嘛，1800年把它写进去了嘛。那么现在走到第6爻，第6爻就是这个天干构，那么天干构，它又走到第几爻了？它走到第5爻，就是寡温变来变温，看完了吗？还没有，开始，来找人，今晚先修文，修文，结果，来个360年里面，一个爻60年，好，前面5个卦都走完了嘛，对不对？一个卦360年，这是中运嘛，5个卦都往加1800年，对不对？那现在走到第6爻，第6爻动了以后变天干构嘛。ndroducdao.html 先天大道简介中英对照 http://www.library.com/category/category6/c63006.htm Introduction to DAO 先天大道简介 Introduction to DAO 中英对照先天大道简介一和为先天大道2道与我有什么关系？3求道是求什么？4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5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6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7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一和为先天大道，先天大道又简称道。我们若仔细地去观察，心窍开悟之后，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这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故曰先天大道。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道因为无去无来，不生不灭，乃代表着宇宙间亘古不变的真理。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在混沌未判之初，宇宙间只是一团灵妙理，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所以我们实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故大道无名强名曰道，我们也是勉强用到这个名词来代表它。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道又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谐有条不紊的运转。这就是道的妙用。道大理为，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因此在
2、3千年前，各教圣人因运出世，各化一方，针对当时天时地利及众生的根器，留下千经万典，传下诸多去恶从善的修持法门，同时也让芸芸众生认识了冥冥中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均是一名而同义。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天地间实无一物不是道之本体与妙用的合一。因此道虽然涵盖各大教门的经义，为千门万教的总源头，确实不局限于宗教的领域里。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及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先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道之真义，在先天之先不为先，在后天之后不为后，即大上有可量，即为上有可止，为道即大不可量，即为不可止。不所以大无不包，为无不入，无所不贯，无所不通，无所不彻，贯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贯彻了33天外，贯彻了千经万典，贯彻了千法万法，贯彻了千教万教，贯彻了千佛万祖，贯彻了我之一身。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义，人人必须知真觉，亦即是人人与我，我与人人良心之行也。此乃万众一心，万国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道的宝贵在于它大而无所不包，细而无所不入。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各有其时，4时之交替，万物之消长各有其序。而最宝贵的是各天地万物的主宰，同时也是我们人一生之主宰，曰性理，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吃，能动。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治理，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不，先天大道即是性理真传。道的宝贵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而是在于它平时，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它的本体与妙用。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
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及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做出个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因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无论是学识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识丁贩夫走卒，无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人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我们有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而道的本体和妙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消长，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之视听言动。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又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的不增不减，本自具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又称作自性老。我们了解了个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无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贫贱富贵，均无分无别。因此我们能求得先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治理，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固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即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此心无形无相，即是真空。真空之妙，空而不空，空中妙有。妙有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本也。妙用者，万灵真在也，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故曰道在无身，一切万能。道离无身，此身百无一能。先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人必须追求之道也。三求道是求什么？静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宇宙，我们往往会赞造物主的神奇。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我们身上的这个真理不也是一样吗？每一分一秒，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
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其作用虽成千上万，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一切有条不紊，自然而成。道在无声，运用自如，在眼能视，在耳能听，在口能言，在鼻能闻香臭，在身能运用行动做事，此即道在我身之妙用。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只主宰这天地万物，更主宰我们一身。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与我一身主宰，并非二也。道的本体无形无相，我们肉眼看不到它，手也摸不到它，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在发挥其妙用，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及造福人类的文明，此即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一般人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便以灵魂代表它，我们称其为自性老。因其没有生灭，也不会毁坏，我们也称其为真我。此真我乃是最富足、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永恒不朽的。现在我们来生一看，看得见摸得着有形有相的肉体，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我们就可发觉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我们一般均习惯以相貌认人，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仍是好好的活着。我们的内脏呢？现在科学昌明，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植入人体。我们不能因此说个人不是他自己了。就算头的脑细胞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的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因此有形有相的肉体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肉体虽然看似真实，却无时无刻不在改变之中，不拘数十年又变成一堆黄土。因它不是永恒的，我们称之为假我。对于真我和假我有所了解之后，我们也就可以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求道了。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先天大道，求得的就是三宝。三宝简单明了，但也博大精深，其内容在求道时会详细解说。现在只简单的提出两点。首先，求道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朽的真我，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在物质文明远较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假若迷失真我，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若是认假为真，更是我们为了盲目满足假我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因此，
求道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真我假我协调融合，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其次，求道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又称良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个门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自然由大门离去。如果此门无法开启，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就可能会摔断腿。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被迫另寻旁门，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绝大多数的人临终时，其肉体皆显现山僵硬、恐惧、无助与挣扎之相。求道就是开启我们个生来死去之正门，也就是通天大路。因此，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求得三宝，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使人生更有意义，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得到超生了死的保障。100年之后，回到我们的来故家乡。所以先天大道又是回天之道。先天大道之宝贵，即是千经万典不如一点，此点打开玄关正门佛门，天堂大路一步直超级的永生之道。此点宝贵，超佛越祖，超经越典，超越天地。得到这一点宝贵，它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故曰超生了死极的永生，不毁不灭之先天大道也。此乃即是人人原来固有的，必须返回天之道也。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缘求道，能够开启良心之门、智慧之门、通天之正门，这是第一步。这宝贵的道还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益，离苦的乐。人生在世，遭受种种之苦恼，就其根源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求道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固有的道，找回我们本有至真至善至美具足圆满永恒不朽的真我，在日常言行之中发挥真我，使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合于理，止于至善，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心为一身之主，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则不相随心转，
还可以改变命运，趋吉避凶，朝向光明，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逍遥自在。二多比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道的真意便代代单传独授，其没落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如中国、印度等。奈何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逼，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甚至竟将制造威力极大的杀人武器。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在近代短数十年间，便发生了2次世界大战，无数小战，伤亡无数。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造成大气臭氧层之破坏，全球性气候的改变，人心之变，感召了天灾人祸连连。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浩劫，因此上帝洪恩慈悲，特将大道谱传于世，以挽救良善。求道以后，我们时刻存着道心，以良心待人处事。当遇有人力不可挽救的灾祸时，只要诚心使用3宝，必能灾必劫，逢凶化吉。此事验证甚多，不胜枚举。3超生了4人生，有如一段苦乐相参的旅程，遭受生存竞争、衰老、病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而人间种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易变的，尤其当旅程结束时，终就成空，归宿渺茫，更不禁令人凄独怅惘。是以智慧者有见于此，乃以超生了死，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为人生至高之目标，不待先修后的。因此古人为求超生了死，尽毕生之力，苦修苦行，仍难以访得名师达成心愿。如今大道谱传，先走后修，在求道过程中，天命名师一指，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先赋予超生了死的保障。我们得道以后，认识了真我，以真我为主宰，远离邪心妄念，让我们的心念、言语、行为，无论待人处事，皆合于良知。100年之后，真我灵性自然返回故家乡，永享平安喜乐。4成圣成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成贤的正因道种。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心境灌溉它，它必然萌芽开花结果。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更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兼善天下。求道之后，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不计个人得失荣辱，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享到的好处，
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尽其一生精进不懈，则在世即成就圣贤事业，归天之后，必证圣贤果位无疑。先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天命就是三曹名师，名师一点玄关开，打开正门佛祖来，天堂非在我身外，天上地下我都在，此乃先天大道的尊至贵至宝也。先天大道天命宝贵，三曹名师这一点妙至极意，非是在言语文字相声音可得，非是在千经万典上的，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非是在世智辩聪上的，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非是在才高八斗上的，以上皆是生死法对待法，非是超生了死脱对待了生死之法也。此自己的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其妙极矣。此者是无师智，此智是妙智妙慧，此智此慧是我本来固有的，由先天带来的，亦即是在找回来天地人万物万类未生以前我的初心，即我良心天心道心老心也。先天大道之妙，此妙之贵，妙不容言，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亦即是先天带来的先知先觉妙用妙能。此知此觉此能此用，不用言语文字声色，不用思想，不用念头，不用言听是动，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这天地人万物万类实可分妙，也离不开其妙用妙能，故曰万灵真主宰也。设若天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则河汉星斗乱序，日月无光，亦不能轮转，则阴阳二气不能流通，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人人皆不得其生存。设若大地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这金木水火土不能相配，则现象丛生，山崩地裂，海水枯干，亦使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人人不能得其生存。设若人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则寸步难行，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总之全身不能动作。100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此乃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妙至极矣。设若觉悟认识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的支持而实行，即是天人合一，天人一体治理，绝言妙不容言，不是死后成佛，当体即佛矣。故曰如来佛，如是佛也。此乃的先天大道修先天大道之好处。勿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
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事实上，我们能得闻先天大道，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将自古不倾泻的大道普传于世，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另一方面，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祖上有德，根基深厚，佛缘成熟，才能够顺利求道。此外，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愿，此愿可归纳为3个要点：一得道以后，愿以明具并实践道的精神，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皆愿以良心作为依归。二得道以后，愿以能力所及，助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愿意多了解道的意义，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三得道以后，绝不将求得的三宝告知任何人。三宝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若由我们泄露给其他人，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我们自己也违反了天律。的良心愿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所以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到。真诚实践良心愿，也必须滋润我们求道时种下的智慧、慈悲、清净之正因道种，使它顺利萌芽、开花结果，才不至虚度这千载难逢的求道修道良辰。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能顺利求道，原因之一即是沾了祖德的光，是故上天开恩，只要我们修道有恒，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超生得救。我们的子孙亦的印地，对父母祖先敬大小，这是最好的机会。只要具备以上条件，则无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求道。欲求得先天大道，脱出轮回之苦、地狱之灾，世间的穷通受忧、鳏寡孤独、生老病死苦，而返天堂永享天伦之乐者，必须我有得遇6万年良辰佳期的幸运。我本人心地善良，我有先天根基深厚，也就是我本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此即天缘。我本人祖先有功德，做善事，此即祖上有德。我牧人遇到引导师度我得道，此佛缘已至，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或一同有修过宗教，今生遇天道降世，一同得道修道，此乃佛缘已至。6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现今正值上天恩开，先天大道普传，拯救良善之时，故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与众生契机为原则，因此求道不会对我们正常的生活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这与以往许多人苦修苦练，甚至出家的修行方式有很大差别。也正因为如此，先天大道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传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使人人皆有共沾天恩的闻大道的机会。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我们就以下几点来看。一、与任何宗教没有冲突，道代表着天地万物及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与真理。不止在各大门创始之前，甚至在天地未生以前，道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任何教门，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实践良心，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事实上，不止宗教，只要我们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则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吻合与印证。若我们原有某种宗教信仰，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也不会使我们背弃原有的信仰，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有更深一层的体认。二、以良心经为最高规戒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戒或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所以求道后的规戒着重在我们每个人真我良心之实践，由真我良心主宰自己，而不是在经典之背诵上及律法之钻研上下功夫。三、不照良心愿行。有和后果很重要的一点，求道并非从外在加给我们良心与真理，而是借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找回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因此求道后，所有真修实行之人皆是自动自发的。师父，求道后，若我们不照良心愿而行，并非将出现任何外力来强制我们遵行此愿，而是将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由真我良心督促自己，而自然改过向善。四、圣凡间修真我之实践，并不局限于教堂或寺庙之中。因此，现今大道普传，并不要我们家舍业到深山古寺之中修炼，而是在不影响家庭、工作、学业之正常情况下圣凡间修。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一言一行，皆能以天理良心为依归，就是真我之实践。务由提升自己而兼善天下，求道后会使我们生活更充实，心灵更和谐。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尽一己之力，借自身之提升，影响周遭之人事物，继而汇成一股力量，
在这举世天理良心日趋沦丧之潮流中，匡正人心力挽狂澜，如此必能早日实现先天大道普传之宗旨及弥勒佛的原慈大愿，化污浊的人间为人间净土，化纷乱的世界为世间天国。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道是宇宙的至高真理？它的作用贯穿了天地万物万类，更是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真正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体认到，道是随时随处可以被印证的。许多贤贤得道之后，发出了大诚心、大信心、大智慧，真修真行，皆能参悟到，不止在各教经典之中可以印证到，其实在任何时间空间，万事万物我们之一身，甚至一草一木，皆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体认至此，自然能发出永不退转之道心。而尚未求道或刚求道者，则需借助于一些具有形象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印证，以奠定初步的信心。依任何人，只要有求道，经过身淡天命之名师点开玄关正门，传授三宝者，无论其功德高深为末，死后皆是身软如棉，面色如生，灵性由正门归天，东不品湿，下不腐臭，甚有多至数日不变，一腔满志者。目前的科技文明和医学知识还未进步到足以解释这种现象，但却无法否认个事实的存在。这种现象虽曾出现在某些宗教中，但极其罕见而珍贵，而求道之人除信道不笃于反道拜德者，不敢定论外，其余则比比皆是。肉身既显似瑞香，足可证其灵性已登善境，当无疑问。二人虽不为万物之灵，其实是很脆弱的。自从生在这个世界上，就难免天灾人祸的威胁，甚多以求道者，在遇到人力不可挽救之危急情况下，诚心使用三宝，皆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种例证多得不可胜数，无法在此一一例举。以上两点虽然极为宝贵，但却是任何人只要一求道，借着上帝的天命宝贵，立刻就可以得到的保障。此后就随个人的诚心、智慧及对真理之实践，而有或深或浅不同的体认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希望各位具有善根，有机会能得闻大道的先生女士，皆能入宝山而满载而归，皆能求道而同真善境。 Introduction to DAY. What is DAYI? DA and MEII.
What it is in DAOID. What do I get in RECID in DAOV? What do we need to receive DAOVI? What impact does receiving DAO have on MEDII? What can attest the validity of DAOI? What is DAO? Observing the cosmos and all the living beings consciously, among all the earthly activities and phenomena, we will find the existence of the laws of nature. There is a supernatural origin which guides all the operations happening across the galaxy, the earth, and the human beings. We call this source DAO. Tao existed before primordial time, and even before the universe was merged. It is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and it thereafter nurtures all the creatures and beings. Since it is unchangeable and does not evolve with time, it is the ultimate truth. It is what all saints and sages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had been searching for. The essence of Tao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ure. The law or the power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universe was formed is beyond description, because there were no civilizations nor creatures, let alone languages. Since it cannot be applied any name, we simply call it Tao. After the world was merged, along with the mutations of the universe, we see the harmonious actions as exhibited in seasonal changes, rhythms of time and tide, and the balance of the ecosystem. We also find some conformity of human nature across various cultures. These prove the laws of nature. This is the extension of that original Tao when it is substantiated and materialized. It merged into everything that is within us. Now that we know Tao is present universally and yet difficult to be recognized, there have been prophets and preachers trying to make us know and understand the origin and the truth of life through various teachings and literatu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civilization. They were scattered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out history. As a result, great commandments were taught to disciples and goodness and badness were differentiated. These teachings varied,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culture, background, timing and the level of each individual's comprehension. However, they all tried to express and transmit to their descendants this Creator and Chief of the universe. It is God, or what we call Tao. As we get to know it more and more, we will realize that the essence of Tao and its effect covers every existence without any exceptions. Tao is actually the headwaters of all religions. It embraces the essence of all the preaching and teachings, and yet, it is superior to the system of belief. It is the nature, the universe itself. Tao or God represents the highest authority and power of nature. It is also the headstream and superior to all. It is the unchangeable principle. Understanding Tao allows us not only to discover the center of all religious belief, but also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origin and the highest power of nature. We will then be able to relate ourselves to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To probe further, Tao existed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all, yet it was not anterior.
which means that the creation was embedded in it. Tao emerges into the creation, yet is not posterior, which means that it is not thereafter limited. Among those created, however large, they can be measured, however small, they can be detected. It is only Tao that cannot be measured of its immensity nor detected of its existence. Therefore, it is larger than the largest and leaves nothing excluded, and yet it can be smaller than the smallest and leaves nothing not penetrated. It is ubiquitous. It merges into and governs all. It is in charge of the space, the earth, human beings, all the creatures, and all existences. It penetrates and regulates the entire universe. It is the source of all the scriptures, sutras, as well as dharmas. It encompasses all the religions, and it is what makes one a Buddha or a saint. It is the single chief of all. And, above all, it is in charge of each individual too. It is the Divine Self. This is the true meaning of Tao. We should get to know it this way and rediscover our own invaluable treasure. So, to practice Tao is to revive one's own conscience as well as everyone else's and to act upon it accordingly. Then, all people can be of one spirit, all nations can be in peace like a family, and the great harmony will come true. How precious Tao is! Dao and Me. The significance of Tao is in its immensity and ubiquity. Its mightiness guides the universe to carry on with changing seasons and evolving creatures. The countless aspects of the natural phenomena seem so capricious and yet really in order and in cycles. This almighty being also resides in each of us. It is the Divine Self, the natural quality of a person. It enables us to see, to feel, to taste, to hear, and to move without learning. While we research the ultimate truth in the universe, we should turn in upon and see into ourselves to discover that Divine Self. We will find the rules that govern the universe also comply with the way we are. Tao is not something too far to reach, nor too mysterious to comprehend. It is nothing particular, but has to do with our daily lives. We cannot do without it. Every movement we make, in order to see, to touch, to feel and to think, is associated with Tao. Consider how many wonders are hidden in our body, how delicately our physical functions are carried out. For example, when we shake hands, the components involved would include the coordination of joints and muscles, the chemical reactions of energy,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through nerve systems, and the actions occurring in our brain such as issuing orders, making judgments and analyzing situations. Even with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knowledge we have developed today, we cannot completely reconstruct such a function. Yet the ability to perform such a simple movement is there for all individuals, regardless of the level of a person's knowledge and his/her being a grown-up or a baby.
a scholar or an illiterate. These are the kind of abilities we come equipped with naturally, without learning and being taught. It sits within us and is in charge of all. It is Tao, never diminishes nor inflates. Worldly knowledge acquired through learning can be forgotten. A gymnast can abandon his/her techniques and a musician can lose his/her skills without practicing. The essence of Tao and its extension are always in charge of the macro-universe, the nature, and the micro-universe, the human being as self. We are associated with it unconsciously since the first day. Because it encompasses the whole nature within us, we also call it native self. Tao is within and surrounding us. It needs not be worshipped nor debated over, because its existence is unconditional, regardless of race, color, nationality, religion or status. It is impartial and stays constant. In receiving Tao, we not only find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but also the divine self. We get to know the highest power in the universe as well as the genuine nature in charge itself. We discover the ultimate truth of the cosmos as well as the integrity of ourselves. Recognizing that the laws which govern the universe also govern us makes us be able to return to our true nature. To probe further, the most essential concept in Tao is that we all possess it intrinsically. It is the wisdom and ability we were born with without learning or practicing. It is one's conscience, which is like the Spirit of God, the divine and immortal nature. It is invisible and intangible. For this reason, we call it genuine emptiness, which means that to be really empty, it goes beyond emptiness and can therefore have marvelous existence in it. Marvelous existence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ky, the earth, human beings, all the creatures, and all existences. With omnipotence, Tao is called Great Lord of all beings. This almighty being is not only in charge of the entire universe, but also in charge of oneself. So the proverb is, Tao is within self, which is the drive of all one's abilities. A physical body without Tao is useless. This is the treasure that we should all realize and fully explore. What it is indeed when we look around the world, we admire the miracles and wonders of nature. Countless things change and move simultaneously every second, and yet in order and in harmony. So do our bodies. Countless biochemical reactions and physical functions occur concurrently within our bodies. Without learning and thinking that comes subjectively, the thousands of activities that happen within us are the extension and action of Tao. And altogether, it is one single self. It functions naturally and automatically without the need for our intents to be involved. This is the effect of Tao within us. Tao is not only in control of the universe and nature, but also in charge of every human being in his/her own actions. In other words, it is the same source that governs us as well as everything else.
Tao is invisible and intangible, but it has been working out its magic before day one. Thereafter, languages, cultures, religious scriptures, literature, and civilization were developed. They all originate from Tao functioning within us. People don't realize it is Tao that has been residing and working within us and have used soul to represent the confusing and yet irrefutable being. Because it is eternal and intangible, we also call it true self. This true self is the most abundant, brilliant, and imperishable being. Let us take a look at our tangible body and see if it can be the true self. We know the pictures taken throughout one's life show different faces and expressions. We recognize people by face, but our looks change and are not permanent. The handicapped, with impaired arms or legs, can also lead a complete life. One with a transplanted animal heart is still a human being. Even our brain cells keep decreasing and changing every second from the moment we were born. Therefore, the physical body is only the interim residence of the true self. Though it seems so real, solid and alive, it turns into dirt eventually. We call it false self because of its tentative and transient nature. By recogniz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ue self and the false self, we understand the reason and importance for us to receive Tao. Luckily, we a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of receiving Tao and learning the three treasures. The three treasures are straightforward yet profound. The meaning and details of them will be illustrated through the rite of receiving Tao. Here, we only discuss two issues. First, by receiving Tao, the true self gets plucked out. It leads to our conscience. Upon the time when material pursuance surpasses spiritual seeking, giving up the true self only makes us a walking corpse. In order to fulfill and satisfy the sensational desires of the false self, we may commit wrongdoings and harm others, eventually creating troubles for ourselves. Our inner conscience is identified and enlightened by receiving Tao. Thus, the body gets to work with the spirit in a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harmonious way, making our lives joyful and meaningful. Second, by receiving Tao, the front door or main gate of our bodies gets opened. It leads us to conscience, mercy and wisdom. When we leave a house, we leave through the front door. If the front door is locked, we may have to leave through the back door, or even by breaking the window or jumping off the balcony. We may fall and get hurt by doing so. Our body is like a house, and our soul is the master who lives in the house. One day, when the body is aged and depleted and the soul has to leave, we can imagine its horror if it cannot leave through the correct exit. This is the pain and discomfort human beings experience at the coming of death and after death. As we know, for most people, when they are dying, their body shows stiffness, and signs of helplessness and confusion.
After we receive Tao, the door of life and death will be opened. Being able to receive Tao and the three treasures while having the door to heaven opened,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recognize the true self and the Tao that dwells within us. We are going to treat people and the world with conscience and make our lives more meaningful. We can transcend life and death. Within 100 years, we will be able to return to where we came from. Therefore, the heavenly Tao is also the way to return back to heaven. To probe further, 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is superior to studying thousands of sutras. This is the value of Tao. 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opens the main gate, the front door, which is the entrance to heaven. It gives us the guarantee to be exempted from rebirth cycles and to reach eternity. The superiority of this enlightenment lies in that it surpasses Buddhas and saints, it exceeds the scope of sutras and dharmas, and it transcends the universe. Tao is therefore source of all sutras, king of all dharmas, mother of all Buddhas, and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Transcendence of rebirth cycles leads to eternity. Being imperishable, Tao never deteriorates, and we had never lost it at all. Hence Tao is the direct way back to heaven. What do I get in RECI beginning DAO as mentioned earlier? By receiving Tao, we act upon our conscience, gain more wisdom, and find the door to heaven. In addition to these basics, we also benefit from the following for our lifetime. Being away from sufferings and closer to happiness. The troubles and worries we face in our daily lives mostly result from our disregard of the true self. Receiving Tao helps us to recognize the Tao that has been dwelling in us and to restore the beauty of the true self, so that our behavior and mind is free from being controlled by the earthly pleasures and being swayed by the losses and gains of the material world. Since our minds are cultivated spiritually, devils would not approach and get close to us. Thus, our fortune can be altered from bad to bright, and we can obtain real joy. Being away from disaster and calamities. Tao has been passed on through generations to one single mast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human history. The thread of its passage weaves through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cluding China and India. However, in recent centuries, human beings had been trapped by materialism and a weaker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Wars prompted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ful lethal weapons. In reviewing the thousands of years of human history, we realize, in just less than 100 years, there had been 2 major world wars, which caused numerous killings and tragedies. The ab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also destroyed the ecology, causing damage to the ozonosphere and the unbalance of the climate. The corruption of human beings' minds has called the natural disasters to come. The human have created calamity. God, with His mercy, makes Tao available to everybody in order to save good people. After we receive Tao,
With the true meaning of Tao in mind, we will be conscientious. We can use the three treasures whenever something dangerous and uncontrollable happens to us. We will be able to get away from bad encounters. This is a confessed fact. See, transcending life and death. Life is a mixture of happiness and bitterness. Throughout the journey of life, we experience birth, growth, aging, illness, and death. Joys are momentary and wealth is here today and gone tomorrow. Rather than seeking the pleasure of material life, the wise make full use of their lifetime searching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and eternity. In old times, Tao could only be received after harsh self-cultivation. Among the hermits looking for the master in order to receive Tao, only very few could obtain it. Whereas in this century, Tao is allowed to be spread and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authorized masters to the truth seekers. The master points out the main gate of life and death, assuring the completeness of our true self. With the true self as our guide, which keeps us away from evil and greed, it helps us think, speak, an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our conscience and intuition. Death then becomes the return of our soul to the eternal and peaceful home where we came from. Thus, we will have lasting joy. The achieving sacred beings, 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which reveals the true self, is like the planting of the seed of righteousness and integrity. Through self-cultivation and self-improvement, the nurturing of wisdom, kindness, and purity, it will blossom and produce the fruit of sacred mind and eternal life. In time of overwhelming utilitarianism, Tao is the lighthouse to the truth. Receiving Tao, and then cultivating ourselves, not only improves our own lives, but also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o better the world. After we receive Tao, we act upon our conscience and care for people around us. We cherish Tao and disregard personal disadvantages. Then we make an effort to spread the message of Tao to the world, in order for everyone to benefit from it. We are devoting ourselves to the work of God, and certainly will achieve spiritual perfection in both this world and the world after life. To probe further, the supremacy of Tao is based on the heavenly decree of God, by which Grand Masters can perform the passage of Tao. 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from Grand Masters directly opens the main gate of our bodies, which revives our divine nature. It reveals that heaven is not beyond oneself. Instead, one's true self merges into the entire universe. This is the supremacy of Tao. 1. With the heavenly decree, the enlightenment of Tao is extremely profound and marvelous. It cannot be completely expressed by any words of languages. It is not recorded on any scriptures or sutras. It cannot be described by preaching, nor can it be acquired by human intelligence, nor derived from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nor achieved from gifted talents.
because the above-mentioned all have to be created and can be eliminated, which means that they cannot last forever themselves. They all bear partiality and cannot be applied universally. Hence, they cannot surpass life cycles, nor can they reach eternity. 2. The wonder of the effects and omnipotence of Tao is beyond words. It is the wisdom that does not come from learning. It is what we acquire from God and possess intrinsically. It is the same divine heart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It is conscience, the holy heart. It is the divine and immortal nature, the Spirit of God. 3. Tao is too marvelous to be described. It makes us know without learning and function without practicing. It is a prior wisdom, perception, potency, and ability. It is not constrained by words or languages. It functions without thinking, intents, or even actions. However, it can create the sky, the world, the human, all beings, and all existences. All these, after being created, still cannot carry on without Tao even for one moment. Tao is therefore called Great Lord of all beings. 4. Without Tao, the stars and planets in the sky wouldn't he had been in order. The sun and the moon couldn't he had illuminated or revolved properly. Then the yin-yang energies wouldn't he had circulated, and, as a result, this world wouldn't he had been suitable for all of us to live in. 5. Without Tao, the 5 primary elements of the earth, metal, wood, water, fire, and soil, wouldn't he had been balanced and complemented one another, which could have put the entire world in chaos. Mountains would have collapsed, lands would have cracked, and oceans would have dried up. Likewise, this world wouldn't he had been an environment for us to live in. 6. Without Tao, we, human beings, wouldn't he have been able to walk, to see, to hear, to speak, or to move. Our physical bodies would deteriorate quickly into a pile of soil in 100 days. 7. If one really comprehends the effects and omnipotence of Tao, and can practice accordingly and persistently, one can communicate with and be united with God. This is the absolute truth. It is a glory and marvel beyond description. Therefore, it not after death that one becomes a Buddha. It is when one is still alive that one achieves being a Buddha. And to be a Buddha is to revive and hold on to one's divine and original nature. This is what we benefit from attaining and practicing Tao. What do we need to receive Tao? We had discussed the many benefits we obtain after receiving Tao. Some would wonder why there is so much given to us. Of course, we should realize it comes from God's grace toward human beings. This allows Tao to be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at the approaching of the worldwide calamity. People with merit and conscientious mind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learning about Tao and the way back to heaven.
It always holds true that people who had the fortune of receiving Tao are derived from the tree of righteous ancestors. In addition, during the passage of Tao, it is required that we make promises to God that, after we receive Tao, we will keep in mind the true meaning of Tao and put it into action in our daily life. What we speak and what we do will all be based on our conscience. After we receive Tao, we offer help to those in need of it, and do our best to indicate Tao to more people so that they can all benefit from the grace of God. After we attain these three treasures, we promise not to tell them to any other person. These three treasures can only be transmitted through authorized masters in front of God. If we reveal them to any person, they become invalid to the person, and we also defy the heavenly decree. All the promises required are reasonable and achievable. It goes with our nature. If we practice and keep the promises, we will be able to become a wiser and a better person. We will become merciful, and nurture the good seed of doubt planted in our mind. One last thing to mention is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we are able to receive Tao is due to the good deeds of our ancestors. Therefore, as we persistently practice Tao, our ancestors will also benefit from it, and so will our descendants. As long as you are prepared for the above mentioned, you are qualified to receive Tao, no matter what nationality, race, or religion you belong to. Notes: in order to be exempted from the rebirth cycles, to avoid the ordeal of hell, to alleviate the suffering and misfortunes in our lives, and to be able to return back to heaven after death and enjoy permanent happiness, we have to receive Tao. And the general qualifications are: 1. To be with a compassionate heart, and to be fortunate enough to be born in a time when Tao is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2. To have sowed the seeds of virtue by helping many people and offering lots of charitable services in the previous lives. This is the divine affinity with God. 3. To have ancestors with beneficences and welfare work as well. 4. To meet the introducer and guarantor who indicate the way to attain Tao to me. It is very likely that, in the previous lives, we did charitable services together, or we cultivated together in the same religion. So, in this life, when Tao is available, we can help each other out and practice Tao together again. So time is right for Tao due to our divine affinity. What impact does receiving Tao have on me? As we mentioned before, and like the old days when hermits had to leave their families to receive Tao through meditation and self-cultivation, Tao, at the present time, can be received in a way that is applicable and conforming to our practical needs. We don't have to give up our lifestyle in order to attain Tao. By the grace of God,
Tao is intended to be delivered to the public at all levels of occupations and around the world, rather than being limited to a privileged group of people. The impacts that receiving Tao can have on our daily life ar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A receiving Tao creates no conflicts with any religions. Tao governs the universe, including all human beings. It existed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any religions. It is concordant with all religions, in the sense that religions preach the awareness of conscience and the pursuit of the truth. We don't need to give up our religion in order to receive Tao. On the contrary, by receiving Tao, we will have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 The conscience becomes our ultimate guidance due to the variations of cultures, customs, backgrounds, legislation, and value systems.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a universal guideline for all of us to follow in our daily life. In receiving Tao, the main commandment is to act by our conscience, the true self, rather than by literature. We should be sensitive to the conscience, rather than be familiar with the laws. C. We will voluntarily keep the promise made while receiving Tao. Through receiving Tao, we are not offered conscience or true self, but merely the opening of the door to a wisdom and mercy. Therefore, we restore the heavenly principles inherent in us, and strengthen the power originating from our conscience. There is no external force that makes us keep the promises and commitments that we made when we received Tao. The only force comes from the guilty feelings that result from our misbehaviors, which reduces the mistakes we make. Practicing Tao can accommodate our worldly affairs. The fulfillment of practicing Tao and conscientious awareness does not have to be accomplished in a temple or church. It is not required to abandon worldly belongings or relationships in order to attain the ultimate truth. Each individual can still have his/her family, career, and schooling at the same time. As long as we keep in mind the basic guideline, we should have our practicing Tao and getting closer to our divine self. We will make a better world by improving ourselves first after we receive Tao. By realizing the true self and what we are, the feeling of joy comes to us. The improvements on the quality of our spiritual life will affect people surrounding us. By interacting and working together in Tao, we will make the world better with lower crime rate and less pollution. The wish of Maitreya will finally come true to turn the world into God's kingdom and make people all live in harmony. VII. What can attest the validity of Dao Tao, due to its completeness and generality, regulates the totality of all beings. Many people, after receiving Tao, with their wisdom, faith, and devotion, realize that Tao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at governs all things. They comprehend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not only through literature, but also through daily living and nature.
Their faith in Tao becomes strengthened and they move forward in their spiritual life. However, for people who haven't or just received Tao, Tao can be confirmed through revelations. Anyone who has received Tao with the front door open shall die peacefully. One proof of this is that for those who have received Tao and died, their bodies remain soft and their faces vivid. Since the soul leaves the body through the correct exit, the corpse can actually remain uncorroded for a few days. With the most advanced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However, it is a fact that cannot be denied. This has happened before in some religions, but very rarely. For people who have received Tao, this kind of testimony is ubiquitous, unless they have committed serious sins and corrupted their own mind. This can prove the soul has reached an ultimate harmony. Being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things on earth, human beings are nonetheless weak. Since birth, we are subject to unpredictable accidents and natural disasters. There have been many people who encountered danger, used the three treasures with faith, and got away from the danger or reduced the damage to the minimum. Testimonies of this kind are numerous. The above two mentioned are rarely heard of and difficult to believe, but they are the immediate security given by God once a person has received Tao. Thereafter, with each individual's faith, wisdo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good deeds, one will come to know the truth more and more. It is up to you to experience the value of this treasure. I hope you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ao, experience it in your life, achieve ultimate perfection, and realize eternity.
Materiasruas of Tao. 三薄清法主讲者五净妙翻译者 Mr. Jerome William McCarthy Index. 目录 Chapter 1 Why are they congratulating me on receiving the Tao? 第一章为什么他们恭喜我求得天道 Chapter 2 What is the Tao? 第二章什么是道 Chapter 3 What are the three treasures? 第三章何谓三宝 Chapter 4 Why do the introducer and the sponsor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第四章为什么引宝要立愿 Chapter 5 Why I should take an oath before receiving the Tao? 第五章为什么要立求道愿 Chapter 6 How to save human beings. 第六章如何求度众生 Chapter 1 Why are they congratulating me on receiving the Tao?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you, for this is your most auspicious day. Today you have received the Tao, which is the ultimate aim of existence. All of the Buddhas and saints attained the Tao in the past, and, by transcending the limitations of birth and death, had become immortal. That which you have received today is the same Tao. Formerly, one who intended to receive the Tao had to abandon worldly possessions and enjoyments. If he was a king, he had to abandon his kingdom. If he was a high official, he had to resign his high position, leave his family and go to the remote mountains to seek a master who would transmit the Tao to him. After much suffering he would gradually perfect his conduct, purify his mind and heart, and perform many good deeds. For his sincerity, God would send Buddha to transmit the Tao to him. Under such conditions a person able to succeed was hard to find. During that period the Tao was secretly transmitted from one patriarch to another. 第一章为什么他们恭喜我求得天道？各位先生太太小姐，首先让我衷心的恭喜你们，因为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今天你们得了道，道是至宝，道超出了一切。每一位古圣先贤佛祖皆于古代求得天道，故他们能超出生死之界限而永存。今天你们所得的道即同他们其实所得的道一样。在古时，人要得道必须弃他在世界上所拥有之一切与享受。假如他是一位皇帝，也必须弃他的江山；假如他是一位大，他必须舍弃他的爵，离开家人，入深山寻访能够指点他途径，传授大道给他的名师。在他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同时已将凡心修炼成佛心，并已达至圆满之行为，以及做了许多善事，在他至诚之下，终于感动上天之心，派仙佛来指点，传授大道给他。在如此之情况下，成功者非常稀少。在那时，道是由一代祖师秘传给下一代祖师，
Today we need not go to the remote mountains in order to cultivate ourselves. We may find the means to do so in our own environment. Therefore we must take full advantage of our fortunate circumstances because we are in close proximity to the Tao. Why is the Tao so accessible to us at this time? It is because mankind is facing great calamities which signal the destruction of the human race. What is the cause of these calamities in this modern age? Most people blindly worship technical science and neglect spiritual harmony. They believe that the power of mankind can surpass nature and that science is almighty and can solve all human problems. It would seem as though conscience or soul are only religious terms and had no real existence. Most people do not recognize their true selves, which are indestructible and immortal. Actually, the true self is the master of the mortal body. Today most people have lost their consciences, harming others in order to benefit themselves. Those evils which human beings are now committing will cause great disasters, the likes of which had never been witnessed before. This will be the final calamity in which the human race, the immortals of space, and the ghosts in hell will all be destroyed. 然而现在我们不需要到深山去，而我们一默修行。何以我们能如此容易就得到这事？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人类面对劫难之来临，末劫就要来到，末劫将会毁灭全人类。劫难是怎样造成的？原因是在此新世纪，多数的人们共盲目崇拜科学，而不注重心灵的完善。他们相信人类的力量能超出大自然，科学是高于一切，科学是万能，科学能解一切人类之问题。而良心、灵性仅是宗教之名词，它永不能实现。人们不认识真理。真理是我们之良心、道心、真我本体，它不灭，万物长存。它是主持我一生之主人翁。如今世上的众生，大多数失去了真正的良心，他们造一切之罪恶，因此造成了空前绝后之浩劫。我们称它为末劫。在此浩劫中，不仅全世界的众生，同时起天的大千、地府的鬼魂都要受劫灭。However, God, of whose essence we are created, is merciful and compassionate and does not desire that the good people be destroyed along with the evil ones. So God has provided that the Tao be disseminated among mankind and has sent the great teachers, Buddha Shikha and Bodhisattva Yui, to rescue the three kinds of beings, the immortals of space, human beings, and the ghosts in hell, so that they may return to heaven together. Buddha Shikha and Bodhisattva Yui are under the command of God and are responsible for transmitting the Tao to the three kinds of beings. Their duty is to manage the work called the last salvation.
This salvation is formless and soundless, and the transmission is performed without preaching. It directly points out the original nature, conscience or soul of mankind, in order that people may realize their true nature and thereby become enlightened. 然而，是我们灵性的至高无上之母亲上帝是非常的慈悲，一不忍善恶俱焚，因此降下真道，并派名师济公活佛与月慧菩萨降世，挽救三曹弃天之大仙，世界的众生，地府的鬼魂同返天堂。我们师尊师母二位老大人奉老母的命令，真传真守，普渡三曹。他们的责任是办理末后一收圆大事，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直指人人固有之良心。灵性使人们见自性而成佛。When the last calamity arrives, nothing can save mankind except the true way, which is the Tao sent from God. That is why the Tao is widely propagated today to save good people. Ancient people first cultivated themselves and then received the Tao. But today we receive the Tao first and then cultivate ourselves. Therefore, after we have received the Tao, we have to seriously cultivate ourselves. Then we shall automatically be safe from danger, escape from calamities, avoid reincarnation, and become saints and Buddhas. 当末劫临头时，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解救众生，除了上帝所降下的唯一之道。因此现在大道普渡善男信女，古人是先修后的，先修道然后才得道，现在我们是先的后修，因此得道以后，我们要真正修道，将来自然能逢凶化吉，躲劫彼难，超生了死，成圣成佛。Although it is easier for modern people to receive the Tao than it was for past generations, the ability to receive the Tao also depends on each person's condition and background. Today you receive the Tao because you had an affinity with our temple, and you and your ancestors have performed many virtuous acts. Possibly you were cultivated in a religion in your previous lives. These conditions allow you to have an affinity for the Tao. Without this affinity you would never receive it. 虽然今人比古人更易得道，然而亦是各凭各知，根基缘分。今天你们得道皆因与佛有缘，前世有行善积德，祖先有德，也许前世有修过武打宗教或其他宗教，因此使你们今天有缘得道，否则将永不能得道。 Chapter 2 What is the Tao?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have received the Tao today, but what did you actually receive? What is the Tao? The Tao is the source of everything. Tao is the creator and master of the universe. Tao is God, the supreme power. Before the earth and sky existed,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the Tao existed.
After the universe is annihilated and nothing remains, the Tao will continue to exist and to create and control a new universe. The Tao is limitless, invisible and formless. It cannot be seen, heard, smelled or touched and is beyond the power of human comprehension. Tao activates everything. Yet we cannot see its action. It works without effort, yet nothing left undone. Man usually calls it nature. Nothing can exist without the Tao because everything depends on it. Tao is God and our soul issues from God's essence. We are God's children. 第2章蛇魔是道，各位今天已经得到。究竟的是蛇魔是道，道是天地人万物之母，道是宇宙之本源，创造者力及主宰者。道上帝，道至尊至贵之神。当天地还未生之前，一切都未有之前，道已先存在的。当天地毁灭后，道不毁灭，道能再生天地人万物。天地人万物生成了，道其中主宰。道非常奥妙，道无形无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可嗅，不可捉摸。道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而不思议，亦不可言说，一切皆是道所为。然而我见不到道的动作，道是无为而为的，然一切莫不是道所为。人们常称它为自然。假若无道，任何一物不能存在，因为一切都依靠道而的存。道上帝，我们之灵性是上帝所赐，我们是上帝之儿女，上帝是我们之天。When we speak of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we call it Tao. When we speak of the ruler of everything, we call it natural law. When we speak of the animating and controlling principle of our being, we call it soul or conscience. When we speak of the creator of our soul, we refer to the Heavenly Mother. In Chinese she is called Lao Mu. All of the above are one and the same. 当我们从它作为宇宙之本源而言，称它为道；在它作为一切之主宰而言，我们称它为理。当它在我们体内，使我们生存并支配肉体时，我们称它为灵性或良心，因为它赋予我们本性。我们称它为老，这些名称虽异而其意相同，皆指同一物而言。Now, what you have actually received is the Tao. Tao is everybody's true self. Today you have been initiated by the teacher and the door of your mind has been opened. Now you are abl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body is not your true self. The body is controlled by the Tao within you. 现在你们得的就是道，道是每一个人的真我。今天你们已得名师指点，开了心窍。现在你认识了肉体并非真正的你，而灵性才是真正的你，那位无形无相的。然而在支配你的身体的灵性，
才是真正的你自己。While you are alive, your soul dwells within your body. As soon as the soul leaves your body, you are dead. Your soul is from God, but your physical body is from your parents. You already had the Tao within you, yet did not realize it. Therefore, you had to search for it, and had now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find a teacher who was able to transmit it to you. Previously you believed that the physical body was your true self and behaved accordingly. You were selfish, committing misdeeds, acts of violence, and overindulging in physical pleasures. This condition repeatedly led you into a reincarnation and endless sufferings. Now you understand that your true self is not your physical body, but only use the body as a vehicle. You are not limited to this physical body. You are boundless. You are the master of the universe because you have God's essence within you. You are full of mercy and love because you share of God's spirit. Most people today have forgotten all thes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do not know who they really are. Today you are regaining your conscience, your true self. 每个人活时，灵性在他体内，若灵性一离开，他立刻就死亡。灵性附于天，而肉体由父母而来。因此，事实上我们已有道在身上，为何还要再寻求它？还要有点传师来传授，原因是我们已不认识它了。我们以为肉体真我，而不知它原是假，因此我们变得自私，做了许多错事与罪恶。为了使此色身享受如此，使我们坠入轮回中，遭受无边痛苦。我们不知真正的我乃是灵性，而我们已不是仅限于此肉身。我们是无限的广大，我们是宇宙之主宰，因我们的灵性与老是一体。我们的本性充满了慈悲与爱心，因我们是老之分灵。然而现在人们都失去了这些品性，亦不知它究竟是谁。今天我们得到是的回真我良心。Chapter 3 What are the three treasures? Today you have received the three treasures. A. The heavenly portal. B. The divine mantra. C. The symbolic seal. A. The first treasure, the heavenly portal. The point where the teacher placed his finger upon your face during the ceremony is called the heavenly portal. It is the abode of your true self and can be described in different ways, such as 1. Original nature. This is the true self, soul, or conscience, which is eternal and indestructible. 2. The portal of birth and death. The heavenly portal is the door by which our original nature enters and leaves our body. Confucius asked, who can leave the house without using the door? Why do people not follow this way? 3. The way to heaven. A Buddhist sutra says, heaven is 108,000 miles away.
These words are the metaphor which actually means that it was not easy to become enlightened because the true teacher was difficult to find and the Tao was not yet widely propagated. Without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heaven seems very far away, but with a re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heaven is very near. Today your teacher has pointed out the way for you and you may now ascend to heaven with one step. 第3章何谓三宝经天？你们所得之至宝，亦可称为三宝。一玄关，二口诀，三合同。一第一宝玄关，玄关玄妙莫测之门。玄关点传师向你们指点之处，它有许多名称，一点本性，此是我本来固有的真我灵性良心，它是不毁不灭的，它永远存在。二点生死之门户，玄关是灵性出入身体之门户。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三点通天大陆佛经云：西天108000里，此是譬喻，亦成佛是不易之事，因为名师难访，大道还未普传。然而名师经已指点明路，你一步登天。4点 The main entrance, the heavenly portal is the main entrance. It is situated at the center and not to the left or right, above or below. This entrance was locked after your imperishable spirit entered the body at birth. If the heavenly portal is not unlocked by your teacher, your true self is not able to leave the body by the main entrance at the time of death. Instead, it will have to leave by one of the side gates A. The eyes, B. The ears, C. The mouth, D. The nose, E. The navel, F. The vertex. If your spirit leaves from the ears, it is reborn as a viviparous animal, such as a horse, pig, cow, sheep, etc. B. Eyes. It is reborn as an oviparous bird. C. Mouth. It is reborn as a creature of the water, such as a fish, a lobster, etc. D. Nose. It is reborn as an insect, such as a fly, a moth, a bee, etc. E. Navel. It is reborn as an ordinary person. F. Vertex. It is reborn as a wealthy and powerful person. 4. 正门玄关是正门，它正好位于当中，不偏向左也不偏向右，不在上也不在下。当灵性投入身体后，此门关闭了。假如我们不欲名师指开玄关，临终时我们的灵性将无正门可出离身体，它只能由其他旁门出去，眼耳口鼻肚脐顶门。如果灵性走旁门，亦由耳而出者，来生当为胎生之动物，如马、猪、牛、羊之类；二由眼而出者，来生当为卵生之动物，如飞鸟之类；三由口而出者，来生当为湿生之动物，如鱼虾之类；四由鼻而出者，来生当为化生之动物，如苍蝇、蜜蜂之类；五由肚脐而出者，来生当为平庸之人；六由顶门而出者，来生当为富贵之人；
上述之路乃生死轮回之路，不能脱出生死之苦。点传师点开玄关正门，这是通天之路，我们不必再走四门，不必再坠入轮回受苦。但是我们必须要真修，否则玄关虽开，我们的灵性仍不能返天，因我们还是充满罪恶，灵性为罪恶所是不能自由从正门而出的。5点 In the Bible, Matthew 13:11, John said to his disciples, I baptize you with water to show that you have repented, but that one who will come after me will baptize you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fire. The law is transmitted to you in the temple of God through God's sanction and commandment. The holy lamp on the altar symbolizes God. In the transmittal ritual, the teacher uses the incense to lead a line of fire from the holy lamp to your heavenly portal. Then, using his finger, he connects God's spirit with your spirit so that they flow together as one, thereby enlightening you with God's Spirit. This is the actual fulfillment of John's prophecy. 5. 圣经上记载，约翰对他的门徒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表明你们已悔改。然而在我之后的将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请记忆，你们是在上帝的宫殿里得到，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天命。那盏佛灯代表上帝老。在点道之仪式中，你们已见到点传师以香柱从佛灯引来一条经指向你们的玄关，然后借点传师的手指点在你们的玄关之时，上帝以一的圣灵已点开了你们的心窍，照破了黑暗。现在你们可见到约翰之预言已经实现在你们身上。6点 Sakyamuni Buddha said, I had the great Dharma which is hidden in the eyes. This indicates the location of the heavenly portal. 6. 释迦牟尼佛云无有正法掩藏此语，暗示玄关之地。Read the second treasure, the divine mantra 1. You have now been given the divine mantra.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member it as it will save your life. It is only to be used in extremely dangerous situations. This mantra acts as a powerful spiritual distress signal to the divine forces, much like an SOS transmitted by radio waves. It is to be projected mentally and silently with great concentr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focusing the eyes on the heavenly portal and holding the symbolic seal with the hands. Powerful aid will immediately be sent to you in order to rescue you from danger. If you sincerely cultivate yourself, you will always remain under the refuge of Buddha. 第二宝口诀，心经或五字真经，一刚才传授口诀给你们，还记得吗？请再说一遍。当性命危险时，你才用此宝，将真经默念口中，手抱合同。你将可被天佛救护，脱离危险。
不过要注意，此口诀仅能于性命危急之时方可运用。假若我们真诚修道，当然我们将受天佛之庇佑。2点 The divine mantra which connects your true self with God. This mantra is without form, sound or color and is the essence of Tao, the underlying and ultimate principle of the universe. This mantra unites your being with that of the Tao, forming a powerful bond. Every great religion indicates this potential unity, but they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how to implement and effect it. You now have this knowledge and are familiar with its application. 2心经，口传心受由声音而达入无声因果之真心，由千经万典而达入真经真典。心经心法真空也，真我本性也。3点 The true teaching is transmitted from mind to mind. The true self, the I, the spirit, the mind all indicate the true center of man or his real essence and original indestructible nature, which is identical with Tao. The human being is a microcosm, sharing all the attributes of the macrocosm. Since he is essentially divine, man only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lign himself with it. The more pure and refined his nature, the more conscious he becomes of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o. When he realizes that he is one with the Tao, he has become fully enlightened. 3以心传心口传心手，以老之心传于众生之真心，此者老的分灵之心也。C. The third treasure, the symbolic seal 1. In Chinese, Fa means to combine and Tun means all together. The symbolic seal,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hands joined together, is the golden seal,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hands joined together, is the golden seal which unites us with God. It is like a contract or mutual agreement, which is the actual meaning of Hatun between you and your Heavenly Mother. It acts as a signal, password, or passport. It is a spiritual instrument of identification, as well as symbol with many ramifications. 2. When you hold the symbolic seal, you are united with God. 3. The left hand is good, so it is placed on the outside, covering the right hand. The right hand is often used for evil purposes, such as beating and killing. The right hand is placed on the inside because of its evil propensities and is shielded by the left hand. Together the hands hold the word child,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thumbs in proximity, symbolizing the Chinese word hai, which means child. This hand symbol acts as a direct signal to God. It serves to mobilize heavenly protection and causes the user to escape from any impending calamity. 4. Let us quote some words from the Bible. Matthew 19:13-15. Some people brought children to Jesus for him to place his hands on and to pray for them, but the disciples scolded the people. Jesus said, "Let the children come to me and do not stop them,
because the kingdom of heaven belongs to them. He placed his hands on them and then went away. This event illustrates the power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ymbolic seal. At that time Jesus placed his hands on the children's heads and explained that this is the way to God's kingdom. Today we hold the child symbol and realize that we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and are willing to return to God's presence. 3. 第三，报和同一点和同之意和是合成一体，同是相同，和同象征老赐予我们的经印，表示我们已归根认。我们守抱合同，表示我们要与老合成一体，同老一样。是说与老和灵永不再分开。2点和合同，同和，抱起合同，能闭眼罗。3点左手属善当在外，右手属恶居内边。子亥相掐怀中抱，能脱臼大大节关。4点现在让我们引用圣经之语句，有一些人带孩子们到耶稣跟前，求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但是使徒们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上帝的国是属于如此的人。耶稣为他们按手祝福，然后离开。从这件事，我们可以了解，它是对合同之一种预言。在那时，耶稣把手按在孩子头上，并说：“须如此，方能返回天国。”如今我们守抱子海觉，并觉悟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且愿意回返上帝身边。Chapter 4 Why do the introducer and the sponsor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before you receive the vow from your teacher? 2 persons take an oath at the altar, one as your introducer and one as your sponsor. Without these 2 persons, the vow will not be transmitted to you. The introducer vouches for your character and guarantees your good conduct. The sponsor guarantees that the vow is the true path and that the teachings are genuine. A vow is also taken to guarantee that any money which you may donate to the temple will only be used for the printing of books and other such noble purposes. 第4章，为什么银宝要立愿？在典诗还未传到给你之前，有2个人做你的银宝师，先立愿引保你求道，否则典传师不可传道给你。这2人保证你是好人，并发誓他们是引你入正道，并非左道旁门或邪教。他们并非狂哄你的钱财，否则他们愿受天雷诛。你奉献的功德金是来建佛堂、引善书，任何人也不能把它用在私人用途上。Chapter 5 Why I should take an oath before receiving the vow. Before anyone receives the vow, he has to take a vow which states that he will faithfully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vow and will not reveal the secret teachings of the 3 treasures to anybody.
第5章为什么要力求道？愿每个人在为求道前，必须先立愿，表白他将诚心报道及不泄露天机3宝给任何人。Chapter 6 How to Save Human Beings. Now you have received the Tao, which is ineffable, sacred and sublime. You have just been saved by someone, so now you should try your best to spread these exalted teachings to your fellow human beings and urge your family,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to receive the Tao. This is of great merit for you because you are not only saving someone's physical body from disaster, but you are also saving his true self from the sufferings of reincarnation. Also you not only save that one person because, if he cultivates himself properly, he can also save 7 generations of his offspring by his virtue. How great is your merit! 第6章如何救度众生。如今你已得了大道至宝，你已被人救度，你也应该去救度别人。所以请你尽量的度你家人、亲戚、朋友求道，让他们亦得蒙上天之恩典，此乃你莫大之功德。因为你不仅救了他的灵性脱离轮回之苦，并且救他的色身脱离劫难，同时你不仅是救了一人，假若他真修，他将能以他的功德来超拔9玄7祖。你的功德何其大呀！群书治要360第2册，华藏净宗学会公制典。http://www.mb.tw/rusty/wisdom/wd.ask/web_score_choice=69群书治要360第2册，群书治要许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西元59年649年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太宗16岁随父从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孔总10余年，27岁即帝位后，念悟修文，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修身养民。太宗因悟善变，遗憾早年从军，读书不多。鉴于前隋灭亡之师，深知创业不易，守成为艰，在位期间鼓励群臣进谏，批评其决策过失，令谏官魏征及于世南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截取6经4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契近代，自14000多部89000多卷补集中，博采典籍65种，共50余万言。书成如魏征于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简览前古，传之来也可以以绝孙谋的治世宝典。太宗喜其广博而且要，日日手不释卷，曰：使我击鼓灵是不惑者，
卿等立也。由是而知，贞观之治的太平盛况，此书贡献大已，成为从政者必读之宝典。然因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此书至宋初已失传，宋史亦不见记载。所幸者，日本金泽文库藏有镰仓时代1921-13年日本僧人手写群书治要的全志，并于清乾隆60年由日人送回中国本土。上海商务印书馆4部从刊和台湾分别依此版为底本印出版。21年岁末，净空性的此书反复翻阅，欢喜无量，深刻体会古圣先贤之文化教育的能为全世界带来永恒之安定和平。最极关键者，即国人本身必须真正认识传统文化，断疑起性。圣贤传统文化实为一切众生自性流露，超越时空，亘古弥新。学其关键端在诚敬二字。徐礼曰无不敬。前清康熙曰灵明以主敬为本诚与敬，千古相传之学，不越乎此。程子曰敬胜百邪，说明修身敬德立世济民，唯诚敬二字方能圆成。若对古圣先王之教育毫无诚敬，纵骗揽群集，亦难获时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事也。过去孙中山先生于三民主义讲眼中民族主义第4讲曾云，欧洲的科学发达物质文明的进步不过是近来200多年的事。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诸君都知道世界上学问最好的是德国，但是现在德国研究学问的人还要研究中国的哲学，甚至于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补救他们科学之偏。英人汤恩比博士更云欲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尽观今日世界乱象纷呈，欲救世界救中国，唯有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能办到。老祖宗流传至今的治国智慧理念方法经验与成效，均是历经千万年考验所累积的宝藏结晶。群书治要治真治贵，果能深解落实，天下太平，个人幸福自然可得。背道而行者，则不免自招灾殃，祸患无穷。净空深知今日群书治要之重现，实有其神圣使命，欢喜委托世界书局重新印出版1万套，密赠两岸3地及世界各国各党各级领导共同学习，则和谐社会大同之治的世界指日可待。新建群书治要重新出版在即，
言出仁者主于为序，今以此术语要随喜赞叹之意。净空21年12月28日于湘江群书治要36系列序群书治要乃集中国古圣先王修习治平之智慧方法经验效果，视为大成，亦是历经千万年考验所积累下来的文化结晶。这部宝典既能帮助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奠定大唐300年盛世的基础，也必能为当今各阶层领导者提供珍贵借鉴。不仅如此，对于不同领域、不同身份的社会大众，此书亦如同智慧源泉般，能使身心安乐、家庭幸福、事业永续。本中心导师是净空老教授，念念不忘中华文化的承传。21年底，幸蒙祖宗庇佑，这套宝典最终送到了老教授手中。老人家深知此书是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一剂良方，欢喜不已，立即委托世界书局翻印流通。导师在马来西亚拜访那吉首相与马哈迪前首相时，简略地介绍了群书治要内容。两位长者当时便迫切地表示想看到英文译本。导师由此想到，可从群书治要中节录，选成360条，译成白话文并翻译成各国文字，方便大众每天阅读。导师将的任务交给了本中心，这就是中心编辑群书治要36的缘起。导师预计在若干年间，每年从群书治要当中选取360条原文，并译成各种不同国家的文字语言，在全世界流通。导师认为，这是中国对于整个世界和平做出最大的贡献。治要序才于经史子，共计66部50卷，其目录是江州易、史记、六韬等经史子的书目，如此排列。本中心编译之群书治要36，将整套书概括为6条大纲，均道陈述规则为正经甚明辨。每条大纲下又归纳了治要论述的相关要点作为细目，希望本书的纲目对于读者领纳群书治要全书的精神能有所帮助。群书治要36的编译工作刚开展，随即得到了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及马来西亚本地许多仁人志士的协助，在此一并致上真诚的谢意。由于中心编辑小组的德行学识有限，本书肯定有许多疏漏之处，恳请诸位仁者不吝赐教指正。衷心祝福大众在古圣先贤智慧的引领下，身心和谐，家庭和乐，事业和顺，并希望本书能帮助社会化解冲突，消弭对立，
走向安定、幸福、美满、和平的大同世界。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创和谐。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警示2013年3月30日一君道必修身，假借贪疑圣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谓得，求其所谓得，则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则所欲者至矣。卷41淮南自白话圣人安守自己本具的性德，而不贪求自己为获得的，贪求自己为获得的，反而以拥有的会丧失掉，因为贪求则无福，更有甚者会贪赃枉法，将福报折尽。如果修养自己本具的性德，想得到的就会自然得到，因为性德具有无量的智慧、德能、福报。二绝无一之欲，以奉德以之徒，弃不及之物，以修功业之基。其余明情，岂不善哉？卷28无志下注释图宏图，引拇指图进门路，白话断绝无益的欲望，来遵循道德仁义之路，放弃无关紧要的事情，来修起建功立业的根基。这对自己的名声与品性，难道不是很有益的吗？三福生于无为，而患生于多欲，不知足，然后复从之；得宜君人，然后贵从之。故贵绝而见得者，虽为天子，不贵也；贪恶而不知止者，虽有天下，不富也。卷8寒诗外传白话幸福产生于内心知足而无所外求，而忧患产生于人的欲望过多。所以一个人知道满足，然后富裕会随着到来，得行事和领导民众，然后尊贵就会随之而来。所以看重爵位而轻视德行的人，虽然做了天子，也并不高贵；贪求财物而不知羞耻的人，虽然拥有天下，也并不富足。四有以欲多亡者，谓有以无欲为者也；有以欲治而乱者，谓有以守常失者也。卷41淮南自注释常规常道，白话有因为欲望太多而灭亡的，没有因为无欲而陷入危险的；有因为想要治理却混乱的，没有因为遵循常道却失败的。五三代之兴，无不易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似其始迷。卷29经书上注释三代指夏商周，三季指夏商周三代的末期。白话夏商周三代之所以兴盛，无不是因为领导者对自己的七情五欲加以节制；三代末期的衰败，无不因肆意奢侈浪费。六日月欲明，浮云盖之；河水欲清，沙石汇之。人性欲平，事欲害之。辅纵欲而失性，动未尝正也。
以治身则失，以治国则败。卷41淮南自注释会污染玷污。白话日月本欲明亮，却有浮云遮蔽它；河水本欲清澈，却有沙石污染它；人性本欲宁静，却有事欲妨害它。如果放纵欲望而丧失了本性，那么行动就没有正确的时候。以这种心态修身，则自身会陷入危殆；以这种心态治国，则会使国家衰败。其天下之虞，莫过于私之贪前之利，不睹其后之患也。卷12吴越春秋白话篇下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只贪图眼前的利益，而看不到身后的祸患。巴金人之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于行路之患者，由是欲无厌，不修度量之故也。卷41淮南自注释囹圄监狱，行路受刑罚或被处死。厌满足，度量法度。白话人们之所以犯奸禁之罪，而遭刑罚杀戮之祸，是因为其嗜欲没有止境，心灵堕落而不以法度自我要求的缘故。久夫勿暴长者必夭折，功足成者必极快。卷22后汉书2注释报常急剧生长，足突然，后多作促。白话任何东西迅猛生长，必然会夭折；功业仓促而成，必然会很快衰败。以勤俭实俭德之功也，是物之大也。卷29经书上注释公通弘大，白话节俭是伟大的美德，奢侈是严重的恶行，因为节俭可培养爱敬之心，奢侈则产生很大后患。11古言非典义，学之不以精清，是非田桑，农夫不以乱业，气非实用，工人不以错手，物非是私，商贾不以事事。士思其训，农思其物，工思其用，不思其长。是以上用足而下不愧。卷49复字白话古时言谈不符合经典义理的，学士不会留心，不是耕田养蚕之事，农夫不因之而扰乱本业。器具不适宜当时使用的，工人就不动手去做它；物品不是社会需要的，商人不把它运到市场。诗人想着圣贤的训诲，农民想着务农，工人想着器物的实用，商人想着经营常用的物品。因此在上者用度充足，百姓的需要也不缺乏。秉承分12损，君子以诚分治欲，可损之善，莫善损分欲。卷1周易白话君子看到损卦，就知道应当善于掌控自己的愤怒，克制自己的欲望。13行使狂之无道，岂不甚哉？是杀人如杀狗彘。狗彘人人用之有节，
是皇之杀人处刑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行峻法，随其旨而妄杀人，情不二世而灭。李斯无一类。卷49父子注释至诸处刑触发情绪，身行言行一类指残存者，白话行使黄残暴无道，岂不是太严重了吗？看待杀人如同杀猪狗，猪狗人人使用，他们尚且有节制，始皇杀人只是因触怒了自己而已，他不按道义行事，达到了如此程度。李斯又进一步施行严刑峻法，按自己意图胡乱杀人，结果秦朝不满2代就亡国，李斯也全族绝灭。丁谦善14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卷9论语白话，孔子说看见贤人，便应当想着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便应当自我反省是否有和他类似的情形。15太上乐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强也。卷35曾子白话，人最高的境界是乐于为善，其次是习惯为善，其下是能够勉励自己努力为善。勿改过16矣。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矣。从善改过，亦莫大焉。卷一周一白话，君子看到一卦，就知道见到别人的善言善行，就应该努力效仿，有过错就要立即改正。17人谁无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卷5春秋左氏传中白话，那个人没有犯过错误，犯了过错能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善行了。18太上不生恶，其次生而能速决之，其下富而能改。卷35曾子白话，人最高的境界是没有恶念，其次是有了过错能早早已断绝，其下是错误复犯后终能改过。19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步，主中信，无有不如己者。过则勿但改，主轻也，但难也。卷9论语白话，孔子说君子内心和外表不庄重，便没有威仪，学问都不坚固。亲近忠信之人，以他们为师，不和与自己志不同道不合的人交朋友。有了过失，不要怕改正。2敦亲20行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喻于家邦。卷3毛诗注释刑法，指以礼法相待。一郑玄监注，寡妻离妻，欲治理。白话修养德行，首先给自己的妻子做个好榜样，处处以礼法相待，由此扩展到作为兄弟们的表率，进而就可以用来治理一家一国了。21君之于世子也，亲则父也，尊则君也。有父之亲，
有君之尊，然后兼天下而有之。卷7里记白话君王对于世子，从亲疏关系而言是父亲，从尊卑关系而言则为君王。君王对于全国民众既具有父亲的亲爱，又具有君王的尊严，然后才能君临天下，拥有百姓。22传曰周之同盟，异姓为后，承骨肉之恩，爽而不离。亲亲之意，实在敦固。未有义而后其君，人而疑其亲者也。卷26位置下注释同盟所传印公11年及三国志陈思王直传通行本君作宗盟。宗盟指天子与诸侯的盟会。爽差师不和，亲亲亲爱亲属，时同时，确实是在白话左传上说周朝天子与诸侯盟会，异姓诸侯还列在后，实在是因为骨肉之间恩情深厚，即使有过失也不会离弃。亲爱亲属的道理确实应当敦厚坚贞，未曾有忠义的臣子会怠慢君主，也未曾有仁德之人会遗弃自己的亲人。23君子笃于亲，则民心于仁；不久不疑，则民不偷。卷9论语注释偷骄薄不厚道。白话在位的君子，若能厚待他的父母兄弟，民众就会兴起仁爱之风；不遗弃他的旧友故交，民众就不会对人冷淡无情。三反身24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匪心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卷17汉书5白话，孔子说人能光大道义，不是道义去光大人。所以国家的安定与动乱、兴盛与衰亡，都决定于君主自己，而并非天命不可挽回。25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由并诸卷9论语注释并难不易。诸之乎二字的合音字。白话子路问怎样才算君子？孔子说以敬来修治自己，使身心言语统归于敬，处处合理，这就可以算是君子了。子路又问：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治自己来让百姓得到安乐，修治自己进而令百姓得以安乐，这件事就是连尧舜那样的圣君恐怕也难做的周道牙。26主者国之心也，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卷41淮南子注是指心绪安宁平静。节骨节，人身骨骼连接的部分。白话君主好比是国家的心脏，心安则全身都会安定，
心乱则全身都会紊乱。27不天下不正，修之国家；国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弥近，而所济弥远。禹汤罪己，其心也薄焉，正心之谓也。卷49父子注释弥更加愈发。禹四姓名文命，鲧之子，又称大禹、夏禹、荣禹。后被选为舜的继承人。舜死后即位，建立夏代。汤启的后代子姓名吕，又称天乙。商开国之君，罪归罪于白话，所以天下不正就要整治国家，国家不正就要整治朝廷，朝廷不正就要整治身边的臣子，臣子不正就要加强自身的智慧德能，自身不正就首先要调整自己的思想。所整治的愈切近，所成就的愈远大。夏禹、商汤常常检讨自己的错误，国家的兴盛就很快，这是调整自己思想的结果。28为不推心以旷人，不使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己。有不得其性者乎？故之达志者，知心为万事主，动而无节则乱，不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内，而后动静不忘，以虑兼天下，而后天下履正，而前保其性也。思远乎哉求之心而已。以卷49父子注释推心也成相待，况比引母为推及推测，恶相当于和怎么达通晓明白？吕正公行正道，白话正是没有推己及人去体谅他人，所以看待用人如用草芥。如果任用别人，就像任用自己，如此感同身受，怎么会不了解人民的性情，顺应民心而治呢？古代能通达治国之道者，明白心是万事的主宰，行为无节制，就会使国家动乱。所以首先端正自己的思想心态。假如思想心态端正，无论动还是静，都不会胡作非为，自己做天下人的表率，天下人就会践行正道，从而皆能保有其良善的本性。这些要求遥远吗？不过是求之于自心而已呀。29不上老而民心孝，上长而民心替，上恤污而民不备。所恶于上，无一是下；所恶于下，无一是上。卷7里记注是老以敬老之道，是奉老人。白话，所以在上位的人能尊敬老年人，那么百姓的孝敬之风就能兴起；在上位的人能敬视长者，那么百姓的爱敬之风就能兴起；在上位的人能体恤孤苦无依的人，
那么百姓之间就不会相互背弃。不喜欢上司对自己的一些做法，就不要这样去对待下属。不喜欢下属的一些行为表现，自己就不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上级。30尧舜律天下一人，而民从之；桀纣律天下一宝，而民从之。卷7礼记白话，尧王、舜王以人领导天下，百姓就跟着他行仁。夏桀商纣以暴力横行天下，百姓就跟着他做坏事。31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成。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近乎卷5春秋左氏传中注释归趋向归附。白话上位者的所作所为，百姓会趋向效法；上位者所不做的事，而百姓有人做了，因此加以惩罚处分，就没有谁还敢不加以警戒。若上位者所做的，百姓也有人做了，这乃是所必然的，又怎能禁止得了呢？32孔子曰：仁而不仁，及之以慎，乱也。故名乱犯之正，正乱犯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加善而精不能，恩及行仁德润穷夫。诗会悦耳，行行不乐也。卷42盐田论注释加善赞美善人，穷夫比见之人。白话孔子说对待不仁的人，憎恶的太过分，那就必然立即作乱了。因此下民乱了，要从朝政上反省原因；朝政乱了，要从执政者自身反省原因。自身思想观念行动举措都正确了，天下自然安定。所以君子能够赞美善良的人，又能够同情那些不能为善的人，对受刑的人给予恩惠，对比见之人也施予恩德。在施予恩惠时，内心满怀喜悦；而在不得已需要执行刑罚时，就会感到难过。33是以天万物之父，君万物之豪也。怀生之类，有不敬顺于则者，天以为父；元首之名，有不沾如于会者，君以为耻。卷47政要论注释父保护庇护。陶父代以母为庇应，怀生指有生命之物，元首指百姓，沾如敬师，指蒙受恩泽。白话因此，上天是万物的庇护者，君主是万物的保护者。凡是生灵，只要有一个没有得到滋润，上天就会觉得有所亏欠。百姓之中，只要有一人没有得到君王的恩惠，君主就会觉得这是耻辱。34象曰：山上有水。简 GN 君子依反身修德，
除难莫若反身修德也。彖曰简，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至己哉卷一周易注是简拔行艰难，反身反求自身。白话相传说山上流水跌宕曲折而下，行动艰难，这是简卦的象征。君子看到此卦，就想到在困难之时应该反省自身，修养自身德行。彖传说简卦象征着艰难，就是前面有危险的意思。看到险情能够停止，这是明智之举啊。35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于难。卷4春秋左氏传上白话修养自己的德行，而不去责难别人，就会免于遭受祸难。四尊前36人也者，国之宝也；治事业者，国之器也；国通之事也者，国之尊也。故国有仁人，则群臣不争；国有志士，则无四邻诸侯之患；国有博通之士，则人主尊。卷42兴趣注是博通广泛地通晓，了解各种治理与知识。白话有仁德的人是国家的珍宝，有才智的人是国家的重器，博通的人是国家所尊贵的。因此，国中有仁者，那么群臣就不会争权夺利；国家有志士，那么国家就没有四邻诸侯侵扰的担忧；国家有博通的人，那么国君就会受到尊崇。37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异也。卷38孙亲子注释慢且读轻误。白话尊重圣人的君主会称王于天下，重视贤人的君主会称霸于诸侯。恭敬贤人的君主，国家会存在；怠慢贤人的君主，国家就会灭亡。从古到今都是一样。38夫善人在上，则国无幸民。谚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是无善人之谓也。卷5春秋左氏传中白话有德行的人处于上位，国中就没有心存侥幸的人。俗话说，如果百姓多存侥幸心理，那将是国家之不幸。说的就是没有有德之人在上位执政啊。39无善人，则国从之。诗曰：人之云王，邦国铁瘁，无善人之谓也。故下书曰：与其杀不孤，宁师不惊，具是善也。卷5春秋左氏传中注释云：句中注词无义，舔瘁同义词连用，指困穷困苦。经常法白话没有贤人，国家就会随之衰败。诗经说贤人不在了，国家就遭祸殃，这是由于失去贤人的缘故。所以下书说：与其错杀无辜，
宁可失之于不用常法，就是害怕失去贤人。40故往者劳于求贤，易于的人。顺举重贤在位垂衣上，功己无为，而天下治。卷42心绪白话，当君主的人寻求贤才是辛劳的，得到了贤才就轻松了。大顺举用了很多贤能的人，使他们各的其位，自己垂衣正身，恭谨律己，凡事不用轻为，就是得天下太平。41古者明王之求贤，也不必远近，无论贵贱，卑爵以下贤，亲身以先使。卷36狮子注释下，贤屈己以尊贤，亲身谦卑，降低身份，不自恃。白话，古代明治的君王为国家寻求贤良人才，无论关系亲疏，不管地位尊卑，都会放下自己的爵位来迎接贤良人才，降低自己的身份来善待有德之人。42今君之位尊矣，待天下之贤士，务臣而有之，则君以得天下矣。卷31六韬白话，如今君主的地位尊崇，若对待天下的贤士，不把他们当作臣下，而以朋友相待，那么君主就可以得到天下了。43周公摄天子为7年，不一之事，直至而与所施见者10人，所有见者12人，穷向白屋所先见者49人，敬善者100人，教士者1000人，观朝者10000人。当此之时，诚使周公骄，而且令则天下贤士智者寡矣。卷43说愿注释受代理，不依戒指平民。古代平民不能依锦绣，故称制出赐见人时所值的礼物。古代礼制，夜见人时悉礼物相赠，穷巷白屋，穷巷冷僻简陋的小巷。白屋指平民或寒士的住所，官授给某人官职，是为官。朝拜访，承使、假使。白话，周公代理天子执政7年，非常礼贤下士，同时不吝分享智慧经验及培养人才。为做官的读书人中，他带着礼物以尊师之礼拜见的有10人，以朋友之礼会见的有12人。优先接见的穷巷陋屋中的贫寒之士有49人，随时向自己提供善言的有上百人，受到他教导的读书人有上千人，被选拔在官府朝廷服务的有上万人。在那时，假使周公对人骄傲而且吝啬，那么天下的贤士来见他的就很少了。五纳见44为人君之务，在于绝庸；绝庸之务，在于静下；静下之道，在于博听；博听之意，无贵贱同意，立树木语，皆得达焉。
卷47正要论注释决庸消除庸弊。隶属牧于指奴役同仆放牧养马的人。白话做君主的关键在于能够去除蒙蔽，去除蒙蔽的关键在于能够让下属进谏。让下属进谏的方法在于广泛地听取各种意见。广泛地听取意见，就是要能够做到无视下属的高低贵贱，即使是奴役同仆放牧养马的人，也要能够让他们的意见传达进来。45欲之平直，则必准绳；欲之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知事。为直事能正言。卷39吕氏春秋注释准绳测定物体平直的器具。准测平面的水准器，绳量直度的墨线，规矩规和矩，校正圆形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白话想要知道物体是否平直，就一定要依靠水准器和墨绳；想知道是否方圆，就一定要依靠圆规和矩尺。君主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就一定要依靠直言之士。46不知贤君，乐闻其过，故直言的志，以补其缺。卷49父子注释缺疏漏。白话古代的贤明君主乐于听人指出自己的过失，所以能听到正直的话，借以补救缺点。47明君礼重物下之言，以昭外也；敬纳卑贱，以诱贤也。其无具言，未必言者之敬用也，乃句句无用而仗有用也。卷44田夫论注释礼重治理百姓，让通让排斥。白话贤明的君主治理百姓，务求臣下之言，来昭示于朝廷外，恭敬地接纳卑贱之人，来吸引贤士。君主不拒绝进言，未必所有的进言都采用，只是担心拒绝无用的意见而会使有用的意见受到排斥。48人君广山叟之大，那切直之谋。卷22后汉书2注释山叟山林与胡泽。切直恳切率直。白话仁德的君主有着像高山胡泽那样大的胸怀，可以接纳恳切率直的谋略。49今群臣皆以庸为解，上为不测之难，下具剑客之慨。臣知朝廷不复的文中言矣。府吏言无显过之咎，民尽无见此之由。如恶吏言以济祸，则不当学也；不欲民尽之见此，则不当诏也。愿陛下详思臣言，不以济过见此为责。卷24后汉书4注释就罪过过失。见次显露瑕疵，见同显显现显露。此玉的斑点，引母为缺点毛病，由过失罪愆。
的讨厌憎恨。白话今天群臣都以蔡邕的下场为简介，上怕受到难以预料的灾难，下怕有刺客来行刺，臣知道朝廷不会再听到忠言了。发表言论不该因指出过错而被责处，民进不该因照出污点而被怨尤。如果讨厌设立史官秉笔之书记录过失，那就不该学习古人设立史官。如果不想被镜子照出污点，就不该去照了。希望陛下仔细考虑臣说的话，不因为指出过错和反映污点而责备大臣。务实能容之臣，则上之师不害于下，而民之所患上闻矣。卷49父子白话能容纳正直的臣子，则君主有失误也不会贻害百姓，而百姓的忧患君主也能听到。务实依君明则臣直，不知圣王，恐不闻其过，不有敢谏之故。卷26为治下注释敢谏之故，设于朝廷恭敬谏者敲击以闻的故。白话君主圣明臣下就正直，古代圣明的君王为恐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因此设立了让进谏者敲击，以便领导者知晓的故。52尧舜之始，建古谤母，立之于朝，因周则王，小人愿礼，则起目改听，所以达聪明，开不会，博采复兴，晋级下行也。卷23后汉书3注释谤目相传，尧舜时于交通要道树立木柱，让人在上面写谏言，称谤目。小人平民百姓怨厉怨恨咒骂，礼咒骂，聪明指明察事理，不会不隐晦，不精指地位低微的人。白话尧舜的时候，在朝堂设敢谏之故，立书写谏言之目。因周二朝的圣王对待百姓的怨骂总是洗耳恭听，真诚接受，所以才能够明察事理，让别人直言不讳，广泛听取普通百姓的意见，全面详实地了解民情。53与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玄中不夺， duo, 庆而治陶now, 以待四海之始，为民于损。 su, 曰教寡人以道者及古，教寡人以义者及忠，教寡人以智者振夺，告寡人以忧者及庆，与寡人以宋玉者归陶。此之谓五声，是以与常聚以溃而息起，日中而不暇饱食。曰吾不恐四海之事流于道路，吾恐其流无门庭，也是以四海之事皆治，是以与朝廷间可以罗却者。卷31玉子注是夺古代乐器大铃的一种。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或谕战事时用之。青铜制品
形如针而有舌，其舌有木质和金属质两种，故又有木铎和金铎之分。庆古代打击乐器，状如曲尺，用玉石或金属制成，陶有柄的小鼓。铭刻写在器物上的文词，损及损句。古代悬挂中磬的架子，横架为损，直架为句。振挥动摇动。门庭宫门朝门外的地方，罗却形容门庭寂静或冷落。白话语王通过聆听5种声音来治理天下。朝堂门上悬挂着钟鼓铎和磬，旁边摆放着陶，以此接待天下士人，并在悬挂钟磬的木架上刻着铭文，说以道教导我的磬击鼓，意义教导我的磬敲钟，教导我如何处理国家大事的磬摇铎，告知我国家忧患的磬击磬，告诉我诉讼之事的磬摇陶。这就是所谓的5声。因此禹王曾经在吃一顿饭的期间7次起身处理政务，一直忙到正午都没有时间吃饱饭。禹王说，我不怕天下的贤者停留在路上，我担心没有及时听取宝贵建议并加以处理，而让他们滞留在我的门庭啊。因此天下士人纷纷到来，也因此禹的朝廷很清静。54其高祖那善若不及，从渐弱转还。卷19汉书七入世高祖至西汉高祖刘邦，还同元。白话当年汉高祖采纳善言为恐来不及，听从谏研究，好似转动原形之物那样顺畅迅速。55通直言之徒，因而治之，非为名也，亦为直言不闻，则记之耳目塞。耳目塞于内，愚者顺之于外，此3计所以致亡，而不自知也。卷49父子注释3计至夏商周3代的末期。白话敞开直言之路，招引获得谏言，不是为取得好名声，而是认为听不到正直的言论，自己就会耳目闭塞。自己耳目闭塞，阿谀的人有凡是顺从自己，这就是夏商周3代末年的君主灭亡的原因，而他们自己却不知道。56点却不能治，不受真要之急，贤圣不能正不实时宜，受善言作见争之君。故节有关龙逢Bang. 而夏亡，纣有3人而商灭，故不患无疑，无由于之论顿作伦，患无还目之听耳。卷42盐田论注释真要真就要物，真同真。关龙逢节得臣子，节作酒池塘修，未尝夜饮。龙逢利剑被杀，3人只为子姬子必干，3人以无及
管仲，由于一作咒语，春秋时天水人，为秦穆公出谋划策，事情位列春秋五霸。白化病却不能医治不接受针灸和药物的疾病，贤人和圣人也不能纠正不接受劝谏的国君。因此，夏桀虽有关龙逢，夏朝还是灭亡了。殷纣虽有为子姬子毕干3个人，但商朝还是灭亡了。可见不用担心臣子没有像管仲由于那样好的见解，就怕国君不能像齐桓公秦穆公那样愿意听取谏言。6度谗邪57是故为人君者，所与由必责正人，所观览必察正相，放正声而弗听，远佞人而弗近，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卷25位置上注释由交由结交。正声原指春秋战国时郑国的音乐，郑国的音乐多为靡靡之音，故称放荡不雅正的音乐为正声。佞人善于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人。白话所以说，做君主者，他所交往的一定要挑选正直的人，所观看的一定要选择正大光明的景象，抛开庸俗的音乐而不听，书院谄媚的人而不接近，这样才能使邪恶之心不生，而正道也可以得到弘扬了。58或问天子，守在四夷，有诸曰：四外守也，天子之内守在身。曰何谓也？曰至尊者，其公之者众焉，故变辟偏僻，欲使公人主而夺其财，尽信妻妾，公人主而夺其宠，亦有计议公人主而夺其志，左右小臣公人主而夺其情，不令之臣公人主而夺其事，是谓内寇。卷46母建筑是4夷古代华夏族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指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变辟指君主左右受宠幸的小臣。御史帝王是从。白话有人问天子的守卫在于防御四方夷狄的入侵，是吗？答：这只是对外的防御，天子对内的防御在于自身。问此话怎讲？答：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人，进攻他的人很多，逢迎谄媚的是从公人主之心，而竞相取得其财力。人主亲近的妻妾嫔妃公人主之心，而争夺其宠爱。放纵游乐的歌妓一人公人主之心，使其玩物丧志。人主左右的小臣公人主之心，使其品性不端。心怀不善之臣公人主之心，使其贻误大事。这些可说是内部的道口。59奸臣应以思想之言而为之容，说
人主不能别也，视而悦之，或乱其心，举动日渺。而常自以为得道，此有国之常患也。夫宁且之言，柔顺而有文；中正之言，简直而多逆。卷50原子证书注释容说取义逢迎，依取悦于上，说同悦，妙错误乖误。白话奸臣用乍听起来像是正道的话来谄媚君主，君主没有能力辨别，以为是对的而心生欢喜，混乱了自己的心思，行为日益乖离正道，却还总认为自己做的合乎道义，这是君主们的通病。那些奸佞们的言语柔和顺心而有文采，中正臣子的话简朴直接，而多半听来逆耳。60谄媚小人，欢笑以赞善，念从之徒辅 F 皆以称功，亦是或者不觉其非。此谓有端验之节，过人之辩而不悟，斯乃召唤之经。卷50报括子注释面从为当面顺从，辅节及集节，形容十分赞赏。拍击节五乐器中并置节拍的器具，用竹编成及织成声，亦更加。端验指字共和验字，辩通辩，指辩论的才能。悟通悟，觉悟，认识到。白话谄媚的小人，总是笑着称赞叫好；当面奉承的人，总是集结称赞功德。更是迷惑的人觉察不出他的错误，自认有着和子贡晏子一样的敏捷，以及超越常人的辩才，而不能醒悟。这些正是招致祸患的旗帜。61其礼思教行二是曰：为人主而不自非，命之曰天下治不。ZGU 二是用之，泰国以复，私意灭族。卷26为治下注释自虽放纵暴力，桎梏古代用来拘记犯人手脚的刑具，在手上戴的为布，在脚上戴的为指，类似于进士的脚镣手铐。白话从前李斯告诉秦二世说，当了君主若不能放任自己无拘无束，这就叫做把天下变成束缚自己的脚镣手铐。秦二世采用了他的话，泰国因此而灭亡，李斯也被灭族。62用贤人而行善政，如获赠 Zen 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卷15汉书3注释赠忏悔诬陷，还罢撇止袭。白话任用贤德的人施行清明的政治，如果有人进谗言毁谤他，那贤人就会离去，而善政也就废止了。63天下之国，莫不皆有忠臣谋士也。或丧失败军，为身亡国者，诚哉人主之听，不经不审，
卷4085论白话，天下所有的国家都是有忠臣和谋士的，其中有折损军队失了败仗，危及自身乃至亡国的，实在是因为君主听了各种建议之后的决断，不严密不详就。64夫谗人40，巧言如狂，使听之者或视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在乎是善，成败之机，在于察言。卷24后汉书4注释，巧言如狂形容人言辞巧妙动听，犹如声中之狂。狂生于管等乐器中振动发声的拨片，用竹金属或其他材料制成。白话禅间之人看似诚实，花言巧语，好像声狂，让听到的人迷惑，让看到的人昏聩。吉和凶的效验，在于有能力认识何者是善，成或败的关键，在于能够将审何者论述正确。65有血气勾不相顺，皆有争心，因而难分，为而害身者，莫甚于言矣。君仁者将和众定名，而疏其善恶，以通天下之治者也。文言不可不审也。卷49父子注释，气血液和气息。君人为人君主，治理人民，和重视百姓和顺。白话大凡有血气的万物，如果彼此不和顺，就会有竞争之心。人们交往中隐晦而难以分辨细小却有大害的，莫过于言语。做君主的要协调众人，安定百姓，分别善恶，以通达天下人的心智。对听到的话就不能不加以详查。66不用之法，圣主不行；不验之言，明主不听也。卷41淮南子注释，不验不切实际，没有效验。白话不合时宜的法度，圣明的君王不会施行；不切实际的言论，贤明的君王不会听信。67主察一言，乃其蒙；主听如弦，奸雄乃钝；主任就齿，万事乃理；主聘言血，事乃的实。卷43略注释，遁逃亡逃跑，就是年高望重者，老臣就臣。白话君主能明察反常的言论，才能看到祸乱的萌芽。君主能聘任贤能的儒士，奸雄就会逃亡；君主信任久经考验的老臣，万事才能治理得好。君主访求不求名利的隐士，这些是人的实德，才得以宣扬，进而发挥教化的作用。68齐侯问于晏子曰：为政和患对曰：患善恶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对曰：审则左右，左右善，则百僚各获其所宜，而善恶分矣。孔子闻之曰：此言信矣。
善尽则不善无由入矣，不善尽则善亦无由入矣。卷43说愿注是百僚百官。白话齐侯向晏子问到执政最要担心的是什么？晏子回答说担心好人坏人分不清。齐侯说怎么样来考察他们呢？晏子回答说审慎地选择左右亲信，如果左右亲信好，那么百官就会各自得到其所适合的位置，这样好人坏人也就能辨别清楚了。孔子听后说这话确实如此，贤善之人得到敬用，那么不善之人就没有办法进来。如果不善之人得到敬用，那么贤善之人也就没有办法进来了。69众人之为为，不若只是之恶。卷8韩诗外传注释恶直言无讳的样子。白话重视的唯唯诺诺，不如一位正直世人的直言见争。其实人主莫不欲得贤而用之，而所用者不免于不孝；莫不欲得奸而除之，而所除者不免于罚钱。做事者赏罚之不当，任使之所由也。人主之所赏，非为其不可赏也，必以为当矣。人主之所罪，非以为不可罚也，必以为信矣。智不能见是非之理，明不能察经论之言。所任者不必治，所用者不必忠，故有赏贤罚报之明，而有禄能养奸之实，此天下之大患也。卷50原子证书注释信果真确实，经论逐渐渗透，引母为积久而发生作用。白话君主无不想得到贤才并任用他们，但所任用的人中总是难免有不贤的人。君主无不想抓住奸人而铲除他们，但被铲除的人中总是难免有贤能的人。像这种情况出现，是因为赏罚失当、委任官员不妥造成的。君主所奖赏的，并不是明知道的人不应该奖赏，而偏要奖赏他，一定自以为奖赏的十分恰当。君主所惩罚的，并不是明知道的人不该惩罚，却偏要惩罚他，一定是认为惩罚的恰到好处，